陆大贵听着这话，脸色当即就冷下来了。另外几个人见状，忙拽了拽说话那个妇人的袖子。李氏，你说话注意些，别忘了我们干啥来了。李氏翻了个白眼，没再理会陆大贵，而是望向屋里，大声地喊道：云嫂子，你在屋里不？好半晌，云穗禾才悠哉悠哉地端着一锅烧热的脏水出了屋，一出门便望见了几张熟面孔。呀，你们几个怎的来了？那几个人见着云穗禾，忙笑着打招呼：云嫂子，忙着呢。可不是，家里忙不完的事儿呢。云穗禾神情有些冷淡，刚才那李氏骂陆大贵，他听得真切，这不明摆着上门找茬来了吗？几人虽也察觉出来，却还是笑脸相对。云嫂子，我们就是想来跟你借点粮食，如今大家伙啊都没饭吃了，镇上的救济粮也不顶用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，多少给我们匀点粮食吧。云翠禾将手中端着的锅放在地上。倒不是我不借你们粮食，我们家粮食也不充足，今儿星河还去镇上领救济粮了，只是那粮食啊确实不顶用，全是沙。听到这里，那些人也是满心愤懑。是呀，也不知道是哪个黑心的，将那救济粮兑了沙子，这摆明了就是想断了咱们的生路嘛。不过云嫂子，咱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如今咱村里你们家是实打实的富户了，我们也都知道你家里多少还有点余粮，你就匀我们一点，就当救个命。你也知道，这如果不是万不得已，我们也不会讨上门来。日后待我们缓过来了，定会好生报答你们的。想让我匀一点出来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他望向李氏，不过李氏，你得先和大贵道个歉。如今大贵已经浪子回头，又在我们家里干活，你方才辱骂他就是不对，也是不将我家放在眼里。一旁静默不语的陆大贵听了云翠禾的话，心里着实是感动了一把。要说这个村里，怕也就是陆星河一家还将他陆大贵当根葱，在其余人家眼里屁都不是。哎呀，李氏上前握住了云穗禾的手。云嫂子，我刚才就是心直口快，可没有半点不将你们家放在眼里的啊。云穗禾拍了拍他的手。我知道你对我家没这个意思，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与陆大贵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暂且了了。李氏有些没好气地说道。云嫂子，你都知道我没这意思了，还让我跟陆大贵道歉做甚呢？那你们就请回吧，我家里实在是没得多余的粮食借出去。说完转身便要往屋里走。大贵，送客。陆大贵立马应了一声，好嘞。另外几个妇人急了，忙给李氏使眼色。李氏见状，这才不得不拉住了云穗禾的手。云嫂子，我道歉还不成啊？下一刻便见他望向陆大贵，面上有些不自然。大贵啊，方才的话呢，是婶子口不择言，婶子向你道歉啊。陆大贵见状，便也没与他一般见识。婶子言重了，我知道我从前做了不少混账事儿，只是希望大家不要总以从前的眼光看待我，人都是会变的。李氏面带羞愧。大贵说的是，你不与婶子计较便好。云翠禾见状，这才从屋里将自家快要见底的米袋子拿了出来。我今儿也没法分你们太多，怕是一家最多匀个2斤3斤的，我们家也得留个10-20斤糊口，还不知道接下来什么行情呢。不过你们回去之后，可千万得在村里给我做个证，我家里是真没粮食了。说完便给5个妇人每人分了1大碗糙米。嫂子放心，再要是有人像上回讨水那般闹到家里来，你便让心平心安去我们几个家里说上一声。得了几个人的承诺，云翠禾的唇角也勾起了一丝笑意。上回星河从县城回来与我说，镇上没得粮食买，县城却有，总归你们手里的粮食能够勉强应付个2-3日，要是手里还有点余钱，便可去买些回来应付着。几个妇人忙点头道谢。哎，多谢云娘子，回头我便让当家的带点干粮往县城去一趟，要真能买到粮食，好歹能应付一阵儿，也就知足了。
云翠和又嘱咐道：“你们要往县城去的话，多结几个伴儿，省得买的粮食在路上被人抢了。如今外头的人呢，为了能吃口饱饭，不要命嘞。”哎，知道了，得亏婶子提醒。等回去啊，我就鼓动村里人家一起去县里买粮。这几个妇人得了粮食，便兴冲冲地回家去了。云翠和收起脸上的笑容，提着米袋子，刚一转过身，便见陆星河和楚月从灶房里走了出来。星河，你这法子还真管用。如果他们真能将人组织起来去县城买粮，既不怕路上被人抢，村里人也不会总盯着咱们家不放了。云翠和笑着往陆星河走去。陆星河望向已经走到山脚的几个妇人，县城毕竟路远，如今家里有2-3日的粮食打底，他们自然乐意让家里的汉子去碰碰运气。有这5个人牵头，应该会有不少人会跟着去瞧瞧。陆星河身旁的楚月捏着他的衣袖晃了晃，满脸自豪地说道：“相公就是聪明。”云翠和见状不由得打趣道：“是，整个天底下就你们家相公最聪明。”说完便提着糙米袋子进了厨房。楚月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脑袋。陆星河见状，唇角勾起一抹浅笑，转而望向一旁的陆大贵：“今儿辛苦了，这会儿家里的事情已经忙完了，你便先带着铁蛋回去吧。下次再有事，我再去你家叫你。”“不辛苦不辛苦。”陆大贵笑望着铁蛋：“儿子，跟爹回家去了。”“好。”下一刻，铁蛋从堂屋里飞跑出来。楚月见状，忙去屋里抱了2个萝卜，塞到陆大贵的手中。“大贵哥，这个你拿着。”“多谢星河媳妇儿。”陆大贵一手抱着萝卜，一手拉着铁蛋离开了。得亏了陆星河一家，才让他们父子2个有菜有饭的坚持到了如今。刚吃完饭，陆守成和江秀琴一起来了家里。守成和秀琴来了。云翠和开了院门，忙让2人去堂屋烤火去了。陆守成将手在火盆上方上下的翻动烤热之后，望向一旁看书的陆星河：“星河，你啥时候再去县城？”陆星河抬头望了他一眼：“四叔是想去县城买粮食。”陆守成一愣：“你怎地知道？不难猜。”江秀琴笑着往陆守成的方向扫了眼：“你这人呐，就是个直愣子，想要做什么都写脸上了。星河这么聪明，怕是不用猜都能看出来呢。”听了自家媳妇儿的话，陆守成嘿嘿地笑了2声。陆星河合上了手中的书，望向陆守成：“如今县城的粮价极高，四叔想要粮食，其实也不必这样麻烦。我家里可以匀点粮食给四叔，待你们明年收了粮食再还我们便好。”这是他之前便和云翠和商量过了的。陆守成和江秀琴相视一眼，如今这年成，愿意借粮食的可都是天大的恩情。“你家里粮食可够？前段时间托你们的福，四叔去县城卖菜也赚了3-4两银子，倒也不是买不起粮食。你们自家如果都不够的话，我也不能拖你们后腿，不是？”陆星河略微沉思：“分个50斤出去，剩余的吃到年后应该没问题。”听到这里，陆守成突然大笑起来：“哈哈哈哈！之前你大伯母来借粮食，我还以为你们家里当真没有了，原来只是不想借他。”陆星河没有否认：“四叔也知道我娘这人吃软不吃硬。”陆守成叹了口气，给了个中肯的评价：“我晓得，大嫂这人确实宁折不弯。如今有你们家借的这50斤粮食，我也不必去县城买贵粮了，熬到开春去是没问题的。”云翠和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身来：“那我去给你们称粮去。月月，你来帮我扶袋子吧。”“好嘞，娘。”楚月起身随着云翠和出了屋。江秀琴见状，赶忙紧随2人的身后：“三嫂，我也来帮忙吧。”3人到了厨房，云翠和一边从自家的米缸里舀米，一边问道：“秀琴，玉芳的亲事说得如何了？”“还没个影儿呢。”江秀琴叹了口气：“之前我们也是觉得吴勇那个孩子不错，还有门手艺在身上，往后也不愁饭吃。结果差人过去一打听，他爹娘说他随着柳师傅去了县城做工，有段时间没回来了，只托人往家里送来了粮食。吴大夫和那刘氏呀，都是没啥主意的人，做不得吴勇的主，并将这事儿给搁置下来了。姻缘，讲究的可不就是一个缘分吗？他不在，咱们玉芳
还是得继续相看着。可不是，江秀琴脸上泛愁，我们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一个年成。女孩子家家的，要是过了16，这亲事就不好说了。袁翠和又舀了一碗米，宽慰道：你也不必这样着急，玉芳不才15吗？还有1年的时间相看嘞，总能找着一个好的。希望吧。江秀琴又叹了口气，从前还小的时候啊，盼着他们长大，如今长大了呀，又舍不得将人嫁出去。那是，向来只有哭嫁的，哪有哭娶的？袁翠和说着，将自己手中的碗放下，将装米的袋子用带子束紧之后，拿在手里掂了掂，估摸着50斤够了，你来掂一掂。江秀琴笑着说道：三嫂掂量的向来准，你说50斤啊，那必定是没错了。楚月又从厨房拿来背篓，四婶用背篓将米背回去吧，省得让人瞧见了。江秀琴知道他的顾虑，忙笑着接过了背篓。还是月月机灵，等会我们将粮食背回去，别让玉芳将这背篓送过来啊。他说完便叫上陆守成回家去了。没一会儿，陆玉芳便送来了背篓，还神秘兮兮地将楚月拉到了一旁。月月，你可否去老宅给奶看看腰？奶的腰又开始疼了。之前张大夫给她扎针之后，好长一段时间没疼了，最近许是下雪结冰的，受了寒又开始疼了。我说要叫你去瞧瞧，他又不让，生怕耽误了你的事情。楚月一笑，拍了拍陆玉芳的手：你等着，我去屋里拿银针来，便随你去一趟。他从屋里拿过银针，便随着陆玉芳一起去了老宅。奶，我将月月叫来了。陆玉芳一边说，一边撩开了王雪兰的门帘。王雪兰挣扎着从床上坐起身来：我这都是老毛病了，休息个1、2日的也就好了，你真的又去麻烦星河媳妇了。就是因为是老毛病才得看，否则拖严重了问题就大了。楚月也笑着进了屋。玉芳说的对，奶，你也不用觉得麻烦我，你是相公的奶，也是我的奶，给自家奶看病算哪门子麻烦呀？王雪兰听了先是一愣，随后拉着楚月的手连声说道：好孩子，你和玉芳都是好孩子。楚月抿了抿唇，望向陆玉芳：玉芳，咱将奶扶着趴在床上吧。两个人小心翼翼地将王雪兰扶着趴在床上。楚月的手在王雪兰的腰部摸索了一阵，随后顶住几个穴位，问她痛不痛。奶这腰是常年劳累所致的劳损，受寒很容易刺激腰部的肌肉紧张痉挛，从而导致疼痛加剧，平日里该好好保暖才是。还有别的要注意的吗？补充营养，不要劳累，不提重物。楚月一边说着，一边摊开了手里的银针包。我先给奶扎几针，应该能缓解一些。好，那我再拿些炭火来，将炕烧热一些。陆玉芳说着跑出了屋子。待屋里暖和起来，楚月开始给王雪兰施针。施针结束，王雪兰动了动自己的身子，果然轻松许多。哎呀，月丫头这手银针，比起张大夫还真是半点不差嘞。可不是，我方才在边上都看呆了。陆玉芳一边将王雪兰扶起来，一边说道。楚月笑了笑：奶莫要说笑了，师傅毕竟是师傅，我才学了几个月，哪里比得过他呀？他收起自己的银针：这几日我有空就来给奶施针，天凉的时候，奶可在腰部围一条围腰保暖。王雪兰点头：哎，那就麻烦月月了。不麻烦，我先回去了，有事可以让玉芳来屋里叫我。说完便出了屋。王雪兰望着楚月离开，心底有些许的触动。从前我总觉得女孩子嫁了人，相夫教子就好了，但看到月丫头，我突然觉得女孩子成亲之后也并非只能相夫教子，操持家务。他拍了拍陆玉芳的手：往后想做什么便去做吧，奶这辈子都困在家里，也没出去见过什么世面，却不希望你一辈子也这样。陆玉芳的面上也带着憧憬：我也很羡慕月月，只是却没她那本事。王雪兰叹了口气：唉，
往后的路还长着嘞，边走边看吧。很快便到了腊月初3这一日，楚月刚醒来，陆星河便如同变戏法一般，从枕边拿出了一套新衣服。今儿穿这个吧。定睛一看，是一套缎面的藕粉色的襦裙，摸上去软软的，绣花精美，走线工整，加棉也暖和。相公，你何时买的这套衣服啊？不便宜吧？倒不是我买的，之前在县城卖菜的时候，用小半筐萝卜和布庄老板换来的。原本是想在年节送你，却没想到这么快便派上用场了。楚月满脸兴奋地起床，将新衣裳套在自己的身上，大小长短刚刚好。我突然有些后悔将这套衣裳拿出来了。原本还沉浸在喜悦中的楚月一愣。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陆星河摇头。太好看了，还是会被贼惦记。听到他的话，楚月只觉得双颊发热，忙笑着出了屋。一出来，正巧碰上了要去做早饭的云翠荷。见到楚月的瞬间，一双眼瞪得老大。哟，这是哪个仙女下凡啦？楚月一笑。娘，你就别打趣我了。云翠荷拉着楚月的手转了一圈。还真别说，这衣裳穿在月月身上，看着比那镇上的小姐还好看嘞。咱们家星河啊，还真是赚着了。楚月小脸一红。娘净会瞎说，我做饭去了。云翠荷忙拉住了楚月的手。哪里需要你做饭？莫要将这衣裳弄脏了，回头去了镇上，叫人笑话你嘞。说完，便唤了陆星安一声，母子两个一起往厨房去了。楚月无奈，洗漱之后便去给小竹梳了头发，随后自己也收拾收拾，便去灶房吃饭了。吃了饭，陆星河便套上骡车，载着楚月往镇上去了。毕竟沈之雪的贴身丫鬟亲自来家里送了请帖的，不去的话也说不过去。楚月捂着怀里的包袱，深吸口气，希望今日能一切顺利吧。交了11文钱的过路钱，他便赶着骡车直奔沈府。陆星河刚将楚月抱下骡车，便见许恒扶着他娘从不远处一辆马车上走了下来。有人见面自是分外欢喜。陆兄，又见面了。许兄。两人抱拳见礼以后，许恒望向一旁的楚月，眼底带着一丝惊艳。楚姑娘。楚月淡淡的一笑，微微俯身。见过许公子、许夫人。许夫人朝着他微微的颔首致意，随后望向自家儿子。这两位是？许恒忙给许母介绍两人。娘，这是陆星河，9年前以9岁之龄考上童生那个，之前你还在我面前对他好一顿夸呢。许夫人面带惊讶。竟是那个孩子。许恒笑着继续介绍。这位是他的夫人楚月，娘可不要小瞧这姑娘，她一手医术可不简单。哦。许夫人再次望向楚月时，眼底神色都亮了。家沈府设宴，必定是男女不同席，既然碰上了，楚姑娘便与我结伴进去可好？楚月往陆星河的方向望了眼，见他点头，这才笑着上前挽住了许夫人的胳膊。夫人请。许夫人拍了拍他的手。你相公既是我儿的好友，叫我伯母便是了。是伯母。许恒则上前搭上陆星河的肩膀。一起进去。陆星河笑了笑。我已经有了媳妇儿，就不去了，你去吧，等你好消息。许恒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成，你不去我可要去了啊。楚月随着许夫人进了沈府，将自己送的礼交给了负责登记的人之后，便往后院去了。许夫人满脸好奇地望向他。楚姑娘那暖宫包真有用处？楚月笑着回答。都是按比例调配的药物，自是有些用处的，尤其是月事的时候用，可以适当减轻痛苦。还有那安神香呢？安神香是我前段时间结合沈夫人的身体情况调制的，不仅能安神助眠，对身体还有一定的调理作用，最是适合沈夫人。听说沈老夫人前一笑病得瘫在床上动不了，后被一个女神医所救。姑娘对沈夫人的身体状况如此的熟悉，难不成沈夫人的病是楚姑娘治好的？没有伯母说的这般夸张了，当时沈夫人病重的时候，正巧我师父在边上指导，侥幸而已。
许夫人听见楚月的回答，越发的欣赏身旁的小丫头了。姑娘蕙质兰心，往后怕是会大有作为。伯母说笑了，我一个女人家也不需要多大作为，能守着一家人好生的过日子便也知足了。许夫人想了想，点头说道：也是，男人有作为就成了，女人嘛，总归是一世一家为好。两人说着便已经到了后院。沈之雪见到楚月，忙迎了过来。许伯母，楚妹妹。两人与沈之雪道了声生辰快乐，便随着沈之雪入了席。好巧不巧的是，江清婉也在这里，且安排的位置就在楚月的另一边。江姨。楚月见着熟人，忙上前打招呼。江清婉见是楚月，心底带着一丝惊讶，随后满脸笑意的起身拉住了楚月的手。哎，你这丫头，许久都没见你人了，近些日子可还好？托江姨的福，好着呢。许夫人有些惊讶，黄夫人和楚姑娘也认识？江清婉朝着许夫人微微颔首。是，半年前婉儿出生的时候，多亏了月月才保下2条命。听见江清婉的话以及两人亲昵的称呼，许夫人对楚月有些刮目相看了。江清婉拉着楚月在自己的桌旁坐了下来。咱们俩坐一个位子吧，许久没见你，正想与你叙叙旧嘞。好。楚月从善如流。许夫人见状，便在两人旁边的桌坐了下来。楚月和江清婉聊了没几句，集集礼便开始了。祭礼结束，沈太笑着望向众人：小女之雪，祭礼已成，感谢各位宾朋家客的参与。奈何而今荒年，我沈府便只能备上一些简单的吃食招待各位，还望诸位莫要嫌弃。如今能吃上一口饭食，咱们就知足了，哪里还计较这么多？沈老爷，委实是太客气了。沈夫人坐在主位上，仪态得体，面上带着淡淡的浅笑。沈太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朝着厅堂举杯说道：诸位请。沈之雪吃了几口便饱了，见楚月也放下了手里的筷子，便猫着身子来到了江清婉和楚月所在的席位。黄夫人，可否将楚妹妹借我一下？江清婉捂嘴笑一笑：什么借不借的，我又没拘着月月。随后望向楚月：想去便去吧，不用管我。楚月点头，起身便和沈之雪去了他的位子。怎么？沈之雪凑到楚月的耳边悄声说道：我悄悄看了礼单，正好今儿来好事，便将妹妹送的那个暖宫包绑在身上了。原本我还担心今日会因为身子不适影响状态，结果竟意外的舒适。那东西你还有吗？我有2个姐妹也有这样的困扰，我们可以从你那里买下来备着。不瞒沈姐姐，我当时只做了3个，且都送你了。不过我回去可以多做一些。但这个暖宫包里头有药材，为了保持药材的药性，也不建议一次性买太多，会影响药性的。成，总归我这里还余了2个，那到时候送我那2个姐妹试一试，你多做一些，她们肯定也会喜欢的。想了想又说道：妹妹医术这般好，不打算自个儿开一间医馆吗？楚月的眸子里带着一丝憧憬。倒不是没有想法，就是觉得自己如今道行还不够，等过了这个荒年再说吧。沈之雪想了想，点头说道：也是，如今这世道，什么都不做反而是最好的。不过妹妹要是在镇上开了医馆，往后我便能多个去处了。楚月打趣道：喝茶聊天尚可，我可不希望姐姐日日找我去瞧病呢。那当然不会，有你在，疾病哪敢找上我啊。众人见楚月被沈之雪拉走，几个夫人上前与江清婉搭言，言语中还似有若无地打听着楚月的身份。她没藏着掖着：不瞒几位，月月这丫头是我的远房侄女，不过她已经婚配，只因年龄尚小，便一直被夫家当姑娘养着。几位夫人便不要将主意打到她身上了，去看看别的姑娘吧。我瞧着那沈小姐也很不错呢。众人听罢，心底虽有惋惜，却也不再提及楚月。沈夫人因为之前静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近些日子回到沈府，为了沈之雪的及笄礼操劳了几日，这会儿有些受不住吵闹的厅堂，
便想让一旁的嬷嬷扶着他起身回去休息。那嬷嬷得了命，忙上前小心翼翼地将他扶了起来。只是才起身，沈夫人便双眼一黑倒了下去。嬷嬷吓坏了，忙扶住她的脑袋。哎呦，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边的动静吓坏了厅堂的众人。娘！沈之雪急得眼眶泛红，忙上前将沈夫人扶在自己的臂弯，哭着望向楚月。楚妹妹，你快来瞧瞧我娘！楚月也没迟疑，起身便往沈夫人的方向走去。见沈老爷迟迟未有叫大夫的打算，便有人开口提议道：沈老爷，还是叫大夫来瞧瞧吧。沈夫人这病来得蹊跷，莫要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啊！诸位稍安勿躁，先看看这位姑娘如何说。众人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。沈老爷怎能将沈夫人的命压在这个小小的丫头身上？还未等沈太解释，个别读书人更是忍不住指责。再怎么说，沈夫人也是沈老爷的发妻，实在厌了，给她个院子好生养着便是。沈老爷缘何要这般无情？沈太张了张嘴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要如何解释。江清婉眉头一挑：这位先生说话严重了吧？沈老爷，这不是在让人抢救吗？那人指向楚月。就凭这么个小丫头？江清婉神情淡然。就凭这么个小丫头，有何问题？那人一甩宽袖，愤愤然道：这简直就是胡闹！江清婉站起身，平视那人。张先生，我借您是南平书院教书育人的先生，才以礼相待，但也请先生莫要以貌取人。若有天赋在身上，将及之年又如何？各个门路都需要时间去磨砺，何况是深奥难懂的医术。往常医术过硬的大夫，哪个不是多年积攒出来的经验？皇夫人如此维护这位姑娘，不过就是仗着和她的关系。今日若是真闹出人命，你来负责吗？沈太见势头不对，忙站出来打圆场。两位莫要吵了，仔细惊扰了这位小神医给内人瞧病。楚月姑娘的医术，老夫也是见识过的。如果她都救不了内人，整个南平镇怕是无人能救了。既然两位都这样说，我倒是想看看这丫头究竟有什么本事，竟让你们夸到天上去。拭目以待。江清婉说完，也在自己的位置上重新落座。众人的目光一致望向主位上忙忙碌碌的楚月。只见小丫头不动声色地给沈夫人把过脉之后，便从怀里掏出了银针包，随后熟练地取出银针，一一地扎在沈夫人的几处穴位上。这一手熟练的银针使得众人心底惊诧，尤其是江清婉和许夫人。两人虽然知道楚月有些本事在身上，但看他使银针还是头一次。这镇上的大夫可没见过有谁将银针使得这般厉害的。还别说，这丫头看着就不简单了。宾客中，一个夫人的脸上带着赞赏。没一会儿，沈夫人悠悠转醒。沈之雪见状，喜极而泣：娘，你醒了！宾客们也讶然。沈夫人果然醒了。沈夫人摸了摸沈之雪的脸：今儿啊，是雪儿生辰，可不消哭的。娘没事儿，许是在这里闹得久了，便有些晕乎乎的，回去歇一歇就好了。沈之雪将脸上的泪拭去：那我现在就扶娘回去休息。好。最终，沈夫人在沈之雪和嬷嬷的搀扶下站起身来，与众人告别之后，便回了自己的院子。母女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厅堂之后，还依稀听到沈之雪和沈夫人的声音：娘，今儿幸好楚妹妹在这里，否则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倒是叫那孩子又救了我一次。楚月与何香嘱咐了几句之后，便默默地回到了江清婉的身旁，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显摆的意思。至此，沈太才与众人解释道：方才诸位真的错怪我们了。之前内人病重，昏迷不醒，瘫痪在床，就是这位楚姑娘给治好的。她年纪虽小，本事却大着嘞。正如黄夫人所说，诸位莫要以貌取人才好。众人面带羞愧：我们方才也是着急，倒是会错意了。张平也站起身来，朝着沈太和楚月的方向抱了抱拳：方才事出紧急，在不明缘由的情况下出言不逊，对不住了。楚月略微俯身：
无妨的，先生毕竟不了解实情嘛。他说完便望向沈太。今日多谢沈家款待，不过我也该回去了。沈老爷，告辞。沈太忙招来管家，去送送楚姑娘。许夫人和江清婉见状，也纷纷的和沈太告辞，随着楚月一起离开了。江清婉拉着楚月的手，边走边说道：月月，你是不知道，方才可真解气。不过我还真是没想到啊，区区几个月没见，你这一手医术竟越发的厉害了。楚月笑了笑：江姨方才那般为我辩解，就不怕得罪人吗？那张先生既是南平书院的教书先生，怕是教出过不少厉害的学生咧。江清婉神色坦然：本夫人说的是事实，有何好怕的？何况啊，那张先生向来清高，这还是头一次见他低头认错呢。江姨就不担心我医术不佳，是我连累？一旁的许夫人捂嘴笑道：这南平镇可没几个人有胆子指责你江姨。楚月眉头一挑，难道江姨的身份很厉害？只是人家没主动说，他也不好去问。许夫人望见楚月脸上的疑惑，心知这丫头怕是还不知道江清婉的身份，只是人家黄夫人都未说，她当然不能去多这个嘴。三人出了沈府，在门口道了别，便往各自的马车走去。楚月兴冲冲地跑向骡车，还未等他靠近，便见陆星河撩开车帘走了出来。相公，你怎知我来了？陆星河的唇角带着一丝浅笑。听脚步声音就知道是你。楚月歪着脑袋笑了笑。你吃过东西没？陆星河挠了挠脑袋。一直在看书，方才听到你的脚步声才反应过来。不吃东西怎么行？楚月蹙起眉头，伸手去抓陆星河的手，却发现他的手掌凉得厉害。外头这般冷，也不知道找个暖和点的地方待着，也不去找点东西吃的，这是要气死我嘞！陆星河没有说话，只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小丫头，一边抱怨，一边将她的一双手捧在手里搓热。别捂了，回头将你自个儿的双手都捂凉了。他说完，也不顾小丫头反对，抱起她便塞进了骡车。镇上吃食少，就是有也贵得很，总归咱赶骡车速度也快，不回去再吃也一样的。楚月撅起嘴，早知道这样，方才我就拉着你一起进去了。我进去不合适。我才不管合不合适的。坐稳些，将毯子搭在身上，我要开始赶车了。等等，楚月从自己的袖袋里掏出了一块帕子包着的糕点，钻出骡车，将糕点塞进了陆星河的嘴里。特意给你带的，先垫吧垫吧肚子吧。感受着嘴里的香甜，陆星河的唇角微微上扬。驾！由于没有在沈家耽搁多久，两人一路赶着骡车回到家的时候，5时还未过。楚月回到家第一件事便是钻进屋里，将身上的衣裳换下，随后去灶房给陆星河做饭了。陆星河望着面前一大锅饭，又往楚月望了一眼。这又是什么做法？楚月用小碗盛了3个小半碗出来之后，便将剩余的饭菜全部推到了陆星河的面前。既是用钵做的，相公就当是钵钵饭吧，分量少的时候这样做最方便了。你尝尝。家里往常都是吃粥，陡然吃上香喷喷的白米饭，简直让人陶醉。味道很好。楚月笑了笑，伸长脖子朝着堂屋喊道：兴平、兴安、小竹，你们也来尝尝我做的钵钵饭。3个孩子听到自个儿也有份儿，一溜烟的便出门往厨房去了。云翠和见状忙叮嘱道：慢着些，别摔了，中午也不是没吃，怎的跟饿了许多天似的。这还是3个孩子第一次吃上白米饭。看着几人吃饭，楚月伸手要去收碗，却被陆星河拦下了。我来，你去屋里忙你的吧。眼见着他将几个碗全都收在手里，楚月没了用武之地，便转身去了堂屋。娘，近些日子你可否再给我做几个上次缝的那种能绑在肚子上的小包袱？云翠和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望向楚月。怎的？又要送人了吗？这次不是送，是卖。沈小姐用了我给她送的暖宫包，说效果很好，便推荐给她姐妹了，还说要跟我买呢。呀，还有这样的好事啊！之前给你们做衣服剩下的布也不是很多，顶多还能做6、7个出来。要是不够的话，下回你们去镇上啊，再买点布回来。
那娘先帮我做着，到时候不够的话，咱们再去买些回来。袁翠和从屋里拿出了布，这次可还要绣花？上回是送人，便也做得精致了一些，这次的简单绣一绣就行了，不需要像上回那般繁琐，麻烦娘了。袁翠和睨了他一眼，你这孩子，忒不会说话。你哪次赚的钱不是咱们一家人用的？楚月笑了笑，随后心思一转，娘，咱不着急开始啊。他接过云翠和手里的布，摊开一块放在椅子上比划着。之前咱做的是那种一包用一次的，也就是说绑了段时间，药效过了之后便没用了，既费布料也费绣工呢。咱今儿做呀，便将外头绑的和药包分开，你觉得可好？外头绑的可以做得精致一些，做好了之后在内侧上绑上4根绳子绑药包，这样的话客人每次只需要更换药包就行了。云翠和一听便知道楚月的想法，当即夸赞道：月月这想法甚是不错，里侧药包只需要4周针脚周正就好，也不用绣花，倒是省了不少的功夫。是呢，我也是在为往后做打算。今儿沈小姐还问我有没有想法在身上开个医馆，只是如今年成不好，我不太敢下手。往后要是自个儿开医馆的话，这些药包也是能配合着卖一卖的。娘会不会觉得女孩子抛头露面不好？如果娘建议的话，我也不是非要去开这个医馆不可的。袁翠和拉住了楚月的手，咱们家多亏了你，才能有如今的好日子。娘啊，也不是那等迂腐之人，你想做什么便去做，有用得上娘帮忙的地方，与娘说一声就好了。楚月听了，脸上绽放着笑颜。这是娘自个儿说的，往后可不许嫌我麻烦。袁翠和笑着打趣道：成，给你台阶，你还真就顺梯子往上爬了。那是，娘都给我递梯子了，难道我还要将梯子踩翻不成啊？楚月说完，便继续整理起了椅子上的布。夫妻两个在屋里将暖宫包的设计敲定完毕，袁翠和便开始着手制作了。趁着袁翠和正在裁布，楚月将放入药包中的药材配齐之后，拿了钵开始捣药。刚才两人的谈话，陆星河在屋外洗碗的时候听得真切。他洗完碗也没有马上进屋，而是出门往陆大贵家里去了一趟，只是很快就回来了。见楚月捣药有些吃力，忙上前接过他手里的药钵，忙活起来。相公，你还是去看书吧，捣药我自个儿来就成了。陆星河的动作没停。这么大几包药，你的手不要了？楚月抿了抿嘴。那还是你来捣吧，我去制另外的药。几人正忙着的时候，陆玉芳来了家里，望着一家人忙忙碌碌的样子，面露惊讶。都忙着嘞。楚月嗯了一声，一边用小铲子翻炒着小锅中的药材，一边说道：啊，有人与我订了几个药包，便都跟着忙起来了。玉芳先坐着烤烤火，待我将这药炒好了，便陪你说话。咱都这么熟了，不必迁就我，要不我也来帮忙吧。闻着屋里浓郁的药材味儿，陆玉芳只觉得浑身舒畅。要不我来帮你吧。楚月摇头：不用了，我这药材火候不好掌控。你绣工如何？要不你去帮我娘缝药包吧。也成。陆玉芳笑着往云翠河的方向走去。三伯母，这个药包要缝成什么样子啊？云翠河拿出一个还未封口的药包袋子。与这个一般就成了。哎，好。陆玉芳拿起布袋子仔细地看了看，便也忙活起来。陆玉芳一边给他搭把手，一边问道：月月如今是接到药包的生意了吗？阴差阳错吧，就送了个礼出去，人家说好用，便要与我买，也不是太多。真挺不错的。陆玉芳满脸羡慕地望着楚月，片刻才鼓起勇气开口：月月，我可否跟着你学医呀？我也不求学出多大的本事来，能认得几味药材，赚点小用钱，顺带照顾好家里也就够了。楚月望了他一眼：爷乃四叔四婶可同意？陆玉芳忙点头。那前些时候就与我说了，我想做什么他都赞成。他说着凑近楚月的耳边，压低声音：家里看似是爷说了算，实际上他也听奶的。至于我爹娘，那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他们都听爷奶的。楚月想了想，便点头说道：成，你想学的话，我便教你。陆玉芳听罢，
满脸兴奋地抓住了楚月的手。谢谢月月。楚月则望着他说道：不过我也要先与你说好了，既然决定学了，那就好好坚持，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学不好东西的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我便不教你了。陆玉芳神色认真起来。月月放心吧，我也是下了好久的决心才来找你的，我要真是一头热，几日前便找你来了。楚月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。那你从明日开始来找我，咱们每日花1个时辰来认药、习药理、辨穴位，剩余的时间你可自行安排。陆玉芳听罢，站起身来，恭恭敬敬地朝着楚月作揖说道：是，师父。成了，你还是叫我名字吧，咱俩太熟悉了，你这般叫我，怪不习惯的。陆玉芳笑着抱住了楚月的胳膊，亲昵地在他耳边不住地唤道：你答应教我医术就是我师父呀，你要早些习惯这个称呼，毕竟你往后肯定不止我一个弟子。楚月无奈地笑了笑。这你也知道呢？陆玉芳满脸自豪。那是，张大夫桃李天下，你作为他的弟子，收10个8个徒弟也不过分吧？楚月扫了他一眼。可别，回头10个8个徒弟还没教会呢，我先将自己给累死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的辈分原本就大过你呢，如今你又拜我为师，那你的辈分岂不是永远都高不了我啦？望着楚月脸上的促狭的笑，陆玉芳撅了撅嘴。高不过就高不过呗，新平不是常说要能屈能伸吗？自从你嫁给我星河哥哥，在辈分这点上我就不可能赢了。正在挑拣药材的陆星平往2人的方向望了眼。玉芳姐，我说的是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一个女孩子就别掺和了。陆玉芳眉头一皱。女孩子怎了？看不起人还是怎的？那绝对没有。陆星平忙举手投降。你可是爷奶的宝贝疙瘩，我看不起谁都不能看不起你，不是？陆玉芳高傲地扬起下巴。这还差不多。就在这时，陆星河停下了捣药的动作。月月，药全部捣好了。楚月忙起身。捣好了你就忙你的去吧，接下来我自个儿就成了，还有玉芳在旁边帮忙呢。好。陆星河起身便去屋里拿书去了。月月，这药包是做什么用的？楚月小声说：主要是女子用，对宫寒、小腹疼痛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你来月事的时候肚子痛不痛呀？回头也可以给你备上2包。陆玉芳听到这里，只觉得脸颊发烫，靠近楚月小声地嘀咕着：这种事情你怎就这样说出来了呀？楚月神色如常：这没什么的，你既要跟我学医，那往后必定也会遇到各种问题的病人，难道就因为某些病症难以启齿，你便不治了？陆玉芳微红着脸颊。那当然不行。那便是了，习惯就好。云翠和手中的那2个绑带上简单的绣花也已经完成。三伯母，你这绣工做的可真好，比我娘绣的还好看呢。陆玉芳发自内心的夸赞道。云翠和笑了笑：玉芳莫要瞎说，你娘的绣工也不差的，只是她大多时候都在操劳你们一家罢了。三伯母不一样，从前呢，三伯母身子不好，便只能日日做些绣工打发时间，顺带赚点小钱补贴家用。听到这里，陆玉芳眼底闪过一丝心疼。袁翠和将手中的绑带递给了楚月。月月瞧瞧，可还合适？楚月接过绑带，娘做的正好，花样也好看。袁翠和听罢，揉着自己的腰站了起来。做了一下午，腰都痛了。辛苦娘了，娘起来活动活动吧，等会儿晚饭我来做。不用，做个饭而已，多大的事儿啊！袁翠和一摆手便往厨房去了。我去包个白菜，等会儿啊就能洗米下锅了。玉芳可要在家里吃饭呢。不了，三伯母，我得回去了。月月，我先回去了，明日再来找你。回去吧，如今天黑的早，回头你爹娘该念叨了。将陆玉芳送出门，关上院门，便将堂屋里的6个药包和2条绑带放去了屋里。沈知雪生辰之后的第2日，楚月本想着去一趟镇上，结果何香一大早坐着马车匆匆忙忙来了家里。楚月见着他，面露疑惑：何香，你怎么来了？何香朝着楚月微微俯身：
楚姑娘，我家夫人从小姐生辰之后，身子就一直不大好。小姐说让奴婢来请你去瞧瞧呢。楚月眉头一挑，沈夫人身子不好，可是初3那日冷热交替着凉了。何香将眉头紧蹙起，奴婢也不清楚，夫人从昨儿晚上开始便昏迷不醒了，镇上的大夫请了2个，人不见起色，小姐都快急坏了。楚月听了，忙转身跑进屋里，拿上昨日做好的药包和绑带，就往马车的方向奔去。娘，相公，我随何汤去一趟镇上，中午吃饭你们不必等我了。袁翠和追着楚月来到院门口，满脸的担忧。你在外头小心些，忙完了就早些回来，莫要在外头待久了。如今世道乱，外头不安全。何香忙朝着云翠和俯身说道：婶子放心，等会楚姑娘忙完了，我会亲自送她回来的。云翠和拍了拍她的手：那就劳烦姑娘了，婶子言重了，都是我该做的。何香说完，再次扶了扶身，便转身上了马车。马车的速度很快，没一会儿便到了沈府的门口。楚月下了马车，随着何香快步往后院走去。来到沈夫人的院中，依稀能听到沈之雪呜呜咽咽的哭泣声。楚月的心底一紧，加快了脚步。来到屋里，便见沈老爷一众庶子女和3、4个小妾在这里跪了一地。他一时间有些怔愣，难道他来晚了？正伏在床边呜呜哭泣的沈之雪见着楚月，如同见着救星一般，忙拉着他往床边跑去。楚妹妹，求求你救救我娘，只有你能救她了。见沈之雪哭得眼眶通红，楚月拍了拍她的手，示意她稍安勿躁，随后在床边坐下，伸手搭上了沈夫人的脉搏。片刻之后，他从自己随身挎着的小布包中取出银针，依次扎入百合、四神聪、风池、合谷、太冲等穴位，直到楚月将银针全部收回，沈之雪才满脸担忧地问道：楚妹妹，我娘到底怎了？急性风邪。楚月望向沈之雪：沈夫人这段时间在府里，是否大鱼大肉，口味偏重？沈之雪仔细回忆了片刻，点头说道：是，自我娘回来以后，厨房送的她院中的饭菜总是格外的咸腻，我娘也提议过几次，奈何府中如今钟馗不归我娘管，便也没人将她的话放在心上，仍旧我行我素。起初我也没在意，妹妹如今这么一说，我才意识到其中的不妥。他说着便在沈太的面前跪了下来：这么多年来，娘为爹生儿育女，将后院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到头来反而被那些奴仆如此敷衍欺负，差点殒命，还请爹为娘主持公道，重重惩罚那些个弃主的奴才。沈之雪很聪明，并没有一开始就往脏水往最近主持钟馗的苏氏身上泼，只是叫沈太将府中欺主的奴才处理掉。沈太忙上前将沈之雪扶起来：你是个孝顺懂事的孩子，爹很欣慰。放心，这件事儿爹一定会给你娘一个交代。他说着望向楚月：楚姑娘，那人的病可还有治？楚月点头：运气好的话，应当还能醒过来，只是醒来之后是否还能恢复到此前的程度，我不敢保证。沈太听罢，须眯起眸：敢问楚姑娘，我夫人的病当真是因为食物口味偏重引起的？楚月神色认真地说着：如果方才沈小姐所说为实，对于本就处于风邪的患者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，但也不能排除是不是受了情绪和劳累的影响。他这种客观的说法倒是让沈太更加认定了吃食的因素，转而望向管家说道：去将厨房的人叫来院里跪着。是，老爷。管家应下，赶忙往厨房去了。沈太又望向底下乌压压跪了一地的子女小妾：都起来吧，所有人都随我去前厅，在厨房里的事情查清楚明白之前，都不许踏出这个院子。话音刚落，便见站在最前方的苏氏拽紧了手中的帕子，但迫于沈太的压迫，也没有开口多说什么。沈太说完，便抬腿出了屋，将一众小妾子女都带走，留屋里一个清静。楚月给沈夫人开了方子，又嘱咐沈之雪一些注意事项，便将昨日做好的药包和绑带拿了出来。
这是昨日赶出来的，因着今日要来神府，我便一起带来了。这是药包，这是绑带，使用的时候将药包固定在绑带上便能使用了。妹妹这心思还真是精巧。沈之雪说着，便望向一旁的荷香，去账房支50两银子来，就说是给楚姑娘的诊费。是小姐。荷香俯身便出门去了。楚月摆手，不用50两的。见沈之雪握住了他的手，妹妹莫要推辞，你救了我娘的命，别说50两，要不是怕我爹怪罪，就是500两也给得。妹妹请安心收下，往后还少不得要麻烦你了。他说着，往叠放在床边的几个药包望了眼。还有这些药包，等会儿我先带我那2个姐妹将钱付给你。不知妹妹这药包是如何定价的？这药包原本我是定的300文一套，内含一个绑带3个药包。如今姐姐既支付了这么多的诊费，这2套药包我便送与姐姐了。之雪摇了摇头，从自己的荷包中取出6000银子，塞到楚月的手中。你都已经送了我那3个那般精美的药包了，我怎好意思再让你破费？这钱还是要给的，否则我便也不好意思与我那2个姐妹收钱了。楚月拗不过他，只得收着。往后要是单独买药包，又是什么价？单药包90文一个。妹妹回去可以多备上一些，我有个姐妹在县城的人脉广，回头她用过之后，指不定将县城的生意也给你带过来了。说是这般，我便只能与沈姐姐一起合作了。沈之雪想了想，并望向楚月。不瞒妹妹说，我在县城有个小脂粉铺子，若是可以的话，我想从你这儿拿些暖宫包到铺子里卖，卖价会与你的定价相当，你以为如何？这样更好，我只负责出货，倒是能省下不少事情。是嘞，妹妹给我个价，我先将定金付给你。楚月一边掰着手指头，一边说道。除去药材、布料、人工成本，保证我自个儿有些微盈利的情况下，我可以给到沈姐姐200文一套的拿货价。单药包55文，沈姐姐也知道，这药包最关键的还是其中的药材，只有效果好才能留住客人。那是自然的。沈之雪略微思忖之后说道。我便与妹妹先定下100套，定金50%，待货期之后结余款，可好？成。不过100套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赶工的，咱们便以10日为期。好。两人一拍即合，因着沈府内部还有事务要处理，他便先离开了。只是两人刚从沈府出来，便见陆大贵正驾着骡车等在门外。大贵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楚月回头与荷香说了一声之后，便转身上了骡车。进到车厢，却发现陆星河也在。在见到陆星河的那一刻，他喜笑颜开。相公，你也来啦？陆星河勾了勾唇，放下手中的书，将怀里暖烘烘的圆形布包塞到了楚月的手里。捂了一上午了，还有些热气。楚月低头望向怀里，这是……本是想带给你暖手的，却没想到你出来的这样晚，都快凉了。与沈小姐谈了点事儿，便耽误了。楚月笑着摸了摸手中的布包，快凉了也没关系，相公能给我带呀，我就很开心了。这会儿骡车已经启程了。接下来是回家还是……楚月望向陆星河，我接到了一笔生意，怕是得先往布庄和药铺去一趟了。既然不急着回家，那便先吃点东西垫补垫补吧。陆星河说着，拿出了一个油纸包，展开之后，将其中一个饼子递给了楚月。楚月微愣，今儿怎么出门还带干粮啊？带你走几个地方。陆星河又从油纸包中拿出了一个饼子之后，将剩余的一个递给了赶骡车的陆大贵。楚月满脸疑惑地啃着手里的饼子。相公，你要带我去何处啊？等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。陆星河说完，望向车帘的方向。大贵，先去一趟布庄。哎，好。陆大贵将手中的饼子咬了一大口，便赶着骡车往布庄而去。没一会儿便来到了布庄门口。陆星河一张饼下肚之后，他这会儿还有大半张没有吃完。陆星河便也不着急下骡车。不要急，你先吃完，咱们再去买布。楚月一边吃一边点头，不自觉地加快了速度。一张饼子啃完，噎得他直翻白眼。陆星河见状，忙下了骡车，没一会儿便端来了一碗温水。先喝点水。楚月喝了水，才总算是将那饼子完全地咽了下去。相公，这水是哪来的？
向布庄老板讨的。便见布庄老板正笑嘻嘻地站在铺子门口望着自己这边，不用想也知道，如今布庄的生意怕是也不好做。那布庄掌柜见到两人朝这边走来，忙上前接过陆星河手里的碗。这位姑娘可还要喝水？我那里多的是。楚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不用了，多谢掌柜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布就好了。掌柜一听说楚月要去看布，顿时就来了精神。咱这棉麻绸缎应有尽有，各种颜色齐全，不知姑娘想看看什么布？楚月四处望了望之后，看向掌柜。掌柜这里可有便宜一些的棉布？便宜一些的棉布？掌柜微微一愣之后说道：我这里倒是有几匹放了时间比较久的布，姑娘如果感兴趣，可以拿给你瞧瞧，价格好商量。劳烦掌柜了。掌柜摆了摆手，便往铺子后头走去。姑娘稍等。没一会儿，掌柜便搬来了7匹布。姑娘瞧瞧，要是年成好，这布早便卖掉了。往常都是卖120文一匹的，如今放的变了颜色，姑娘想要的话，可80一匹卖给你。楚月稍稍用力绷了绷那布，还扎实着。楚月站起身，指向旁边一匹料子稍厚的细棉布。这匹布多少钱？姑娘这眼光真好，这可是咱店里质量上好的细棉布，质地柔软亲肤，最是适合做贴身衣物了。往常都是卖180文一匹，姑娘想要可150拿去。掌柜，您这细棉布便不与你压价了，这旧布可否再便宜一些呢？60文一匹，我全要了。这细棉布姑娘也要吗？细棉布2匹。成。见楚月买的东西还不少，掌柜爽快地应下了。陆大贵麻溜地将9匹布搬上了骡车，几人坐好便驾着车继续出发了。走了不到1刻钟，陆大贵再次将骡车停了下来，朝着车厢里说道：星河，第一处地方到了。楚月撩开车帘往外看，这里根本就不是陈记药铺。相公，咱不是说要去陈记药铺买药的吗？你们怎能将我带到这儿来了？等会儿你便知道了。陆星河说着先跳下了骡车，稳稳当当地将楚月也扶下来之后，牵着他的手往一处大门紧闭的铺子走去。来到门前，他抬手敲了敲门，片刻之后便见一个中年男人将门打开。两位是来看铺子的。陆星河直接说明来意。中年男人一听，忙笑着将两人迎了进去。鄙人王树人，听得有人要租铺子，已经在这里等了1上午了，两位可随意看看。咱这铺子虽然没在南平镇的主街，但往常这里人气也不差，而且上下2层地方宽敞，租金也比主街要便宜许多嘞。楚月满脸惊诧地望向陆星河，压低声音问道：相公，你怎能带我来看铺子啊？陆星河拉着楚月的手往铺子里面走去，边打量边说道：今年年成不好，年底租铺子便宜，待明年年成稳定了，铺子的价格至少要往上翻3成。那咱今年租了，万一明年年成好，房主反悔了怎么办？要是看中了，咱可以定期之后去衙门做个公证，房主反悔的话，可以去报官或去赔偿，再重新找一处地方。总的来说，咱也不亏。楚月见陆星河都已经考虑好了，不由自主地往他的方向靠了靠。相公，你怎么每次都想到这般周到？身处弱势，便是要学会戒识。我不是纯善之人，但也不主动去害人，只希望一家人平安喜乐罢了。一边说着，陆星河已经拉着楚月看完了1层，便随着王树人往铺子的2层走去。楚月站在2层的窗前，眺望楼下的街道。陆星河往小丫头的方向望了眼，这里如何？楚月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而是望向一旁的房主。大叔，这处铺子租金如何？姑娘也看了，咱这铺子位置可以，地方也宽敞，从前5两6两都租过，我这也空了快半年了。如今年成不好，知道大家日子都不好过，便租姑娘4两银子1月，两位看可行？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望向两人。不待楚月回答，陆星河首先开口了：
3两银子年付，定期3年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。这位小哥，你这是为难我呀。他指着楼下只一层的铺子，那些铺子都能租上3两银子，我这可是上下2层带后院，还是独门独户的，3两未是太低了。而且你还与我定3年的期，万一明年年成好，我岂不是1年得平白亏10-20两？底下那些铺子我也不是没打听过，往常短租确实要3两银子1月，但年付的时候大都是2两，甚至1两多也是有的。你也说了，这里并非主街，人气终究及不上主街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我们还有2处地方要去看，也不着急定下，便先告辞了。说完，朝着王树人微微的点头之后，便拉着楚月下楼去了。两人径直出了铺子，坐上骡车，赶紧往下一处地方去了。骡车上，楚月望向陆星河：“相公，咱需要租那么大铺子吗？3两银子店租是不是太高了？陈掌柜的陈记药铺只放在那个铺子1层的2/3大小，还是在主街，好像才2两银子1月呢。”你开的是医馆，不是药铺。单纯的药铺当然不需要太大的地方，回春堂也是医馆，比我们方才看的铺子还要大，而且他们开在主街，1个月店租怕是得10多两。楚月面带惊讶：“主街副街差距竟这样大的？”陆星河摸了摸旁边小丫头的脑袋：“否则怎么会有主副之分呢？”楚月抬眸瞟了眼陆星河的大掌，不由得在心里嘀咕着：相公怎的总也改不掉摸头的习惯呢？第2处地方在主街，与陈记药铺的位置差不多大小。第3处地方在另外一条副街，也是2层，独门独户，距离主街不到10米，只不过比第1处铺子要大上1倍，院子也宽敞，还带厨房和杂物间，店租8两。如果是开酒楼，这里倒是合适。楚月悄悄地朝着陆星河摇了摇头：“相公，这里太大了。”陆星河嗯了一声，他也觉得这里太大，于是和房主说明原因之后，拉着楚月离开了。两人先去了一趟陈记药铺，陈掌柜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今年干完，明年就不在这里了。往后姑娘要买药卖药的，怕是只能往回春堂去了。”楚月面带惊讶：“陈掌柜，这药铺不开了吗？”陈掌柜摆了摆手：“定期年底到期，房主说要涨租，没谈拢，我便想着先歇一歇，顺带着去县里头瞅瞅。”楚月和陆星河对视一眼，又问道：“陈掌柜，你们药铺里的药材往常都是从哪里搬货的？”陈掌柜抬眸望向楚月：“怎的？楚姑娘也要开药铺？”“想开一间医馆。”楚月也没瞒着。陈掌柜听罢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哈哈哈哈！原本我还可惜，我一走这回春堂没得竞争对手了。这下听到你要开医馆，我这心里也妥当了。”楚月面上谦逊：“我也没想要和回春堂竞争，大家都是敞开门做生意，各凭本事而已。”陈掌柜一笑，提笔将自己办货的地点和负责人写在了一张纸条上，递给了楚月：“办货去这里，到时候报我的名儿。我和那老板是老相识了，他不会诓你们。”楚月接过纸条，忙朝着陈掌柜鞠躬说道：“多谢陈掌柜。”陈掌柜笑着摆了摆手：“哎，不必谢我。我最近在镇上可听到不少关于你的事情，没想到短时间不见，你这丫头竟还偷偷练就了一身本事了。”“道听途说，没有的事儿。”楚月笑着挥了挥手中的纸条：“就要多谢陈掌柜了，我们先走了。”“哎，慢走。”楚月和陆星河刚出陈记药铺，便见穿着一身黑衣的人往这边走了过来。在靠近两人的时候，微微地撞了一下陆星河的肩膀，随即离开。陆星河并没有跟他一般计较，旁若无人地牵着楚月上了骡车，才缓缓地展开了手中的纸条：“如意居雅间一叙。”楚月看着纸条上的内容，抬眼望向陆星河：“相公，这是刚刚那个黑衣人给你的？”陆星河嗯了一声，朝着车帘外头说道：“大贵，先去如意居。”“好。”陆大贵应了一声，便赶着骡车往如意居而去。
车里，楚月望向陆星河，相公，给咱递纸条的人究竟是谁啊？陆星河捻了捻手中的纸条，神色淡淡。我估摸着是个熟人。熟人？楚月的眼底闪过沉思，看刚才那人的穿着，倒是与第一次见佐伊的时候相似，难道是千羽身边的人？想到可能是那个不爱笑的小男孩，眼底闪过了一丝兴奋。陆星河望了他一眼，眸底带着探究。你在乐什么？楚月淡笑着用手撑住下巴，想着可能会见着熟人了呗。陆星河勾起唇角，我以为你是开心的来送诊费的。楚月瞟了他一眼，我有那么财迷吗？没有吗？才没有。楚月说着翻了个白眼。陆星河望着他这般俏皮的模样，只是笑了笑，便也没再逗弄他。很快便到了如意居，骡车刚停下，小厮便上来帮忙将骡车拉到停车的位置。陆大贵将骡车交给小厮之后，和陆星河、楚月一起进了如意居。就在这时，从楼上下来一个一身黑衣的人，朝着楼梯的位置做了个请的动作。两位请。陆星河望了眼楚月，拉着他的手便往楼上走去。陆大贵也想跟在两人身后上楼，却被那个黑衣人拦在了楼下。店家，给这位小哥安排一处位置，上些酒菜。一旁的小二听罢，忙朝着一侧做了个请的动作。陆星河和楚月上了楼，入了一处包间，便见面前面对着他们站着的是一个约摸10岁的孩子。他一身锦衣，脊背挺直，浑身散发出来的气质高贵天成。你们来了，帮我救一人。楚月眉头激动，救谁啊？这孩子的身高倒是与千羽一般无二，之前因为整日里糊着一张脸，看不真切面容，如今洁净好看的小脸上，眉眼间的贵气尽显无疑。包房的一侧，木门从两侧推开，走出了一个不修边幅的老头。管他是谁，再磨叽下去，人都要亏稀了，快进来吧。望见老头，楚月的眼底带着狂喜。师傅。张正嘿嘿一笑，嘿嘿，怎的，见着师傅开不开心？楚月点头如捣蒜，开心，当然开心了。张正朝着楚月招了招手，便转身往偏屋里走去。其余的事情稍后再说，丫头先随我来救人。好。楚月说完，小跑着随张正进了屋。千羽望向陆星河，不动声色地指了指一旁的椅子，坐。陆星河嗯了一声，和千羽相对而坐。如今这般高调的出现在南平镇，可是已经摆脱危机了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千羽坐下，给陆星河倒了一杯茶。况且如今要杀我的人不在这里。陆星河端起身前的茶杯喝了一口。南平镇的赈灾粮怎么回事？千羽往一旁的偏屋望了眼，眼底满是自信。最重要的圣人正在接受抢救，不出意外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的百姓便能领到不掺泥沙的赈灾粮了。先来谈谈诊费的事情吧。听到陆星河的话，一向沉稳的千羽差点将嘴里的茶水喷出来。待千羽咳嗽平复下来，陆星河又继续说道：上次欠990两，这次给你便宜点凑个整，一共1000两银子，何时给钱？千羽有些为难地蹙起了眉头。我如今身上真没钱。陆星河摩挲着手中的杯子，神色淡淡。你好歹也是个有身份的人，竟混得这样惨。千羽蹙起眉头。你既猜到了我的身份，又这般急切地找我要诊费做甚？钱我迟早会给你的。陆星河望向他，眼神中透着忌惮和谨慎。你们的权力圈子不是我们这等平民老百姓能招惹的，我只想钱货两清，省得事后被人盯上，以为咱们之间有什么牵扯。我所求不过是一家人平安喜乐罢了。千羽点头，点声说道：你放心，佐伊已经前往京城，不日便能抵达南平镇，很快我们便能钱货两清。他说着，从怀里摸出了一个50两的银锭子。要是急用钱，这个可以先拿着。陆星河扫了眼那个银锭子，摇头说道：但你有1000两再一起给我吧，免得你秋后算账，说你连傍身的钱财都不放过。千羽望着陆星河，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。这个男人不仅半点亏不吃，还心思缜密，做事半点都不留人口舌。你将来一定要做官。陆星河眉头一挑。为何？
千羽往椅子上一靠，明明是一张稚嫩的脸，却带着远超同龄人的成熟感。你很适合官场，就你这滴水不漏的心思，肯定没人能揪住你的小尾巴。陆星河笑了笑，你这是夸我还是怂我？就当是我夸你吧。千羽说完，眼神往偏房的方向看去。陆星河端着面前的茶水再次喝了一口，没有再说话。房里，楚月和张正正在忙活着。师傅，匕首给我。张正连忙将一旁的匕首递给楚月，只见小丫头接过匕首之后，无比熟练地将男人的腹部切开了一条细小的口子。没有镊子，楚月便只能用手一根一根地将男人刀口内的暗器拔除。小心些，莫要伤到你自己了。张正在一旁小声地提醒道。楚月嗯了一声，继续手中的动作。楚月再次朝着张正伸手。师傅，您不喝水。张正忙将东西送到他手里。楚月将男人的伤口处的血水处理干净，又用白酒给他消了毒，随后望向张正。师傅，有针线吗？有。张正忙从自己的搭帘中将针线取了出来，看得楚月眉头紧蹙。师傅将针线放在身上，也不怕伤了自己。不怕不怕，为师衣服穿的厚实。再者，他凑近楚月小声说道，师傅胸口还穿着护甲呢。楚月看着身旁的老顽童，不由得勾起了唇角。这等隐秘之事，师傅愿意与他提及，可见是极信任他的。楚月用白酒将针线泡了泡，便开始给男人缝合伤口。整整半个时辰过去，这个小手术终于结束了。张正长呼出一口气，我虽能给他解毒，却没有你的巧手，熬过今夜，他该是没事了。楚月边净手边点头。师傅说的是，不过我倒是很好奇，师傅的麻沸散是从何而来的？南平镇的药铺和医馆我之前都去问了，并没有卖的。见京城那边有，便带了些回来，回头你要的话，可以给你分一些。张正一边打量楚月的缝针处，一边说道，你这针缝的是真不错。楚月一笑，拿过一旁的干净帕子擦拭着手中的水渍。师傅说话算话，到时候麻沸散可得分我一些。张正将男人的伤口包扎好，又将被子盖上。区区一点麻沸散，又不是多珍贵的东西，给你一些又何妨？楚月将手清理干净后，来到桌旁坐下，提笔在纸上写着方子。师傅此次出远门是去的京城吗？张正抚须。是也。楚月将写好的方子交给张正。师傅瞧瞧，我这防止感染的方子，可有什么问题？张正拿着方子看过之后，便和楚月一起出了偏屋，将药方交给了门外的侍卫。张正这才望向千羽。成了，原本老夫3日前就要去半坡村见我徒儿了，被你这么一截胡，生生耽误了3日。那人挺过今夜好生养着，就该是没事了，老夫便不多逗留了。千羽起身，双手抱拳。先生慢走。你要感谢你的母亲，要不是和她有些交情，老夫也不会来淌这趟浑水。说完便转身往楼下走去。楚月和陆星河紧随其后，坐上骡车，张正一脸惬意地往后靠去。哎呀，从前老夫心无挂碍地漂泊了大半生，今儿坐上这骡车，竟生出一种回家的感觉。哈哈哈哈，怪哉怪哉啊！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师傅若不介意，往后我家就是师傅的家。坐上骡车，张正一脸惬意地往后靠去。哎呀，从前老夫心无挂碍地漂泊了大半生，今儿坐上这骡车，竟生出一种回家的感觉。哈哈哈哈，怪哉怪哉啊！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师傅若不介意，往后我家就是师傅的家。张正哈哈一笑，一指陆星河。哈哈哈哈，这小子的祖父与老夫年纪相仿，为父我可不敢当，回头那老头知道，得与我拼命了。一直默不作声的陆星河开口了。
不就是为了一口吃的，也至于被你说的这样冠冕堂皇？被道破心思，张正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自己的鼻子。你这小子就是不会说话，瞧我这徒弟多讨喜，好生学学人家。楚月这才仔细的打量了一番张正。师傅离开1-2个月，好似清闲了不少。哎呀，可不是，今年受灾的地方多，来的路上哪怕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东西，为师肚子都吃不饱，可惨了。楚月抱住张正的胳膊，总归马上到家了，家里有吃的，回头我给师傅做一个鹿肉饽饽饭尝尝。兴平、兴安和小竹自从吃上一次之后，也总惦记着嘞。张正听到菜名，眼神都亮了，望向一旁的小丫头。这是又研究出什么新菜式了？楚月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。到时候师傅就知道了。还与为师卖关子。就在几人聊天的时候，往前行了没一会儿的骡车停了下来，陆大贵的声音从车帘外飘了进来。星河，到了。陆星河当先拉着楚月下了骡车，毫不知情的张正也从骡车里钻了出来，望着外边的场景，满脑袋的问号。这是到哪儿了？来这里做甚？一旁的陆大贵忙说道。张大夫，星河和星河媳妇儿看铺子嘞，想在镇上开间医馆。哟，那我得跟去瞧瞧。张正忙跟着两人进了铺子，铺子的门并未关紧，只轻轻的一推便开了。上午领着两人看铺面的房主正燃着一个炭盆在里头烤火，见着两人忙站起身来。两位总算是来了，我生怕你们来的时候没人，便从上午等到了这会儿。大叔可考虑好了？王树人恢复了一脸严肃。我想了想，3月的店租年付并不是不能接受，但定期我最多与你们签2年，2年之后的店租我肯定得根据当时的行情来，到时候你们能继续在这里做买卖，咱就重新定期，不继续你们也可以另外再找铺子。要不是买着铺子欠下的贷钱还未还清，他也不想做出这等让步。楚月小声地说道。如果只签2年，我便不考虑了，搬铺子太麻烦。听到这里，张正也算明白了情况，于是在铺子里转悠了一圈之后问道。哎呀，你这铺子卖不卖？卖的话多钱？楚月心底一惊，忙将张正拉到一旁。师傅，这铺子少不了得几百两的，咱也没那么多钱嘞，买不起的。张正拍了拍他的手，走上前继续说道。给个实在价，合适的话我们便买了。王树人见张正要买铺子，当即来了兴致。老先生当真想买？张正下巴微抬。我人都在这儿了，还能有假？这铺子是我3年前买的，当时买的时候总共花费了530两银子，在我那转手契上写得明明白白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望向3人。几位不信的话，到时候可以拿给你们瞧瞧，我当时还借了300两的沃托钱。息钱高，今年这铺子空了大半年，一直在亏老本。你们要是诚心买，我也乐意卖，500两让我回个本就成。听到这里，楚月的瞳孔睁得老大。500两，这也太贵了，哪怕将它卖了，他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我开的是实价，铺面通常比住房是要贵一些的，如果低于这个价，是我说一句不好听的，宁愿它空在这里，我也不卖呀。成，那就500两。张正从怀里掏出一张500两的银票，交到楚月的手中。丫头，将这铺子买了，往后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也不需要给人交租了。望着手中的500两银票，楚月既惊讶又觉得烫手。师傅，这怎么行？张正眉头一挑。怎么不行？你方才不是还说和师傅是一家人吗？拿着，为师往后还指望你给我养老送终呢。楚月的心底弥漫着感动，他望向张正。哪怕没有这500两，给师傅养老送终也是应该的。之前我就当是师傅借我的，
待回头我赚到钱了，便还给师傅可好？师傅要是不同意的话，这钱我便不能要。见小丫头执拗，张正摆了摆手：“都行，随你高兴。”钱到位之后的手续便办理得很顺利了。楚月双手捧着刚从衙门里盖了章的房契，将所有的开心都写到了脸上。张正也为他开心，却还是压着自己的情绪说道：“瞧一张房契将你高兴成什么样了？你只要将本事好生学在手里，往后这样的铺子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”楚月笑着摇了摇头：“那不一样，这可是我们买的第一间铺子。”因为在镇上耽误的时间长，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快要到饭点儿。张正下了骡车，抬头望了眼天：“哎呀，怕是又要下雪喽。”刚从灶房里出来的云翠和见着张正，忙笑着迎了出来：“呀，张大夫来了，快进来。”张正随着几人一起进了院子，四处打量了一番：“还是这里好啊。”“张大夫，快去屋里头吧，外头凉着嘞。”袁翠和将张正领进堂屋里烤火，转而出了堂屋，拉着刚从屋里出来的楚月往厨房走去：“月月，你来帮帮忙。今儿张大夫来，我也不知道，熬的粥也不够，你帮我卸下一块鹿肉下来，我先和面，烫个糙米饼子。”“娘，饼子就不用烫了，咱今儿做上一大份饽饽饭，叫让爷奶一起来家里吃，可好？”袁翠和一听，忙笑着问道：“怎了？今儿可是有啥好事啊？”“得了一笔生意，顺便买了一个铺子，算不算好事？”袁翠和惊得手中的动作都停下来了。“呀，买铺子了！我们原本想租的，师傅让我们买铺面的钱也是师傅给的，不过我当时借师傅的了，往后赚钱了再还给他。”“还肯定要还的。月月，你先忙着，我先去老宅叫你爷奶了，顺带去春生家里买壶酒来。”“成，还有兴安在这帮忙嘞，娘去叫爷奶吧。”袁翠和去了自个儿的屋里，拿了钱便风风火火地出门去了。没一会儿，陆铁生和王雪兰来了家里，一进门便见到了正在烤火的张正。“哟，老哥来了！”张正哼了一声，小声地嘀咕着：“明明只比老夫小半个月，还一口一个老哥叫着，不嫌丢人。”虽然声音不大，但是足够陆铁生听到，他也并不在意，而是挨着张正坐了下来。“怎的？大一天不也是大吗？何况整整半个月嘞。”王雪兰和张正打了声招呼，便往厨房去了。他将陆兴安从灶房后头赶去了堂屋，自己坐上了他的位置，给楚月烧起了火。“月丫头，我听你娘说你们在镇上买铺子了。”“是，买了个小铺面，不过不在主街。”王雪兰往他的方向看了眼：“你们最近又是买田又是买铺面的，花不少钱吧？”“买田的钱是之前存下的，买铺子的钱是借的。我想着如今也是有个手艺在身上，不如在镇上开一个医馆，回头赚了钱再慢慢还嘛。”“买田也没什么，总归捏在手里不会亏，往后日子难还能卖掉。听说镇上的铺子贵得吓人，怕是不好出手吧？”王雪兰的眼底带着一丝担忧。“而且你们这借钱不是借的沃托钱吧？这钱可千万借不得呀，息钱高得吓人，好多人就是因为还不上息钱，最后倾家荡产了。”“奶放心，我们不是借的沃托钱，今儿买铺子，相公也在旁边看着呢，我们心里有数的。”“那就好，你们有分寸就行。”将自己手中拿着的布包在楚月的面前展开来。“这是你爷昨儿下午在山里找野菜挖出来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，本想来找你问问，你今儿又一整日不在家，玉芳说怕是什么贵重的药材，便没让我们当野菜吃掉。月丫头给瞧瞧。”楚月将王雪兰递过来的布包拿在手里，仔细地瞧了瞧，他面带惊讶地望向王雪兰。
奶，这东西也是从何处挖的？具体在何处我也不知道，总归不是在山外围。怎了？奶，这是何首乌。王雪兰也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何首乌？这黑不溜秋的东西就是传闻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何首乌啊！楚月捂嘴笑道：长生不老不至于，但何首乌确实是一味贵重药材，可遇不可求的。奶，这首乌年份虽小，但也能卖个80-90两嘞。爷奶也不懂，既然值钱，你拿去卖了先还债吧。楚月忙将东西往王雪兰的方向推。帮爷奶看看可以，但我不能要爷奶的东西。如今家里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嘞。哎呀，给你你就拿着，要是过意不去，就当是我们借你们的。你们做事稳妥，爷奶也不怕你们乱花。如今在家里，我们也花不上多少钱，前头分家的时候，身上还有几两银子傍身嘞。楚月握着手中的何首乌，是觉得有些烫手，更多的是感动。他的面上带着浅笑，连带着说话的语气都温和了几分。那我到时候帮爷奶将这何首乌卖了，回头呢再将银子给爷奶送来。总归这钱我是不能要爷奶的。王雪兰听了楚月的话，忙站起来。哎，你这孩子！却见楚月已经抱着何首乌往屋里跑去了。他将何首乌放好，才回到厨房。蒸在米饭上的鹿肉已经飘散出阵阵的香味儿，打了2壶酒的云翠河也回来了。王雪兰一个劲儿的往盖着锅盖的锅里瞟。你这做的什么呀？竟这样香！楚月一边调着料汁，一边笑道：等会奶便知道了。云翠河将2壶酒温在锅盖上。苗莫要与月月一般见识，这孩子惯会打哑谜嘞。王雪兰笑着摇了摇头。我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跟一个小丫头见识作甚？呸呸呸，娘这话可不兴说。有月月保驾护航，爹娘啊准能健健康康的活到100岁。一旁忙着调料汁的楚月听了，笑道：娘对我有点盲目自信了，不过我也希望爷奶能长命100岁，享到子孙后代的福。享不享福的我也不在乎，只要你们都好好的，想看的时候能看上一眼就够了。很快楚月便闻到锅里隐约飘散出来的焦香味儿。奶，这边锅里的柴火可以退了，余温煨着就成。哎，好。云翠河见菜已经炒好，摆好了碗筷之后，便将堂屋里烤火的人叫来厨房吃饭了。吃着楚月做的饽饽饭，众人一个劲儿的夸。陆铁生喝了口酒，满脸陶醉的说道：哎呀，有肉有酒，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，今儿竟让老三一家给我实现了。张正满脸淡定瞥了他一眼：不就是酒肉，使得你这般感慨？老哥，你也别笑话我，我一辈子生活在这大山里，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，自然与你这等到处跑的高人不一样。人活在这世上，不就是为了一口吃的？他望向张正：老哥也是这样的人吧？被陆铁生的话一噎，张正没有立即回答。王雪兰将自己碗里的鹿肉夹了2块，塞到陆铁生的嘴里。吃饭都堵不住你这张嘴，没得让孩子们看笑话。陆铁生一笑，陶醉地咀嚼起了嘴里的鹿肉。一顿饭吃完，云翠河便开始收碗洗碗，陆兴平也在一旁帮着忙。陆铁生、王雪兰和陆大贵父子趁着这会儿还能看到陆回家去了。相公，咱那铺子已经买好了，啥时候将铺子修容一下呢？只是如今这年成，咱怕是也不能弄出太大动静，只能慢慢来。对于铺子的布局，你心里会有什么想法？咱是开医馆，便也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。一层左侧一面墙打墙柜，用来存放药材和柜台；右侧呢为坐诊台和休息区。楼上的话，我想隔6个小房间出来，其中2间用来休息，另外几间留给有隐私的病人。这个想法很实用，也好实现。回头我将你说的画下来交给陆大贵，
让他去盯着忙活。他之前在镇上混，认得一些人。好，这事就交给相公了，到时候需要钱的地方便从我这拿。钱的话，就叫陆大贵直接来找你吧。你有什么需求，直接和他沟通，会比我在中间传话要便利许多。第二天一早，楚月吃了饭便下山去老宅了。陆玉芳见着他来，忙拉着楚月进了屋。这种天出个门，我都觉得自己快要被冻死了，你怎的跑下来了？昨沈夫人病倒，人家找我往镇上去了，让你跑空了。陆玉芳一听，忙摆手说道：没事，不用跟我解释，我都理解的。你有事就忙你的，闲了再叫我就成。楚月笑着捏了捏他的手，转而望向一旁正在做针线活的江秀琴。四婶，忙着呢。江秀琴忙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指着一旁的椅子：月月快过来坐。楚月在他身旁坐下，直接说明来意。四婶，我今儿来啊，是找你和玉芳帮忙的。呀！江秀琴一听，忙将针先放回篮子里，递给了一旁的陆守成。需要我帮什么忙，直说啊！正巧这些日子闲着嘞。是这样，我昨儿在镇上谈了一笔买卖，需要做一些药包。这药包啊，玉芳前天也是帮着我缝过几个的，不是多难。我和人家定了10日的期限，就我和我娘的话，肯定忙不过来，便想让四婶和玉芳一起去帮忙，到时候给你们算工钱。一旁的王雪兰听罢，忙望向江秀琴：既然你三嫂家有事情忙活，你便领着玉芳去帮帮忙，家里的事情还有我们嘞。哎，我省得的娘。江秀琴从位子上站起来：既然赶货急，我们这就帮忙去，总归没几日活，工钱就不必了啊。他一边说着，还叫上了陆玉芳。楚月见状，忙和屋子里的人道了别，便跟上了两人的脚步。四婶，工钱还是得算的，否则往后再有事情，我也不敢来喊你帮忙了。你这孩子就是客气。几人很快到了家里，便见云翠和在堂屋里拼了2张桌子放布，已经开始在裁布了。江秀琴见状，忙上前：三嫂，我来帮你。因为不想耽误陆星河念书，陆守成也被叫上来帮忙捣药了。5人齐心协力，整整10日的功夫，便将300个药包、100个绑带制作完毕。吃完晚饭，楚月放下碗筷：四叔、四婶、玉芳，这些日子麻烦你们了，剩下10几个，我和娘赶个工便能完成了，就不麻烦你们了。镇上绣娘的活比正式的工要稍高一些，是35文一日，我便也给四叔、四婶、玉芳都按这个工钱算了。你们一家3人每日都是105文钱，10日便是1050文，你们算算可有出错？哎呀，月月算的，那肯定是错不了。那四婶等着，我去屋里给你们拿钱去。将工钱结算好之后，陆守成因为帮不上忙，便先回去了。江秀琴和陆玉芳却留了下来。人多力量大，虽只有10几个药包，你们婆媳2个指不定得忙到天黑去呢。索性这事儿也不多了，我们今儿便晚些回去，不碍事儿的。多谢四婶和玉芳了。半个时辰之后，所有的药包终于做完。楚月捂着脸将2个人送出了院子。他关好院门，便赶忙跑回了堂屋，搓着手说道：师傅，你之前说要下雪，这雪果然就断断续续下了10日呢。明儿还得去镇上送货呢，希望莫要再下了才好。张正笑着拨了拨炭盆里的火：明日会停。楚月盯着张正：师傅，我怎的越瞧你越像个神棍了呢？张正哼了一声，嘴边的小胡子也跟着抖了起来。哼，你这丫头怎么没大没小的？师傅要真是神棍，还怎么做大夫？直接桌子一摆，动动嘴皮子，便将钱财骗到手了。楚月捂着嘴笑道：还别说，野师傅如今的倒好，这样给人算命啊，生意怕是也不得差。转而望了眼身旁开始钓鱼的小丫头，楚月直接抱起楚文竹，便将她放到床上，顺带着将这屋里的炕也烧热了。刚洗漱完的云翠和进了屋：月儿，这会儿不早了，去将张大夫屋里的炕也烧热了，让你师傅先睡觉去吧。哎，好嘞。楚月转身便往张正的屋里跑去。待所有的人都躺好之后，楚月才带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床上。相公，明日去镇上送货呢，
你要一起去吗？去。楚月抱着陆星河的胳膊，抬头望向男人的侧颜。你总跟着我跑来跑去，会不会耽误明年的科考呀？月事就在3月份，过了年就快了。陆星河往楚月的方向望了眼。过了年，我恐怕就得去县城了。许兄说要给我推荐一个夫子。楚月的心底有些不舍。相公如今还需要夫子教导吗？陆星河刮了刮他的鼻头。难道你以为我什么都会？楚月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撅着嘴说道：我感觉相公就没什么是不会的。陆星河无奈地笑了笑，随后侧过身，伸手将他揽在怀中。睡觉了，否则你该长不高了。楚月被陆星河抱在怀里，闷闷地开口了：看着吧，明年我准能超过你的肩膀。我等着。第二天，一家人起了个大早。楚文竹起床之后，便一直站在屋檐下，想伸手去触摸那些冰棱，奈何个子小，根本触摸不到。陆兴平伸手够了块冰凌给楚文竹之后，便瑟缩着身子去了灶房。娘，好冷啊！楚月见他脸色不对，忙上前探了探他的额头。兴平，你发烧了。陆兴安往他的方向望了眼，昨晚上炕烧得热了些，他睡觉就不大老实，许是最后炭火熄灭了，没盖好着凉了。云翠和忙放下锅铲，来到兴平的面前，也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。还真是发烧了，快到床上躺着去。楚月倒了一大盆水，便往陆兴平兄弟俩的屋里去了。兴安，你来给兴平擦擦身子吧，给他降降温。好。陆兴安赶忙跟在他身后进了屋。楚月将水放到屋里之后，便又回到了厨房，给陆兴平熬了个发汗的偏方。娘，等会这药汤冷了，让兴平喝了。成，等会儿我看着他喝。总归如今师傅在家里，我也放心。等会吃了饭，我和相公便去镇上送货了。好，你们呀，先将自己的事情忙活好。有张大夫在，不必担心兴平。那猴子向来泼皮，想来也能好得快。没一会儿，陆大贵背着铁蛋来了，但铁蛋今日似乎也有点不大对劲儿，早饭都没吃什么，人也蔫巴得很。陆大贵有些忧心。星河媳妇儿，你可瞧瞧，铁蛋这模样，不会也是着凉了吧？楚月上前查看了铁蛋的症状，又给他把了脉，有些伤风，不碍事的。他转而望向云翠荷。娘，等会熬上一大碗葱白红糖生姜水，每个人喝上一碗去寒吧。好。吃了饭，趁陆大贵这会儿正在套骡车搬货物，楚月洗了3个萝卜切成薄片，放花椒、盐和米醋泡起来了。云翠荷有些不解地望向他。月月，你这又是做新口味的萝卜？娘，这个萝卜泡上2个时辰之后，配香油下饭，可以预防伤风的。顺气消食，止咳化痰。我先泡一些备着，到时候咱家一起吃。这样好。云翠荷四下看了一眼，忙从墙角又拿了5个萝卜来。我再做一些，到时候啊，给你爷奶也送去一坛。你四叔四婶家呀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照顾起来不容易，可别伤风了才好。还是娘想的周到。这天儿怕是伤风的人不少，要是天儿好啊，咱们还能送一些去苍河镇。可惜如今苍河结了冰，没有渡船了。云翠荷一边忙活着，继续说道：今年这天儿格外的冷，遇上了灾年，村里人家日子不好过，几乎都是靠着一口稀粥过日子。上回去你外婆家我也看了，他们院子里也没种上什么菜，要不是咱们送了一些过去，怕是连菜都吃不上一口。娘也别担心，外公外婆还有大舅二舅2家人照看着嘞。待天好一些了，咱也可以再去苍河镇瞧瞧，到时候方便的话，将外婆也接来咱们这儿住上一段日子。好。云翠荷叹了口气，继续忙活。外头，陆大贵已经将货物全部搬上了骡车。楚月往屋外望了眼，忙将腰上的围裙解下，洗了把手，将手擦干净，便跑去房里拿了之前王雪兰给他的何首乌。师傅娘，我们先走啦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钻进了骡车。云翠荷伸长脖子，朝着几人嘱咐道：哎，陆华，你们当心着点啊。楚月从骡车的车窗里伸出脑袋。知道了，娘。
待到了山脚下，便见陆守成正抱着胳膊等在路旁。大贵，停一停！听到是陆守成的声音，陆星河忙撩开了车帘。四叔，你也要去镇上吗？陆守成冻得咬了咬牙。你爷奶说，昨儿村里有人从镇上回家，领了正经的救济粮，也不知道真假，我便也想瞧下去。四叔，快上车吧。陆守成跳上了骡车，钻到车厢里，在烧得暖烘烘的火罐上烤着手。这个天儿，家家户户都在屋里窝着，出个门真是要命。村里的人家大多家贫，衣服穿的也不甚厚实，再加上天气寒凉，自是只能在屋里烤烤火。玉芳的亲事看得如何了？陆星河突然开口说道。陆守成有些惊讶，似是没料到陆星河会有此一问。怎地？星河可是有什么好人家要说与玉芳？陆星河放下手中的书，望向陆守成。有是有一个，只不过人家比玉芳要大个2、3岁。四叔要是不介意，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陆守成一听，当即就来了兴致。你先说说。镇上许员外家的公子，跨过年18，是个秀才，如今一门心思放在学业上，暂且不想成亲。奈何许员外和许夫人逼迫，最近也一直在相看。你们一个怕嫁不出去，一个怕娶不上亲，我看着挺有意思的。说到许恒，楚月也眼神一亮。对啊，我之前怎就没想到呢？许公子人也随和，总归人家这回也不想成亲，定亲之后缓个1、2年的，玉芳也差不多到年纪了。倒是陆守成蹙起了眉头。我当然希望玉芳将来能嫁个好人家，只是那许员外能瞧上咱这等庄户人家？楚月想了想，则说道：我与许夫人也有些接触，我瞧着她也并非是奔着大户人家姑娘去的，兴许会有机会嘞。陆守成还是摇了摇头。你要说是哪个庄户人家，我要好叫你四婶差人去打听。这员外家不如庄户人家好沟通，咱这是嫁女儿，这是要差人去打听，人还以为咱想攀高枝嘞。陆星河想了想，再次拿起了手边的书。我也就是那样一说，既然四叔觉得不合适，那便看他俩的缘分吧。很快便到了镇上，一行人先去了沈府。下了骡车，陆大贵便敲响了沈府的门。经门房禀报之后，没多久，沈之雪便裹着厚厚的披风，领着荷香和几个婆子出来了。快，你们帮忙去将东西给搬下来。沈之雪一边指挥几个婆子，一边走向楚月。楚妹妹，天这般冷，劳烦你亲自将东西送来了。楚月扬起唇角，不碍事，既然和沈姐姐定了气，当然得说话算话了。沈之雪笑着拉住了她的手。要不要去屋里坐坐，暖暖身子？不了，我们等会还有别的事，便不打扰沈姐姐了。等我家铺子修葺好，往后咱们多的是机会聚来。你们在镇上租铺子了？是啊，就在西直街，而今正在修葺呢。成，那我也不耽误你的事儿了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就来沈府找我。这天怪冷的，你穿得这般单薄，怕是会着凉了。沈之雪一边说着，一边将自己身上的披风解下，披在了楚月的身上。荷香，将尾款给楚妹妹结了。楚月望着沈之雪的动作，抿了抿唇，便从自己的袖袋里拿出炭笔和一张小纸条，写下了一个方子。我刚来的路上见着了不少病人，这个方子有防瘟疫的功效。姐姐可让府中的人抓些药回来煎着吃，以防万一。瘟疫？也不一定是瘟疫，但是先预防着肯定没错。他说完，将手中的方子交给了沈之雪。沈之雪接过方子，紧紧地拽在手中。多谢妹妹。姐姐不必谢我，你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情，也可以差荷香去我家寻我的。好。楚月从荷香处得了10两银子的尾款，便与沈之雪告辞离开了。沈姐姐，这披风来日洗了再给你送来。沈之雪站在府门口摆手说道。不着急，我也不止这一件披风，妹妹若是没有，就先用着。见骡车走远，他赶忙从荷香的手里接过汤婆子，往府里走去了。小姐，您今儿一定要去县城吗？沈之雪的脸上带着一丝愤懑。上回厨房那样做，爹最后也只是将厨房的人发卖，罚了苏氏1个月的月例银子，春亏仍旧在他的手中。趁着大哥近些日子在家，我若是再不做些努力出来，往后娘和我都得喝西北风。他一边快步往前走，一边问道：刚才那些药包都放上马车了吧？放上去了。
听到这里，沈之雪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回头望向何香。你不必跟着我了，去马车那边盯着，我回去拿一件披风就过来。是小姐。何香俯身，忙转身跑向府门口。楚月几人从沈府离开之后，当先往领救济粮的地方去了一趟。陆守成的消息没错，如今果然能领到正经的救济粮，虽然每户只能领10斤，但如今这世道，10斤粮食足够救下一家人的性命了。坐在骡车上等的楚月接过陆星河手中的粮食，打开瞧了瞧。哟，真的发粮了。陆守成的脸上带着激动。等会儿回去可得将这个消息传村里去，如今天寒，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少嘞。四叔不着急回家的话，先随我们去一趟西直街吧。陆守成将手中的粮食往旁边一放。成，我不着急，正好也随你们看看铺子去。原本陆守成以为楚月和陆星河买的铺子只是个小铺子，抬头望见身前2层楼的大铺面时，惊讶的差点将脖子给扭了。陆守成有些难以置信的摇着头。我这不是做梦吗？这是你们买的铺子？如假包换。楚月笑着推开了铺子的大门，便见几个人正在铺子里忙活着。怕里头几个人不认识楚月和陆星河，从而冲撞了他们，陆大贵首先从一旁挤了进去。大家伙都辛苦了，今日东家来查看进度，你们继续忙自个儿的，不必管我们。众人见陆大贵这么说，便也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去了。屋中央燃着一盆炭火取暖，陆守成满脸稀奇地走进铺子里，随着陆星河和楚月上下2层转了一圈，陆守成一边打量一边说道：这铺子还真够大嘞，我之前还以为就那种普通的单个小铺面，没成想竟还是上下2层。陆星河望向一旁的陆大贵。大贵，这里的事情你盯着点，平日里动工还是得管着屋子，不要弄出太大动静。陆大贵满脸谨慎地点头说道：我知道的。听说前些日子主街那边有个铺子休整，被同行联合难民给砸了，还抢了不少东西。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放心吧，我会注意的。陆星河点了点头，便推开了铺子一侧的大门。先送我们回去吧，等会儿在家里吃了饭，你再来这里。说完便抬腿走了出去。楚月上了骡车，突然想起来自己今儿还有件事情没做，忙朝着外头喊道：大贵哥，路过陈记药铺的时候停一下，我还有点事情。好嘞。来到陈记药铺，楚月赶忙下了骡车。陈掌柜见着他来，忙笑着与他打招呼：楚姑娘来了。陈掌柜可还好？都好都好。难得的是今日朱大夫也在。难得师兄也在嘞。朱大夫面露尴尬地站起身来：你这丫头，什么师兄不师兄的，教得老夫实在是难为情的很。楚月捂嘴一笑：之前师傅可是说了，按照辈分，我得叫你师兄的。你就听那老头胡诌。一旁的陈掌柜见状，有些惊讶地望向楚月：我说你这丫头啊，近些时日怎的厉害了呢？原是拜得良师啊。楚月笑得眉眼弯弯：自是仰仗师傅栽培。楚姑娘今日来，所谓何事？楚月忙将身后的何首乌拿了出来：我这里有根何首乌，陈掌柜收不收？收的。陈掌柜小心翼翼地从楚月的手中接过何首乌，放在柜台上摊开来，满脸激动地说道：何首乌可遇不可求，今日不收，下次就不知道猴年马月还能再遇见了。片刻之后，是何首乌没错，就是年份差了点儿。陈掌柜说着望向了一旁的朱大夫：朱大夫也来瞧瞧。朱大夫看过之后也点头说道：陈掌柜所言不假，要是再涨个10年，价格怕是得翻上2番。楚月点头：陈掌柜给个实在价吧，成的话我便卖了。陈掌柜伸出大拇指和食指：80两。82两。楚月直接还价。望着他自信满满的笑容，陈掌柜便也点头同意了。成，你这丫头鬼灵精的，药材方面的事情是骗不了你啦。知道陈掌柜人好，开的价也实在。
只是我觉得多2两银子对陈掌柜而言影响也不大呀。劳烦陈掌柜再给我抓一些银翘散、玉屏风散和桂枝汤的方剂，另外板蓝根、防风、黄芪、白术这些药材再给我多抓一些。一旁的朱大夫满脸惊讶地望向楚月：“你抓这么多药做甚？”师兄没发觉近些日子生病的人尤其多吗？多是多了些。他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忙望向楚月：“丫头是觉得如今这局面是瘟疫造成的？”楚月神色认真地说道：“不排除这个可能，所以买些药材在家里备用着。师兄在镇上也要小心了，平日里最好将口鼻用棉布遮一遮，多少能起点防御的作用。”朱大夫忙点头应下。小片刻，楚月便拎着一大包的药材出了陈记药铺。陆大贵见状，忙跳下骡车，接过他手里的药材放进了骡车里。之后路过杂货铺的时候，楚月又买了一大包的生姜。因着杂货铺老板咳嗽个不停，他都是用帕子掩着口鼻，带上骡车之前帕子都扔掉了的。星河媳妇儿，你买这么多药材做甚？陆守成望着那一大堆东西表示不解，楚月只是笑了笑：“买些回去备着，怕万一能用到呢。”陆守成听罢便也没再多问什么。回家的路上，楚月透过车窗看到好几波往镇上去的人，症状轻的还只是脸色发白，症状重的肺都快咳出来了。陆星河见着他的神色，放下了手中的书：“月月在担心瘟疫。”“如果突然爆发瘟疫，朝廷物资补给的不及时的话，怕是会死不少人。”他最害怕的是这瘟疫会波及到自家人的身上。陆守成不懂医，却也知道瘟疫有多可怕。“咱这儿有瘟疫了。”楚月忙宽慰道：“四叔不必担心，不是多严重的病，只是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会死人。咱们家还有我和我师父在呢，暂且不会有事的。”回到家，楚月和陆星河便将买的药材搬下了骡车。“呀，买了这样多的药材嘞！”袁翠和见状忙跑过来帮忙。“今儿上午啊，有几家人抱着孩子来找你，我看着个个和星瓶铁蛋儿差不多，听说你不在家，他们便走了，说是下午再来。”楚月一抬眉毛：“师傅呢？”袁翠和小声说道：“他们许是不知道张大夫在家里吧，我也没说。这天凉着嘞，那些人只在门口问了问，便赶忙抱着孩子回去了。”吃了饭，楚月便开始用大锅熬药，还将熬好的汤药装了一罐，让陆大贵带去镇上给那些子人们喝。没一会儿，便陆陆续续有人抱着孩子来家里了。因着天冷，这些人都是将孩子裹着厚厚的被子抱来的，生怕路上又给冻着凉了。“星河媳妇，劳烦你给瞧瞧，我家孙子从昨晚上开始烧，他也给他特意去买了壶酒抹了，也不见好，到底咋回事啊？”夫人愁得不行。楚月的脸上蒙着一块棉布，闻着孩子身上浓重的酒味儿，蹙着眉头说道：“孩子发热可以用温水擦拭身体，不要抹酒，不仅会伤害孩子娇嫩的皮肤，还有可能引起中毒的。”那妇人满脸惊讶：“啊，还这样？我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传下来的，还以为酒顶用嘞。”楚月一边给孩子检查身体，一边淡声回答：“祖祖辈辈传下来的，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最顶用的。承认发热抹酒都需要谨慎，更何况是个孩子了。”那妇人听在耳中，记在心中。“那我这孙儿要不要紧呢？”“回去之后给他多喝温水，多用温水擦拭身子。银翘散每日1剂，1日3次，先服用3日看情况。家里有艾草的话，每日燃了在屋里熏一熏，避免其余人感染。”那妇人接过药，忙感谢道：“多谢星河媳妇，不知这药需要多少钱？”“都不是多贵重的药材，3服药总共60文。灶房里熬了预防伤风的汤剂，2文钱1碗。我家里每个人都喝，你们要是害怕感染的话，也可以花2文钱喝上1碗。2文钱完全就赚不到钱，主要是怕流行感冒波及到更多人。我家里大小老少总共13人嘞，每人1碗汤药，岂不是得花上26文钱呢？”楚月并未强求。汤药熬得不多，喝与不喝都是自愿。那妇人一听，忙点头说道：“那成，汤药我们一家先不喝，先给我小孙子拿了药，回去喝了看看效果。”
楚月指向一旁的陆星安，将药钱结给星安就成了。下一个。望着只能勉强应付3两日的药材，楚月望向一旁的陆大贵。大贵哥，明儿你可否往县城跑一趟？陆大贵不解。啊，去萧县做事？帮我去县城的庄记药行进些药材回来，也不用往家里拖，就放在镇上铺子里。那铺子不是修葺的差不多了吗？到时候你将那些药材放在2楼小屋子里，放进去之后就上锁锁着。待做完这2日的工，便结了工钱，让那些子人先回去。成，这事儿交给我。楚月想到什么，便又提醒道：去了之后，你就报陈记药铺陈掌柜的名儿，他该会给你个公道价的。回头将进价记录下来，交给我就成了。陆大贵得了楚月的吩咐，便先背着铁袋回家去了。楚月揉了揉太阳穴，洗漱一番，正想去房里休息，大伯家的陆长今上门来了，满脸焦急地拉着楚月的胳膊就往外走。弟妹，你快随我去瞧瞧你堂嫂，她这会儿腹痛的直冒冷汗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楚月忙将他的手挣脱开。长今哥，你先不急，我还没拿药箱嘞。他转身回屋里拿了药箱。陆星河见他要出门，又拿了件自己的棉衣给他披上，这才让他随着焦急万分的陆长今一起往陆来福的家里去了。楚月到的时候，见许桂英正蜷着身子躺在床上发抖，大伯母田春燕守在一旁，同样是满脸焦急。见着楚月来，田春燕忙将位子给他让了出来。星河媳妇，你快来瞧瞧，我这小孙子该没事吧？楚月不敢耽搁，忙上前捏住了许氏的手腕，看脉象明显是动了胎气。堂嫂今儿可吃了什么做了什么？陆长今支支吾吾的没有说话。田春燕是个急性子，望着他这模样，忙往他的手臂拍了一巴掌。常年做农活的妇人力气也大，这一巴掌拍的陆长今往一旁退了好几步。嘀嘀咕咕啥呢？你哑巴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媳妇儿和你孩儿的命不要了！陆长今低着头，声音小到竖起耳朵才能听见。我就是没忍住。田春燕是过来人，听了这话，当即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，再次敲了他一巴掌。你属种马的，咋就管不住自个儿的下半身嘞？回头你媳妇儿和你娃要是有个3长2短，可怎么是好啊？听到这里，楚月也大致明白了这其中的关键。陆长今挠了挠头，脸上也满是后悔。不是说3个月之后就稳了吗？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田春燕又叉着腰骂道：稳了也不经你造啊！许氏没怀孕的时候，你们屋里有多大动静，真当家里人不知道，一天天的尽不让人省心。听到这里，陆长今原本就不白的脸变得黑里透红。娘，当着人弟妹的面，你好歹含蓄点。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你儿的命？田春燕睨了他一眼，走向正在给许氏施针的楚月，缓声问道：星河媳妇，孩子没事吧？孩子大人都没事的，我先给堂嫂施针吧，回头再开一副保胎的方剂喝上几日，这几日堂嫂便好生在床上静养，莫要再惊动胎气了。哎，你放心，这几日我日夜守着她，不再叫你堂哥有机会靠近她了。楚月抿了抿唇，没有接话。一旁的陆长今则眉头紧蹙。娘，你不会还想和我们住一屋吧？呸！谁稀罕跟你一屋？你带着木头和你爹睡去，我和桂英睡这个屋里。陆长今满脸不情愿地往炕的方向挪了几步。我不，我要和我媳妇儿睡。还嫌事儿不够嘞！田春燕说着，举起大巴掌就要打人。陆长今见状，忙伸出3根指头说道：我保证不会再碰她了，娘，你就让我继续睡这里吧。田春燕没法，恨铁不成钢的一戳他的脑袋。你没了你媳妇，你活不了还是咋的？陆长今没有说话，只低着头嘿嘿的直笑，看在田春燕的眼里就像个傻子一般。没多久，楚月施针结束，望向陆长今：正巧这些药材我家里都有，长今堂哥与我去家里抓药。哎，成。陆长今往外走了2步，转而回头望向田春燕：娘，要不你回你屋里去吧，晚上我陪媳妇儿睡。知道，你去抓药，我不得看着她呀。田春燕满脸嫌弃的摆了摆手：快去，
人心和媳妇都走远了，抓了药回来还得熬嘞。拿了药，记得将药钱给清了。好的，娘。见田春燕同意自己继续陪着媳妇儿，陆长今开心的像个傻子一样，忙追着楚月身后跑远了。楚月给陆长今抓了药，又结算了130文的药钱，便让他回去了。自个儿忙活了一天，也累得不行，回到屋里脱了外衣便爬进了被窝。第二天，陆大贵一早便和铁蛋儿来了家里。铁蛋儿身上除了自己打满补丁的棉衣，还罩上了陆大贵的一件破棉衣。怎的穿了那么大一件衣服？云翠和见着铁蛋儿，当即问道。陆大贵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。铁蛋那件棉衣跑棉，穿着穿着就薄了，我也不会做衣服，天又实在冷，便只能先拿我的旧衣服给他套在外头，凑合凑合了。你这爹当的。云翠和摇了摇头。不然怎么说呀，家里得有个女人嘞，没有娘的孩儿可怜嘞。陆大贵微微的低下头。从前是我太混账，否则铁蛋他娘也不会走。走都走了，总归你已经改邪归正，往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云翠和叹了口气。正巧我家里还有些棉布，回头我给他做一件新袄子，就当是送铁蛋的年礼了。陆大贵听了，忙躬身道：那就多谢婶子了。云翠和摆手说道：不必谢我，你这段时间在我家做事儿也算是尽心尽力，一件棉衣不算什么的。吃了饭，楚月便给了陆大贵20两银子，外张一家药材清单。大堂哥，今儿你先跑一趟，看看那边行情如何，要是价格合理的话，明儿我再让四叔陪你再去一趟。陆大贵没说什么，只点头说好。将骡车套好，他便出发了。没一会儿，又有人家陆陆续续抱着孩子来了家里。陆玉芳因为要跟着楚月学医，吃了饭就上来了，带着面巾在他旁边，一边看他如何分析病症，一边帮着抓药，还得去厨房给人端药，忙得连歇脚的功夫都没有。玉芳，你先歇一歇吧，我慢下来，没事的。楚月在一旁说道。陆玉芳摇头：别看我跑进跑出的，其实还没你累嘞，你是劳心又费神的。还一边抓药一边劝说村民：我说你们也别舍不得花钱啊，那预防的汤药该喝也得喝，平日里一副药大几10文，最多也就熬个3碗药出来，2文钱1碗的汤药已经是亏本的买卖了。月月也是怕大家都染上疫病没得药医治才想出这个法子的，昨喝了汤药的人家大都没事，今又每人喝了1碗预防着，花2文钱喝碗汤药总比花更多的钱买药的好，自个儿还得受罪，你们觉着呢？众人听了面露惊讶。疫病？传染的这样快，不是疫病是什么？陆玉芳望向大家伙：大家伙可得重视起来，平日里没事尽量不要在家里乱跑，有艾草的就每日在屋里熏一熏，也就是咱村里还有月月和张大夫在，其余村里都是拖着病往镇上跑了。这么一说，村民们突然反应过来了。那这汤药还真得喝，我这就回去将家里人叫来喝药。呀，我也得赶紧去。天哪，居然是瘟疫呢！难怪最近村子里病了这么多人。嘿呀，可不止咱们村嘞！我昨儿下午去镇上领救济粮的时候，好多咳咳喘喘的往镇上赶。一听这话，原本还舍不得花那2文钱喝药的人，这下也顾不上什么钱不钱的了，纷纷带着家里人来陆星河家里排队领药喝。到第2日，来家里看病的人明显少了许多，大多是来讨预防的汤药喝的。见着屋里病人不多，有张震和陆玉芳在，楚月也终于得了空，便拿着上回卖何首乌的银子去了一趟老宅。开门的是王雪兰。月丫头，你今儿不忙了？楚月搓了搓自己的双臂，笑道：刚闲下来，便往爷奶这边来了。王雪兰忙将他拉进了屋里。快进来，天凉着嘞。楚月进了屋，跟陆铁生打了声招呼之后，便将那82两银子拿了出来。奶，这是卖何首乌的钱，总共是82两，你数数。听到银子的数目，陆铁生没忍住往楚月的手里望了眼。卖了那么多钱嘞，
何首乌值钱着呢，爷下次再挖到可得仔细些了。嗨，这种好运气有一次就已经是老天开了眼，万万不敢想有第二次了。王雪兰拉着楚月的手，数是不必数了，我还能不信你？只是你们那买铺子的钱究竟是从何处借来的？人家不急着让你们还呢。楚月没有瞒着，是师傅给的，他老人家自身一人，也没得什么花钱的地方，也不着急让我还，说有了钱再给他。二老一听是张正给的，当即松了口气。没想到那张老哥还挺有钱。王雪兰白了他一眼，张大夫深藏不露了，你以为跟你似的，家里有点好东西，恨不得家家户户显摆显摆。既然钱已经到奶手上了，我便先回去了，家里恐怕还有事情嘞。哎，这几日病的人多，你快先回去吧。王雪兰说着便要将楚月送出门，楚月忙将他推回了屋里。外头寒凉的，乃在屋里待着，等会我出门会将月门带上的。回到家里的时候，门外领汤药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队。楚大夫回来了。往常大多称呼楚月为星河媳妇儿的人，这2日不少人改口叫起了楚大夫。之前不大相信楚月医术的人，随着村里人病情的好转，也纷纷对他刮目相看。楚月笑望着其中一个妇人，李嫂，你家大帽今儿好些了吧？那李氏忙笑着说道，托你的福，今儿好多了，还有些烧，却也没昨儿烧的那般厉害了，能下地到处跑了，也能吃饭了。那就好，你们继续排着，屋里还有病人呢，我先回屋里去了。楚月说着便往堂屋的方向走去了。众人忙说道，哎，你忙自个儿的，不必管我们。楚月来到堂屋的时候，见陆玉芳正打了水，给一个发烧的孩子擦拭身体。月月，你来了。楚月嗯了一声，走近他。这孩子怎么了？烧得厉害，刚才张大夫给看过了，烧得太厉害，便让我打水给擦一擦，等会儿体温没降下来，怕是还得施针。开药了吗？已经开过了，灶房里正在熬着。楚月点头，上前探了探那孩子额头上的温度，体温似有下降的趋势，再擦一擦，多观察吧。如果没再烧起来，喝了药就能先回去了。陆玉芳这2天跟着楚月看诊了这么多人，自是心里有数，忙点头说好。晚间的时候，陆大贵驾着骡车和陆守成回来了。这会儿家里的病人也全都离开了。星河媳妇儿，我看县城那边也病了不少人。庄记药行的徐老板开始与我说，药材不能按昨儿的价卖。我软磨硬泡了好久，他看我买的多，又是陈掌柜介绍的才松口。明儿再去，药材怕是得翻一番才买得到。今日买了多少？你给我的200两银子全买了。楚月点头。铺子里的人都回去了？都回了。我想着铺子里那么多药材，是否要去看着？今日药材运回来的时候，动静大不大？陆大贵想了想，大冷的天，外边倒是也没遇见什么人，再加上咱那铺子又是在附近，注意到的人不多，就算是别人注意到了，应该也联想不到是药材。明儿你去镇上的铺子里看看，顺便定做一块招牌，腊月20开张。这么快？不是说年后开张？如今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趁着现如今缺医少药，正好能将铺子里的名声打出去。陆星河摸了摸他的头。月月觉着呢？我原本想的是，趁着如今疫病肆虐，将医馆整理妥当，便先去铺子里看诊，救济灾民，所以才叫大贵哥才买药材，也没想那么长远，倒是与相公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只是如今都快到年节，镇上家里2头跑，恐怕会很辛苦。楚月眉头微挑，总归也不能闲着，多接诊一些病人，才能积攒更多经验。那就去做自己想做的吧。第2天，陆大贵去镇上的铺子里盯着药材，顺带定做招牌。楚月接诊完堂屋的2个病人，便去灶房里帮忙熬药。娘，我来帮你吧。你来分药吧，我去将另外一锅的药渣倒掉，重新熬一锅。成。刚分出半锅药，便听得外头传来一声焦急的声音：“星河媳妇儿，楚大夫，你在家吗？”灶房里，云翠荷望向楚月，好似是大柱的声音。他一把接过楚月的勺子。接下来我来分药吧。
你去外头瞧瞧，不要耽误了病人的病情。孙大柱正巧从院外进了门，许是走得太急，一个踉跄差点跪了下来。楚月见状，赶忙上前扶住了他。大柱叔，怎么了？孙大柱的脸上带着一丝焦急。你可随我去瞧瞧我娘，她病得起不来了。她怎么病得这样严重啊？我也是才知道，她舍不得花钱，这几日都没有来你家喝过汤药。前天去给她送粮食都没事儿，今儿老宅那边的邻居发现她躺在家里起不来了，才叫我。楚月听了，忙从屋里拿了针灸包，边走边问道：这会是什么症状？病迷糊了，都喊不醒。孙大柱说完，领着楚月一路小跑，生怕去的迟了，自家娘就断气了似的。烧不烧？烧着嘞，额头上的温度高得吓人。楚月随着孙大柱来到李婆子的住所，孙大柱将楚月领进了门，李婆子便躺在屋里的炕上，孙二柱在一旁笨手笨脚的照看着。楚大夫来了。见楚月进了门，孙二柱忙起身站到了一旁。楚月朝着他微微的点头之后，便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，伸手搭上了李婆子的脉搏。两位叔，快些将炕熄了，打盆水来给他擦擦身子降温吧，顺带给他灌点水下去。孙二柱心里一惊，不能烧炕。楚月将自己的银针包展开，一边给李婆子扎针，一边说道：病人烧得严重，烧炕不利于散热，我先给他扎几针，然后开个方子给你们，需要的药我家都有，先去抓来煎着。片刻之后，孙二柱端来了水。叔，你怎么不将婶子叫来啊？这病不是会传染吗？他还得照顾家里的几个孩子嘞。我大哥身体硬朗，大不了就在这里凑合几日，等娘的身体好了再回去。楚月点头，倒也是这个理儿。没一会儿，抓药的孙大柱回来了，他着急忙慌地洗了个陶罐，就开始熬药去了。李婆子身子也擦了，水也喂了，楚月觉得差不多了，便上前再次探了探他的额头，烧退了不少，于是一根根的针扎了下去，便见李婆子的眼皮颤了颤，悠悠的转醒。孙二柱见自家娘终于有了反应，趴在他的床边又哭又笑。娘，你终于醒了。李婆子眉头一蹙，抬了抬手指，有些不耐烦地望着泪眼婆娑的孙二柱。哭什么？我又没死。有楚大夫在，娘怎会死？娘这会儿感觉如何了？李婆子见孙二柱嘴皮子一直在动，却听不见任何声音，她皱起眉头，指了指自己的耳朵：你声音大一点儿，我听不见。孙二柱听罢，忙望向一旁的楚月：楚大夫，我娘说她听不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说的声音也不小了。楚月上前检查了一番李婆子的耳朵，这才说道：之前烧得太厉害，烧的时间又长的，脑部神受损导致的失聪。能治好吗？孙二柱满脸关切地问道：不太好治，不过可以通过针灸试一试，但哪怕有好转，也肯定恢复不到从前的状态，而且治疗费用极高。言下之意没得治。孙二柱一听，便也歇了心思。他和大哥两家人手头都不宽裕，哪里来那么多钱财去给娘治耳朵？楚月见李婆子醒了，便站起身来：成了，病人暂且没事了，我得回去了，再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家里喊我。哎，楚大夫慢走。孙二柱将楚月送出院子，才重新回到房里。这会儿陆星河家门前的队伍已经不剩几人，喝了药的人都已经离开了。两道狼狈的身影站在队伍的最后，一个劲儿地往院里头瞅，好奇半坡村竟还有这样的富户。前方一人往后扫了眼，脸上带着打量的神色：你们不是咱们半坡村的吧？我们不是半坡村的，我们是牛头村的，隔这里有点远。大婶儿，你们这是在做甚嘞？那大婶指了指前方的队伍：没看出来吗？排队啊！排队做甚呢？当然是领药啊！大婶有些不耐烦地望着那妇人：我说，你又不是这里的人，为何也排在这里领药嘞？那妇人叹了口气：
我是来半坡村寻女儿的。自从她嫁到这里之后，娘家也不要了，过年过节都见不到人，这不实在想得紧，便让我儿子领我找来了。大婶听罢，当即起了八卦心思。可怜劲儿的，世上竟还有这等不孝女。不过你既是去寻女儿，又跑这里来做甚嘞？赵春花心底窃喜，但面上却不显。他叫楚月，我那女婿叫陆星河。方才我去那边山脚下寻他，他们从前住的泥砖房都塌了，挪地儿了也没与我们说一声，害得我们到处找。这不看这里人多，便想来这里问个路嘛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那大婶听说面前的妇人的女儿是楚月，面上神情一滞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望着他这神情，赵春花心生疑惑。大婶儿，怎了？难道陆星河一家搬走了？倒不是。那大婶神色复杂地望向他。我怎么听着星河媳妇儿是因为他爹偷了猪抵给星河的，这又没嫁妆，这娘家人还特意来这里与他们一家呀断了联系，女儿不与娘家走动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赵春花听着人翻楚有钱的旧账。事儿是这么个事儿，但总归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不是？他爹混账，我这个当娘的毕竟心软，将他送出去，怎能真的舍得呀？一旁的楚大山也叹了口气。我爹病得都快不行了，这不也是后悔自己从前的所作所为，想见我妹子最后一面，否则他都不认我们了，我们也不会巴巴的跑来这里找他。赵春花一愣，随即满脸悲戚。是啊，当家的也不知道能不能扛过这个冬，我们两家离得远，最近他总念叨着我家二丫嘞。星河他媳妇儿，他爹真不行了。楚大山煞有其事地点头说道。这般要紧的事儿，我又岂会胡说八道？那大婶听着便也有些于心不忍。于情于理，这最后一面确实得去瞧瞧。他说着指着面前的青砖瓦房问两人，你们可知这是谁家？赵春花和楚大山对视一眼，纷纷摇头。大婶儿，其实我们也挺好奇的，半坡村竟还出现了住得起这种青砖瓦房的富户嘞。如果楚月真是你女儿的话，你可以去家里头问一问。那大婶说完便也没和两人唠了，因为队伍已经排到头了，下一个就得轮到他进灶房喝药了。赵春花和楚大山满脸不解，两人纷纷的伸长脖子往里头望去。见到云翠河时，楚大山的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。那是……赵春花望向自家儿子。怎了？他是没有见过云翠河的，所以并不知道亲家母长什么模样。还未等楚大山回答，便听得后边传来了一道清冷的声音：“你们怎的来了？”两人回头一看，楚月正神色淡漠地站在他们身后。赵春花当即哭着走上前，想将楚月抱在怀里。二丫，娘总算找到你了。楚月见状，忙后退了两步。有事说事，别碰我。赵春花痛心疾首。二丫，你就是嫁人了，也不能不要娘家，不是？娘想抱抱自己的女儿也能有错？楚大山见状，装模作样的上前扶住了赵春花。就是，你好歹也是从咱们家里出去的，怎能这般对娘？她可是生养了你的人。屋里，小竹听到娘和大哥的声音，没来由的瑟缩了一下，眼底的慌乱一闪而过。陆兴平瞧得真切，便伸手抚了抚他的背。你别出去，他们不会知道你在这里的。楚文竹望了陆兴平一眼，低下了头。屋外，那些喝了汤药还没离去的妇人们在一旁看起了热闹。袁翠和将灶房交给陆兴安他们，也出门去了。屋里看书的陆星河也放下了手中的书。生养了我。楚月冷笑着望向面前虚伪的两人。那头猪还不够抵的吗？你是不是不记得之前上门来时说过什么？说的什么混账话！当时那情景，不将你送来半坡村，你爹岂不是要去蹲大牢？
娘看你如今过得也挺好，要是不将你送来这里，你能有这样的好日子过？楚月面露讥讽。那小桃呢？你也生养他了，结果呢？5岁的孩子要照顾一家人的起居，将他病拖得严重了，便将他卖了配阴魂。我们2个女儿只不过是你们敛财的工具而已。如今见我日子过得好了一些，就来我面前装慈母了，真不是因为别的目的？周围看热闹的人听了，心里满是惊诧。亏你还好意思说女儿是从自个儿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能将女儿卖去配姻亲，你就不配当娘！我呸！你就不认爹娘，总得回去看爹最后一面吧？爹都病得躺床上起不来了，要不是他日日念叨着你，我们也不会来这里瞧你脸色，不是？楚大山的神色，楚月瞧得真切。他这人向来说不出几句实话。我和你们早就断了关系，他病了也好，死了也好，与我有什么干系啊？也别想来道德绑架我，这倒对我不起作用。毕竟我不回牛头村也是我的本分嘛。你！楚大山见楚月油盐不进，恼羞成怒的伸手便要去抽他巴掌，却被从屋里出来的陆星河给捏住了手腕。私闯民宅还想伤人，你是想与你娘一起去蹲大牢吗？陆星河一边说着，一边重重地推了楚大山一把。楚大山这会儿被陆星河一推，噔噔噔地往后退了几步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赵春花见状，忙上前将自己的宝贝儿子扶了起来，随后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便开始大哭。天杀的，这是走了什么孽呀！女儿不要娘家也就算了，如今女婿竟然还当众殴打大舅子，没天理呀！众人见着赵春花这模样，也不好说什么，毕竟清官都难断家务事。楚月并没有因为赵春花的哭闹而动恻隐之心，只是冷冷地看着她表演。赵春花瞥见陆星河一家的神色，自己也觉得哭得没意思，便停了下来。他往楚月的方向蹭了蹭，伸手想去捞她的裙摆。儿呀，娘好歹也生养了你这一场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10多年，你如今就这般狠心吗？竟连自己的亲爹亲娘都不要，你这样做就不怕别人闲话？楚月冷着脸再次往后退了2步，不让赵春花碰到自己。别人要说闲话是他们自个儿的事儿，我不在乎。倒是你们，要是还这般胡搅蛮缠，我便要拿扫帚赶人了。赵春花见楚月这般无情，指着他骂道：老杨好歹也养你养了10多年，你倒好，转个身就不认人。都说父母健康儿女福，儿女不孝苍天报，你这般不顾自己爹娘，将来是要遭天谴的。楚月见他说话这般难听，也没再说什么，只从屋檐下拿了扫帚便一顿扑，抽得赵春花和楚大山一边惨叫，一边恶毒地骂着脏话往外蹦跶。楚月提着手里的扫帚，哪里痛就打哪里。要说遭天谴的，该是你们才对。卖掉2个女儿的是你们，将小桃卖给别人家配阴婚的也是你们。你嘴上说着生养，只见你生，哪见你养啊？我从记事起就一直被你们打骂，只会干这干那的，还只能吃你们剩下的，为奴为婢也够还你们的恩情了吧？爹头的那头猪真是便宜你们了。将2人赶出院子之后，楚月将扫帚扔到一旁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我劝你们往后不要再往这边来了，与其掏空心思从我这获取，不如老老实实去镇上领救济粮呢。往后要是再敢来，我便让相公将爹告上衙门。娘要是不怕他蹲大牢的话，尽可试试。你！赵春花颤抖着手指向楚月，下一刻竟双眼一黑，倒了下去。娘！楚大山忙将赵春花扶在手中，他满脸怨愤地望向楚月。二丫，是不是将娘气死？你如愿了？大骂自己的娘和兄长，背弃亲爹亲娘，你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难道也不在乎陆星河的前途吗？听到这里，楚月的心底闪过了一丝怒意。如楚大山所说，他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却不能不在意陆星河的前途。如果楚大山将这事闹大，对陆星河的声望没有好处，如今倒还无所谓，将来考取功名当了官，
恐怕会被人在朝堂上将此事恶意的放大弹劾。他想了想，便在楚大山的面前蹲了下来。张嘴。听见楚月的命令，楚大山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巴。楚月勾起唇角，将手中准备好的药丸塞到他嘴里。药丸入口即化，化在嘴里的药汁竟然还带着甜味儿。楚大山咂巴咂巴嘴儿，便将药液吞入腹中。待吞下去之后，他才觉得不大对劲儿。你给我吃的什么？楚月笑了笑，望向周围看热闹的村民。大家喝了药的话，就都回去吧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主人家都这样说了，这些人自然是不好继续留在这里看热闹，便忙与他告辞离开了。见村民们离开，楚月这才望向楚大山。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楚大夫吗？望见他脸上的笑，楚大山只觉得瘆人。为什么？楚月的声音变得轻飘飘的。笨，因为我是大夫呀。再猜猜我刚才给你吃的什么？吃的什么？难不成是毒？这次倒是聪明了。怎么样，味道是不是还不错呀？楚大山一听，一边抠喉咙一边催吐，饶是将泪水都挤了出来。刚才的药液也没有吐出来分毫。没用的，我制作的毒药入口即化，很快便能被身体吸收，毒素瞬间便能蔓延全身。你仔细感受一下，胸口的位置是不是已经开始疼了？楚大山刚才经历过呕吐，原本胸口就因为他呕吐的动作拉扯的生疼，这会儿听了楚月的话，只以为是体内毒素发作，便摁着胸口倒在地上，痛苦地挣扎起来。地上原本装晕的赵春花也装不下去了，他将楚大山的脑袋抱在怀里，一边哭一边指着楚月大骂道：你这个毒妇，竟要毒死自己的亲哥哥，你不得好死！大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要与你拼命！楚月并没有被他的话唬住。想要他活下来，你就给我闭嘴！听得楚月的话，赵春花听话的闭了嘴。我给他吃的虽是毒，却也不至于马上要他命，不过得定期从我这里获取解药。楚月望向母子两人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往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每年的解药，我会让人给你们送去牛头村的，如何？赵春花一听，脸上闪过挣扎。好，往后我们不来了。楚月见状，这才俯身将另一枚小药丸塞进了楚大山的嘴里，起身走进了院子。将解药吃了就离开吧，下一年的解药，我会在明年的这个时候让人送过去的。记住刚才答应我的话，你儿子才能安然无恙的。要是不在乎他的命，你大可试试。这是赵春花第一次因为楚月的气势而脊背生寒，将楚大山扶起来，便搀着他往山下走去。察觉到两人离开，楚月这才长呼出一口气往屋里走。陆兴平贱兮兮地扶着门框，笑望着楚月。大嫂，你方才喂你大哥吃的真是毒药吗？什么味儿的？楚月悠悠地望向他。你也想尝尝？望着楚月的神色，陆兴平一脸惊恐地捂住了自己的嘴，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。不想。楚月扯了扯唇角，伸手摸了摸他的头。不想就别问了，乖。他说完便进了堂屋。正躺在躺椅上享受人生的张正往楚月的方向望了眼，满脸淡定地问道：丫头，你方才那毒是怎么回事？他可不记得自己给这丫头传授过毒术。楚月走向张正，俯身在他耳边小声地说了句话，便见张正笑着说道：你这丫头倒是狡猾得很，也不怕人家识破。听得张正的话，楚月浅笑着说道：师父放心吧，我娘宝贝着我大哥嘞，他哪怕不信我的话，也断然不会拿我大哥的性命开玩笑的。他哪里会制作这种毒，不过是为了哄孩子喝药制作的糖丸罢了。说起制毒，张正坐起身来，都说医毒不分家，你要是想学，我便也能将这毒术一起教给你。楚月点头如捣蒜，学的，还望师父指教。成。
前段时间跟你说了药理、医理，今儿便来与你说一说这毒理。师傅，听你这语气，平常是不是用毒不少呀？胡说！张正瞥了他一眼，嘴边的胡子也跟着抖了抖。你师父我像那种人吗？楚月没有说话，但表情却足以回答张正的话。张正望着他这神色，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有些心虚地说道：为师用毒一般是为了救人，有问题？楚月忙摇头，神色诚恳：没问题，我相信师傅，哪怕不是为了救人，也是为了自保。张正一笑：孺子可教也。早前我便与你说过，咱们学医不能忘了初衷，你将这个觉悟贯彻得很好。楚月弯起唇角：师傅，你方才与我说了药草的毒如何克制抵消，那如果不是药草呢？不是草药，首先的判断毒的来源，才好对症下药，比如蛇毒，又比如蛊毒。张正讲的细致，楚月听得入迷。星月医馆开张的前一日傍晚时分，佐伊骑着高头大马来了家里。陆星平开门望见佐伊，面上的神情带着茫然，一开始并没有认出他来。你是？我来找你大哥大嫂的，他们在家吗？佐伊直接道明来意。哦，在的在的。陆星平说着回头往屋里喊道：大哥大嫂，有人找你们。楚月当先出了屋，在望见佐伊时面上带着惊讶。佐伊？佐伊仍旧一身黑衣，手中还握着一把剑，单是看那剑鞘便知道不是一柄寻常的剑。就在这时，陆星河也从屋里走了出来，见到佐伊的时候，脸上并未表现出惊讶，而是神色淡定地说道：来屋里吧。佐伊点头，朝着陆星河的方向走去。陆星河又望向楚月：月月，你也来。楚月听了，忙小跑着跟上两人的脚步进了屋。房门被关上，袁翠和的眼底带着担忧：那人手里啊还拿着长剑嘞，你大哥大嫂不会有事吧？大哥既然敢叫他进去，想来是不会有事的。陆兴安对陆星河有着十足的自信。堂屋里烤火的张正拿起棍子拨了拨火盆里的火苗：放心吧，他没有立场伤害丫头和你家那小子。张大夫认识他？认识，但算不上熟悉。听得张正认识那个人，云翠河便也松了口气。屋中，陆星河在书桌前坐下：你家主子叫你送银子来的？是。佐伊将搭帘中的银票取了出来，总共2张，每张500两。这是1000两银票，我家主子让我带来还给2位的。陆星河接过，见银票没有问题，这才交给楚月。月月，将他的东西还给他吧。楚月点头，从枕头下将佐伊的腰牌拿了出来。将腰牌交给佐伊之后，陆星河便直接送客了。行了，钱货两清，你可以走了。佐伊神情一愣，挠了挠头。那个话还未说出口，便听得陆星河说道：我们不会和你主子合作的。似是早就料想到陆星河会拒绝，佐伊神色淡定地抱拳说道：我家主子说不需要以他的名头行事，而是让楚姑娘打着张大夫的名头在南平镇上救济灾民，至于诊费和药费，主子会暗中周旋救济款，由朝廷承担大部分。相当于楚月救人，钱由公家出，楚月名利双收，怎么算这都是不会亏本的买卖。陆星河略微惊讶地望向他：你家主子甘愿放弃这么好的立功机会？我家主子的目的只是不想百姓受苦，至于名声，他说他一个孩子承受不起。陆星河点头：他很聪明，知道收敛锋芒。听见陆星河夸赞自己的主子，佐伊的脸上满是自豪。主子自出生到现在，明枪暗箭防不胜防，如果不是因为他足够聪明，早就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陆星河想了想，便抬头望向佐伊：你说的我会考虑，明日我们镇上的医馆开张，如果你家主子足够有诚意，可以带着文书来谈。佐伊见陆星河松口，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。成，我回去便和主子说，先告辞了。陆星河点头，由着楚月将佐伊送出院门之后，
又折回了房中，脸上满是疑惑和不解。相公，你们方才说的什么？我怎么好似没听明白似的？陆星河望着楚月，眼底带着温。我早料到千羽会让你去镇上帮忙救济灾民，但是怕你卷入他的权力斗争中，便想着让咱家医馆提前开张，借着医馆遮掩你们本就相识一时。之后见你大肆购买药材，我料到你的想法，便也没有阻止，因为不管你买不买药材，他最终都会请你出山。楚月歪着脑袋，可师傅就在咱家，他请师傅不是更好？如果我所料没错，张大夫的来头应该不一般。方才左翼的意思是，朝廷出钱，你出力，最终名和利都是你的，受益的是百姓，你可愿意？楚月眼神一亮，听起来还不错。是还不错，所以我没有直接拒绝他。运气好的话，兴许这次救灾之后，作为做出主要贡献的大夫，会得到朝廷的嘉奖，或名或利。但无论是什么，有了朝廷这个靠山，往后你在南平镇行医，百姓更加幸福，也没人敢轻易招惹。楚月听了，这才明白了陆星河的良苦用心。相公，你考虑得真周到。陆星河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。我媳妇儿开的第一家医馆，我当然得考虑周到。如今天黑得早，快些去洗漱了睡觉吧。楚月点了点头，便跑出屋去了。他先去了一趟堂屋，将其中的500两银票递给了张正。师傅，还你的。张正望着楚月手中的银票，面上带着一丝惊讶。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楚月的脸上满是坦诚。赚的呀。张正摆了摆手。哎呀，为师向来丢三落四的，你先帮我存着吧，往后我要是需要再找你拿。楚月听罢，这才收回了手。成吧，师傅要是有需要，可一定要来找我。说完便跑出屋去了。张正望着他的背影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笑了笑。第二天是星月医馆开张的日子，一家人起了个大早，吃了饭，楚月便领着陆玉芳和张正坐上骡车出发往镇上去了。同行的还有陆星河和赶骡车的陆大贵。陆大贵赶着骡车进了南平镇，径直去了西直街的铺面。待骡车停稳，陆星河第一个跳下骡车，紧接着他将楚月给抱了下来。陆玉芳从骡车上一跃而下，望着面前2层的独栋铺面时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月月，你不是说只是个小铺面吗？怎这样大？楚月笑了笑，不是多大，不过对于咱们开医馆的来说，足够了。陆玉芳一把抱住了楚月的手臂，简直太够了。两人一起沿着医馆门前的楼梯而上，刚将铺面敞开，便听得热闹的锣鼓声由远及近。原是沈之雪携着江晚清来了，两人身后还跟着许恒。月月，恭喜啊，这么快便将医馆开起来了。江晚清笑着说道。楚月笑道：谢谢江姨。这边的动静吸引了一些看热闹的人，不少人朝着这处铺子指指点点，纷纷的猜测新开张的铺子是做什么买卖的。江姨、沈姐姐、许公子，快请进。楚月将几个熟人迎进了医馆，嘱咐陆大贵将骡车牵去后院，顺便燃一个炭盆过来取暖。江晚清3人进了铺子之后，在楚月的带领下，在铺子里上下转悠了一圈，才在1层休息的位子上坐下来烤着火，喝着陆玉芳刚从后院泡来的青梅茶。月月，你这铺子位子虽然没有回春堂显眼，但胜在安静，再加上你的医术，将来生意怕是不一定比回春堂差。刚从后院打量了一番的许恒来到几人的面前。俗话说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医馆生意好坏还得看大夫的医术。对于医术这一点，沈之雪对楚月深信不疑。楚妹妹的医术，南平镇当之无愧的第一。沈姐姐可莫要在外头这样说，平日里给我拉仇恨哩。殊不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比我厉害的必定大有人在。妹妹谦虚了。江清婉满脸慈爱地望向楚月。谦虚点好，月月这性子将来不容易吃亏。师父，师妹。就在几人聊着的时候，铺子外头响起了一道欢呼声。楚月听见声音，脸上带着一丝喜悦，忙迎了出去。师兄，快请进。朱大夫随着楚月进了铺子。恭喜师妹，
得知师妹今儿医馆开张，师兄便想来问问你们这儿缺不缺坐堂大夫。见他将话说得这样直接明了，楚月面露惊讶。师兄是想来我这儿？朱大夫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那陈掌柜不是将铺子搬去县城了吗？我一家老小都在南平镇，我有一大把年纪了，便也不想跟着折腾了，便想来问问师妹这里如果缺人的话，你看我合不合适？如果不缺也没关系，我便回去当个行脚大夫也悠闲自在。楚月捂嘴一笑，师兄愿意来，我自是欢迎的。那便从今日开始可好？朱大夫听罢松了口气。行的，正好近些日子镇上病人多，我恰好能帮上忙。朱大夫一边说着，目光四处的寻找。师傅他老人家呢？话音刚落，便听得楼道的方向传来一道声音：“哎，老夫在这儿。”朱大夫听见声音，与楚月打了声招呼之后，便提着袍摆往楼上去了。眼见着时间差不多了，陆星河从屋外走了进来，他将楚月拉到一旁，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之后，便见楚月点了点头，转而吩咐一旁的陆大贵：“大贵哥，有件事情要交于你去做。”陆大贵忙上前：“你说我去张罗？”楚月与陆大贵吩咐了一通，便见陆大贵点了点头，忙跑去后院拿东西去了。见楚月已经开始忙活，江清婉因为身份的缘故也没在这里多停留，领着丫鬟告辞离开了。见陆玉芳跑上跑下搬药材，许恒忙上前给他帮忙：“我来吧。”沈之雪也没闲着，两人搬药材，他便根据屉子上的名称将药材一一的整理到其中。虽然没有楚月的安排，几人却有条不紊。楚月在将事情安排给陆大贵之后，便也开始和三人一起整理药材。这是正式开张之前最后一个步骤了。陆玉芳跑上跑下，满头大汗，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问道：“月月，你怎能买了这样多的药材，也不怕受潮？”前段时间虽然下雪，却也干燥。再者，如今灾民多，这些药材怕也是不够用的。楚月一边说着，一边将药材对应入屉。玉芳，整理药材的活计交给我们，你先配上一副预防的汤药，熬上一大锅，等会拿去铺子门口分发。哎，行。陆玉芳说完，转身便要往后院的方向走，却和抱着满怀药草正在往这边来的许恒撞了个满怀。两人纷纷的往后跌倒在地，许恒手中抱着的几包药材滚落在两人的中间。楚月见状，忙上前将陆玉芳扶了起来：“没事吧？”“我没事。”陆玉芳揉着有些发红的额头望向许恒：“许大哥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我也没事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图审室这次搬的有点多了，便没看仔细录。”许恒从地上爬起来，低头拍了拍袍摆上的灰，面上带着一丝难为情。望着他脸上露出的歉意，陆玉芳也大方地摆了摆手：“不碍事的，我这人皮实劲壮。”陆玉芳一指后院的方向：“我先去后院洗锅了，还有几包药材，就麻烦许大哥帮我搬一下了。”许恒忙点头：“行，交给我吧。”陆玉芳一笑，便快步往后院去了。许恒望着他的背影，不禁觉得有点好笑，于是笑着摇了摇头：“姑娘家家，哪有形容自己皮实的？”说完，他便和楚月一起将地上的药包拾起，放去了柜台后头。正要起身往楼上去将最后几包药材拿下来的时候，却见陆星河已经抱着几包药下来了。“药我都拿下来了，许兄先歇一歇吧。”许恒一愣，随后说道：“哎，行。”因为柜台后有楚月和沈之雪，陆星河也没有多逗留，只将药材放好，便和许恒去休息区说话了。将药材整理到屉子后，沈之雪望向楚月：“妹妹，那药包你还有空做吗？”楚月转头看向沈之雪：“怎了？姐姐上次拿的药包就卖完了。”沈之雪的神色中满是自信：“再有个3、5日的，定能卖干净。如今知道药包的人越来越多，往后需求量是会越来越大。”“姐姐这次要多少？我今儿回去便安排人赶这一些出来。”“这次不要绑带，只要药包，先订500个。”“成，我尽量在年前赶着出来。届时做好了，便给姐姐送去沈府。”“那就有劳妹妹了。今儿出来身上也没带什么银钱，等会儿回去了，便让荷香给你送定金来。”
两人说着，便见陆大贵匆匆忙忙地从外头跑了进来。星河媳妇儿，外头来了不少百姓，咱们何时开始施药？楚月听了，忙用特制的布巾将口鼻遮掩起来。你先去后院的小书房看看玉芳的药熬得如何了。陆大贵哎了一声，赶忙往后院跑过去，吩咐了陆大贵。楚月又望向沈之雪和与陆星河在一起的许恒。沈姐姐，许公子，要不你们先回去吧，这患者多，莫要让他们过了病气给你们。你们家里也都是一大家子的，还是小心为上。两人见铺子里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也并未多做停留，与楚月和陆星河告辞便离开了。陆大贵从后院跑了过来。星河媳妇儿，玉芳说药还得1刻钟。楚月想了想，便又问道：咱铺子两旁都搭上棚子了吗？正在搭，不过已经陆陆续续有灾民过来了。你去2楼抱一捆艾草，将里外都熏一熏，尽量将百姓和灾民隔离开来，让百姓做好防护，最好让他们排队的时候用帕子捂住口鼻。楚月说着，从柜台后取出了另一方布巾，递给陆大贵。大贵哥，这个你带着，自个儿也多注意。哎，我知道了。陆大贵从楚月的手中拿过布巾，绑在脸上之后便出门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听到动静的朱大夫也从楼上走了下来。楚月一边整理药箱，一边往楼梯的方向望了眼。师兄，你来的正好，铺子外头的看诊台已经搭好了，等会给灾民诊病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得将身份信息记录下来。朱大夫忙点头。好。就在楚月整理好药箱，准备往外走的时候，一个身形狼狈的女人抱着孩子，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，却被陆大贵拦在了门外。想看病的话，去棚子那一侧排队，等会儿便有大夫出来给你们看诊。那女人忙哀求着：这位大哥，你行行好，我家孩子已经昏迷2日了，回春堂的大夫根本不给看，再耽误下去他就活不了了。见女人哭得泪眼婆娑，陆大贵也不好再赶人，便只能回头望向铺子里的楚月。楚月见状，忙与他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让人先将孩子抱进来。女人抱着孩子进了医馆，随着楚月在一侧的休息区坐了下来。楚月细细地给他怀里的孩子诊断了一番，才说道：孩子病多久了？5日了。一直没看大夫吗？女人的脸上带着无奈，她低下头。我身上没钱，回春堂的门都进不去，更别提给孩子看病了。楚月抬头往女人的方向望了眼，他看着20岁上下，脸上虽然有些脏污，五官却生得端正。你叫什么？家住何处？家里可还有什么人？一定要说吗？这是我们医馆的规矩，诊病之前得先记录病人的来历。女人咬了咬嘴唇，这才小声说道：我叫张秋英，夫家是大舍村的，只是我丈夫死了，婆婆也死了，村里人都骂我是扫把星，便将我和孩子赶出来了。楚月的面上带着惊讶。是因为这次的病？不是，我丈夫是个傻子，待我却极好。我没嫁过去之前，他和我婆婆母子俩相依为命。我嫁过去之后，便和婆婆一起卖菜，做些小生意，想着赚了钱带她去治病。因为她的傻病不是天生的，只是因为病了没钱治才变成那样。我和婆婆每天起早贪黑，原本日子还挺有盼头的，却因为这个孩子，让她丧了命。她是为了给孩子抓鱼熬汤喝，淹死的。婆婆得知消息后，因为承受不住，便疯了。我拖着孩子照顾了他整整1年，前不久我来镇上领救济粮，他不知怎的将屋子点了，自个儿被烧在屋里了。楚月听了，脸上带着一丝歉意。很抱歉。没事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楚月起身将银包从药箱里取了出来。你娘家人也不管你吗？我就是被娘家卖去大舍村的，否则一开始也不至于嫁了个傻子，再回娘家去，指不定还得再被他们卖一次。便想着，就是饿死也不要去投靠他们。楚月点头，他望向一旁的朱大夫，
师兄，我有银针包就成了。将这位姐姐的信息记录好之后，你便将药箱先拿出去给人诊病吧。成。朱大夫说完，放下手中的笔，拎着药箱便出门去了。望着给孩子扎针的楚月，张秋英的脸上带着难以置信。思虑再三，张秋英才试探着开口：大夫，我也没钱给你付诊费，不如我留在这里帮忙抵你的诊费可好？之后做顺手了，你要是觉得我做事还行，我也可以继续在这里做。我不要工钱，母女俩有口吃的就成了。楚月抬头望向女人，年轻，之前做过小生意，待人接物应该也麻利。总归铺子里人手不够，多个人帮忙倒是也不错。想了想，他便说道：我们医馆今日开张，接诊的多数为穷人，穷苦人家不收诊费的。不过你要是愿意在这帮忙的话，我可以给你20文一日的工钱。吃食的话，我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。我愿意，只要有口吃的我便愿意。多谢大夫。先不着急谢我，我也得看你做事行不行，再决定要不要留下。你抱着孩子不方便做事的话，可以暂且将孩子放楼上去，楼上有个小房间可以睡觉。等候孩子醒了，你可以给他喂点药和米粥。不用，我有背带，我背着他一样可以做事的。放楼上去吧，天凉，你背着孩子跑出跑进的，恐怕会加重他的病情。再者，今儿事情多着嘞，你生产不足3年，不仔细着自个儿的腰啊，将来是会落下病根的。楚月边将银针收回到银针包中，一边善意地提醒道。张秋英微红着脸颊，小声说道：我还没生过孩子呢。楚月一愣，随即想到他的亡夫是个傻子，便也明白了其中的关键。倒是我会错意了。大夫，这事儿我也只与你说了，在我心里他便是我的亲生孩子，希望大夫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放心吧，这事儿啊，我不会与任何人说起的。那我将孩子放楼上去，便来帮忙。女人已经将脏乱的脸和发髻整理好，果然这样一番整理看着好看多了。秋英姐，你和大贵哥去外面试药吧，我让玉芳进来抓药收钱。好。张秋英应了一声，去了门口顶替陆玉芳的事情。见陆玉芳进了医馆，楚月忙朝他招了招手：玉芳，你来柜台这里忙活，我去外头给周大夫帮忙。陆玉芳立马小跑着到了柜台后面。哎，来了。楚月与他交代了一些事情，便出门给病人看诊去了。朱大夫一个人面对一大群的患病的灾民，也是一个头两个大，忙得晕头转向的。楚月没有迟疑，直接便上前一个一个给查看起他们的病情来。回春堂的胡掌柜望着医馆里寥寥无几的病人，眉头紧锁。栓子，你去西直街瞅瞅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门口的小厮忙应了一声，便一溜烟的往西直街跑去了。片刻之后，他回到回春堂，将刚才看到的情况汇报给了胡掌柜。却见胡掌柜眯起了双眼。如今生病的人数不胜数，他们不仅免费施药，诊费还收得那样便宜，真当自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了。顺子哈着腰问道：掌柜，要不要小的去打听一下他们的来头？胡掌柜摇头：不必，跳梁小丑而已。如今拥护他们的百姓多为灾民，不是吃力不讨好的活计，一般有钱人家也不屑于去那边排队，咱做好自己的分内生意便是。是。星月医馆，几人忙得脚不沾地，到了饭点才终于能歇一歇。张秋英闲下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楼上将自己的孩子抱了下来。张秋英给他盛了一小碗粥放在角落里，又拿了个小勺子让他自己舀着喝，又给自己也盛了一小碗，坐在小姑娘身旁吃了起来。小碗粥喝完，虽然肚子将将吃了个5分饱，好歹比饿肚子强。陆大贵似是看出了张秋英的心思，忙说道：秋英妹子，灶房还有，没吃饱再去盛一点。张秋英忙摆手：不用了，我吃小半碗差不多了。知道他是因为有孩子一起不好意思多吃，陆大贵便将自己手中还没动筷子的粥递到他手里，转而将他手里的空碗拿。一个成年人
只吃半碗粥哪里够？下午多的是事儿嘞。我这碗还没动过的，你先吃着，我再去盛一碗来。一个人带着孩子有多不容易，陆大贵比谁都能体会。张秋英望了眼陆大贵的背影，转而望向自己手中的粥碗，眼眶有些泛红。苗苗，你要多吃点儿，一定要快些好起来啊！正埋头吃饭的苗苗往张秋英的方向望了眼，小嘴唇一扬，一双圆圆的眼睛笑得弯成了小月牙。吃完了饭，一行人又继续忙活起来。陆大哥，你家里几口人啊？陆大贵一边吃药一边回答：我和我儿子。张秋英有些惊讶：你家里就2口人吗？嫂子呢？他走了。陆大贵无比淡定地说道：走了？张秋英的脸上带着不解。陆大贵点头，并没有遮遮掩掩：我从前不学无术，家里又穷，他受不住便丢下孩子离开了。今儿我看你抱着孩子到处奔波，便想到了我一开始的不容易。那时候家里都揭不开锅，真挺难的。陆大贵的脸上满是缅怀，望着身旁一脸风霜的男人，张秋英不由得生出了一丝好奇。那后来你是怎么熬过去的？是楚大夫一家帮了我，才让我脱离了之前的困境。那楚大夫一家还真是好人。可不是嘛，他们都是我的贵人。他说着往张秋英的方向望了眼。你呢？你之后什么打算？张秋英的脸上带着茫然。不知道，我没地方可去。如今楚大夫好心收留我在这里帮忙，我便帮着做点事，等攒点钱之后再说吧。陆大贵望着他：你还这么年轻，不打算再嫁人了吗？张秋英无奈地摇了摇头：我都过了20了，一个成过亲还带着孩子的女人，嫁人哪有那么容易？陆大贵打量了一眼张秋英，察觉到陆大贵的神色，张秋英突然有些紧张起来。陆大哥，你这么看着我做甚？陆大贵笑着继续吃药：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挺不容易的。张秋英笑了笑：都会熬过去的。两人说说笑笑，落入了人群的一道身影的眼里。许是觉得两人的笑容晃眼，原本排着队的女人遮着自己的脸，灰溜溜地退出了人群，往远处去了。因为排队的人太多，陆大贵并没有注意到那道身影。第一日很快就过去，转眼便到了傍晚时分。忙碌了一整日的人都需要休整，医馆也要打烊了。这时候，张秋英母女的去留成了一个大问题。就在陆大贵打算说话的时候，陆玉芳开口了：要不去我家吧，我家屋子多，可以腾一间出来给你们住。张秋英有些不好意思地望向陆玉芳：这不太好吧，咱们非亲非故的，你家里人会同意吗？要不我就带着苗苗在镇上，索性铺子外边的草棚里还能凑合凑合，明儿上工也方便。前2个晚上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。前2个晚上是你运气好，一个女人家带个孩子，在这里可不安全。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，就给人付点租金，意思意思不就好了？玉芳爹娘爷奶都挺好说话的。张秋英听了，面带迟疑。陆星河见天已经越来越黑，先将楚月扶上骡车，随后自己也爬了上去。先回家吧，不早了，回家再商量。陆大贵也跳上骡车，朝着张秋英伸出了手：快上来，回家了。张秋英将孩子放在骡车上之后，红着脸拉住了陆大贵的手，借着他的手劲儿爬上骡车之后，也不敢往骡车里头去，便将孩子裹在怀里，在骡车的另一侧坐下了。你坐在这里做甚？快去骡车里头坐着，外头冷。没事，我不冷。秋英姐，你就进来吧，苗苗好不容易才恢复点元气呢，别又着凉了。望着怀里的女儿，张秋英没有再犹豫，抱着孩子钻进了骡车。很快一行人出发了。回到家，张秋英和苗苗被安排住到了老宅。她本想给江秀琴和陆守成付点租金，租1个月的屋子，但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住个1-2晚还可以，
住太久了，家里人也不乐意，便推辞着不肯收他的钱。张秋英也不傻，知道人家这么做的意思，不过他也没有怨怼，毕竟如今他的情况，人家能收留他住上一晚，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。楚月回到家里，便与云翠和说了500个药包的事情。娘，这500个药包，年前能赶制出来吗？不需要绣花的肯定能，到时候我叫上你四婶儿，顺便在村里再叫2个绣活好的，先把布袋赶制出来。至于里头那药材，到时候便将你四叔叫来帮忙。制作药材，上次四叔已经很熟练了，可以再找个人给他打个下手。那得找个稳妥的人才行啊。我听说你们带了个抱着孩子的寡妇回来了，也是个可怜的人。楚月将张秋英的大致情况与云翠和说了说。那大舍村的人都骂她是灾星扫把星的，克死丈夫又克死婆婆，怕她将灾难带给村子里人，便将她赶出来了。我见她抱着孩子没去处，铺子里又恰巧需要人帮忙，就暂且将她留下了。云翠和拍了拍她的手。遇上这种事情也是没办法，你们要发善心，娘也没意见。她若真是个灾星，可莫要让她的霉运牵连到咱们一家人头上来了。娘还真信灾星一说吗？我自是不信，但这事儿玄乎着嘞，谁也不能保证完全不存在，不是？娘只是希望咱们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的。楚月听了，满脸认真的点头说道：我知道了，一旦事情不对，我便给他点钱让他离开。是该这样。成了，这会儿不早了，你也洗洗睡去吧。药包的事情交给娘，保管给你弄得妥妥当当的，你只需要顾好你的医馆就成了。哎，好，那我先出去了，娘好好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张秋英便抱着孩子随陆大贵、铁蛋儿一起来了家里，望着2大2小一道出现，云翠和的眼底带着一丝惊讶。快进来。张秋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婶子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哪里的话，不麻烦不麻烦。转而又望向陆大贵：大贵你先将秋英带去堂屋里烤火，灶房的饭马上就好了。婶子太客气了，你在灶房忙活，我们哪里好意思在堂屋烤火呀？我来给你帮忙吧。张秋英笑着说完，便随着云翠和一起进了灶房。2人在灶房里忙活了一阵，苗苗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餐桌前。楚文竹见状，拿了根绳子便要与他一起翻花绳，却见苗苗自始至终都没吭过声。苗苗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姐姐带你去看兔子好不好？我们家里有5只小兔子，毛茸茸的，可爱极了。苗苗眨巴眨巴眼，往张秋英的方向望去，见张秋英笑着点头，这才从椅子上跳下来，抓着楚文竹的手去了堂屋。云翠和往2个孩子的背影看了眼，苗苗那孩子过于安静了，都不见说话的，这样下去可不成啊。张秋英叹了口气：苗苗有哑病，只能听见我们说的，自个儿说不出话来。云翠和有些惊讶：竟是哑病，我还以为是他胆儿小不敢说嘞。你们找大夫看了没啊？张秋英的脸上带着无奈：之前看过，大夫也说不出个原因来，家里也没钱看病，便一直拖着。那只能慢慢来了。云翠和说着，将一摞碗放在了灶台上。秋英你将锅里的粥盛一下，我去叫人吃饭了啊。哎，成。云翠和到堂屋的时候，便见楚文竹和苗苗、铁蛋儿正趴在兔笼子边上逗弄小兔子。突然从苗苗的嘴里蹦出来2个音，让云翠和无比的惊讶。哎，苗苗不是小哑巴。他忙往灶房的方向喊道：秋英苗苗会说话了。张秋英忙放下勺碗，便去了堂屋。听见苗苗陆陆续续地说出来的兔兔2个字时，激动得眼眶泛红。苗苗，你真的能说话了。就在这时，张正说话了：昨儿我便给这孩子检查过，他并非不能说话，只是平日里大人与他交流少，他便不知道要如何表达，多多引导，他是能正常讲话的。听到张正的话，
张秋英开心地抱着苗苗直掉眼泪。云翠和见状望向众人，都吃饭去吧，早饭已经做好了。一家人吃了早饭，陆大贵便赶忙从猪圈里将骡子牵了出来，套上骡子便载着众人出发往镇上去了。楚月到医馆的时候，外头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望着咳咳喘喘的人群，张正望向楚月：丫头，越是这种时候，预防大于治疗。楚月心神一凛：师傅的意思是，人力有限，你能治一个也只是一个，但如今受灾群体庞大，如果只能治疗生前区区几个甚至几十个人，收效是甚其微弱的。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还有成千上百的病患得不到医治。那我们要怎么做？既然他们得的是一样的病，那便将受灾严重的村庄统计出来，每个村架上2口锅，其中1口锅供病人喝，另1口锅供还未生病的人预防。病情严重的吃药都起不到作用的，再由你出手诊治，这样效率会大大提高。不过这种事情是借助千羽那小子的势力才行。张正说着望向另一旁的陆星河：星河小子，你以为如何？可以。楚月见两人都这样说，当即点头：那就按师傅说的来吧。相公，你先去找千羽商量这个事儿，我们先给铺子这边的病人看诊。好。陆星河说完便离开了。如张正所说，对于这种大范围的疾病，预防比治疗更重要。于是在千羽的安排下，不只是南平镇，附近几个村庄也开始每日定点的施药。楚月则和朱大夫坐着骡车各个村庄走访，给那些病情严重的人诊病。这种法子效率确实不错，不过区区几日的功夫，附近村子的瘟疫便得到了控制，当然也累坏了楚月和朱大夫。尤其是朱大夫，一大把年纪跟着楚月一起折腾，人都没了半条命。第3天他便支撑不住倒下了。没办法，楚月让他好生休息，便拉着陆玉芳给自己打下手，坐着骡车继续走访附近的村子。南平镇的情况刚好转，楚月也累得病倒了，躺在床上高烧了2日，直接在高烧中度过了这个年。正月初5，许恒便坐着马车来到了家里。陆兄，你准备的如何了？县城那边的官夫子我去年便与他打过招呼了，只等咱们过去了。陆星河一开始便与楚月打过招呼，过了年他就该走了。望着面前小丫头红着眼眶的模样，他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。好了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楚月吸了吸鼻子：咱们说好的，院试结束你就回来看看我们。陆星河嗯了一声：院试就在3月，很快的，2个多月后我便能回来了。楚月想了想，从自己的钱袋里又掏出了一些碎银子，交到了陆星河的手中。这些碎银子你也拿着，出门在外用的方便。陆星河一指自己的书籍：我这里有。楚月不由分说的将银子塞给陆星河，还细心的嘱咐道：那是整的，这是零的，不一样。我们在家里什么都不缺，你在外面什么都得买呢，你别节省，要是没钱了你就托人带个信，到时候大贵哥去县城进药材了，我让他顺便给你带过去。陆星河一笑，弯腰将地上的书箱拎起，背在自己的背上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云翠河也满脸不舍地提醒道：一个人在外头要小心些，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凡事尽力就好。我知道的，娘。陆星河说着上了马车。走吧。车夫一扬缰绳，马车便朝着山下狂奔而去。楚月吸了吸鼻子，望着马车消失在视野，才转身回了院中。第2日，他便和陆玉芳一起往镇上的医馆去了。师兄，新年好。楚月笑着将早便准备好的红喜带交到了他的手中。至于陆玉芳和陆大贵的，过年的时候就已经给了。朱大夫拿着钱袋子，摸着里头的碎银子，也笑着回道：新年好。楚月又去了后院，找到了张秋英和苗苗。秋英姐，新年好，这是你和苗苗的。张秋英拿着手里的红袋子：这怎么好意思，
你对我们娘俩已经够好的了，子豪又叫你破费。楚月笑着摆了摆手，不是多少钱，秋英姐拿着就是了。去年过年前我变病了，这段时间一直也没来镇上，全靠你们将医馆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今儿来了，可不得将压岁包给你们补上。张秋英听了，这才将钱袋子捏在手里，满脸感激地望向楚月。谢谢你，楚大夫。去年在半坡村住过一晚之后，张秋英便没有随着众人往半坡村去了，带着苗苗在医馆后院的灶房里休息。楚月见他们娘俩总睡灶房也不是个事儿，便直接让陆大贵找人在灶房旁边起了一间小屋子，供母女俩休息。而陆大贵因为这段时间随着楚月到处跑，忙得脚不沾地，便也将一开始的心思压在了心底。哟，你们都在这儿嘞！陆大贵将骡子从后门牵进来，便望见了张秋英和楚月。他将骡子拴好，上前摸了摸苗苗的脑袋。苗苗，这段时间可乖，没有惹你娘生气吧？苗苗撅了撅小嘴。苗苗，乖。陆大贵听了，哈哈一笑。几天不见，小丫头说话越来越利索了。张秋英淡淡的说道。自从知道苗苗不是小哑巴，我便从张大夫那里学了些法子，教苗苗说话。从前为了生计疏忽了她，往后不会了。楚月望着陆大贵和张秋英，突然觉得还挺般配。你们聊着吧，我去看看玉芳那边需不需要帮忙的。说完便将空间留给两人。陆玉芳见着楚月来，忙将自己昨儿个统计好的账簿拿给他看。月月，咱们这儿有些药材要补充了。楚月拿起账簿瞧了瞧，便放回了柜台上。该补充的补充，该采买的采买，钱先从公账走，回头将账目明细列出来就成了。哎，行，回头我将需要的药材列出来，让大贵哥往县城去一趟。某人需不需要大贵哥给我星河哥哥带句话呀？我们这才分开呢，不用带话。陆玉芳朝着楚月抛出了一个意味不明的笑。说真的，月月，你想星河哥哥吗？楚月抿了抿唇，没有扭捏，直接承认。想啊，怎么会不想？既然想，你怎舍得分开的？陆玉芳的脸上带着疑惑。楚月一笑。难道我要拘着他，不让他去参加科考呀？他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，继续说道。过日子不能只看到眼前的情情爱爱，这时间长了，感情再好也会变淡的。相公该有他更远大的抱负，我也是。听着楚月的话，陆玉芳陷入了沉思。半晌，她单手托腮，面带惆怅。唉，你说的我是半点体会不到。等你找着你的真命天子，便能懂了。陆玉芳撅着嘴嘀咕道：“人家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里面面朝黄土背朝天呢。”那不见得，许是个读书人呢。读书人哪里能看得上我？楚月本想说让他莫要妄自菲薄，却见门口有两个丫鬟打扮的人搀着一位年轻的夫人进来了。陆玉芳见着人，忙迎上去问道：“这位夫人是抓药还是看诊啊？”那年轻夫人面上带着一丝慵懒。我是来找楚大夫的，他在吗？楚月忙站起身来。夫人找我何事？年轻夫人往楚月的方向望去，在见到人时面上闪过惊讶。你便是楚大夫？他将身旁的两个小丫鬟扶开，忙走进楚月，将他拉到一旁，小声问道：“楚大夫，可方便借一步说话？”楚月笑了笑，便朝着楼上做了个请的手势。那夫人随着楚月上了2楼，来到一处包房中，才将自己的诉求说与楚月听。楚月一边听着，与他检查了一番，才说道：“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回头我给夫人开些药，夫人平日里也要多注意洁净，勤洗勤换贴身衣物便好了。”那夫人听了，拉着楚月的手：“楚大夫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被这个问题困扰许久了。要不是听说新月医馆里有女大夫，我都不敢来瞧。承蒙夫人厚爱。”别夫人的叫了，我许是比你长个3、5岁，我姓滕，你叫我童姐姐便好。年轻夫人说着，拍了拍楚月的手：“你可得一直在这里做大夫，往后我可就只能找你来看病了。”见着同姓夫人半点架子也没有，楚月也乐了。姐姐是哪家的夫人？蒋家。楚月并没有细想是哪个蒋家，
只是笑道：“那看来姐姐和姐夫感情甚好呀。”还行，那厮去年差点被人打开瓢之后啊，回到家竟然醒悟了一般，也不出门拈花惹草了，就喜欢黏着我。好事呀，说明那一顿打挨得值呢。童莹莹眉飞色舞。可不是，这要是我当时在场啊，还得好生感谢人家嘞。两人一边说着，到了楼下，正巧见一高大的男人从医馆外面跨了进来。莹莹，我听人说你来了医馆诊病，可是有哪里不舒服？怎地也没见你说与我听。但见到童莹莹身旁那张面孔时，男人如同见了鬼一般，瞳孔瞪得老大。他伸手指向楚月：“你！”童莹莹望了眼自家男人，又往楚月的方向望了眼，面上带着疑惑：“相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蒋高义冷哼一声，忙将童莹莹拉到自己的身后：“莹莹，切莫要与这等蛇蝎女人靠得太近，上次差点将我敲开瓢的人可就是她。”童莹莹先是一愣，随后强忍住笑意：“刚才还与楚大夫说这事儿呢，没想到正主就在眼前，那我可得感谢楚大夫，要不是他呀，你如今都还浑浑噩噩、游手好闲嘞。”蒋高义听罢，满脸的不乐意：“莹莹，他可是差点将你相公给打死，你不与我一起同仇敌忾，居然还感谢他，有你这么当人妻子的吗？”楚月眉头一挑：“玉芳，按这个方子给这位夫人开药。”蒋高义见童莹莹在楚月这里看病还得拿药，忙说道：“要不开了，我们才不到这种蛇蝎毒妇这里看病。媳妇儿，我们走。”说完牵着童莹莹便要离开。楚月神色淡淡，丝毫没有要阻拦的意思。“蒋高义，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？”蒋高义满脸讨好的望着他：“哎呦宝贝儿，我怎么会见不得你好呢？我可太希望你好了。”童莹莹冷哼一声：“既然希望我好，你怎的药都不让我买？”蒋高义耐心的哄着：“莹莹听话，咱去回春堂找胡掌柜和张大夫，才不在这老史子的新月医馆看病。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懂得什么？”然而无论他怎么哄，童莹莹就是不肯走。“我才不去回春堂，我就在这里，也只要楚大夫来给我看病。”蒋高义见童莹莹油盐不进，便将矛头指向楚月：“你这个毒妇，你到底给我媳妇儿灌了什么迷魂汤？”迷魂汤。楚月冷冷一笑，伸手握住了一旁的捣药杵。蒋高义望着楚月的动作，生怕他再给他一棒槌：“毒妇，你又想杀人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”转而望向身前的童莹莹：“媳妇儿，咱就走吧，我早就说了，这毒妇不是什么好人。”楚月将捣药杵拿在手里敲了敲：“我就算要杀人，也不至于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杀人，不要太将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的命在我这儿根本不值钱。”他说着望向童莹莹：“蒋夫人，这药究竟是要还是不要啊？”“要的。”“不要。”蒋高义和童莹莹几乎是同时回答。楚月见状，有些不耐烦地将捣药杵往柜台上一放：“要不你们先出去商量商量再做决定吧，我还有其他病人要看诊呢，便不奉陪了。”说完便要往楼上去。童莹莹见状，忙上前拉住了楚月的胳膊，频频朝他使眼色：“楚大夫，我要抓药的，你别和我相公一般见识，他就是小心眼儿。”楚月望见这姑娘，顿觉有趣。不是说出嫁从夫，这姑娘倒是个不怕事的。“玉芳，抓药。”“好。”蒋高义见状，气得胸部剧烈起伏。“童莹莹！”童莹莹不理会气得快冒烟的蒋高义，仍自顾自地结账买了药材，领着丫鬟出了星月医馆。蒋高义怒气冲冲地随着他离开。“童莹莹，你给我站住！”陆玉芳伸长脖子往外看了看：“月月，这小蒋夫人回去不会被人欺负吧？”“她要是怕欺负，方才便不会在我们这里买药了。”楚月往童莹莹的方向努了努嘴：“你看她头上的珠钗，可没有一样是便宜货色。我猜想啊，她的娘家应该是有些来头的。”“还得是你眼光独到，这些东西我就看不大出来。”“往后见得多，自然就会了。”这会儿医馆里陆陆续续来了不少病人。楚月见朱大夫有些忙不过来，便去了他旁边的看诊台，一直忙活到快正午，眼见着只剩下最后一位病人。当搭上最后一人的脉搏的时候，
楚月面露疑惑地往面前的人望去。沈姐姐，沈之雪捂嘴一笑。我见你忙得入迷，便混在这一堆病人中，妹妹莫要见怪。我说怎的没病还来找我诊脉，原来是沈姐姐在这里逗我玩呢。楚月起身，拉着沈之雪上了2楼，在窗台矮桌旁的蒲团上坐下。沈姐姐，今儿个怎么来找我了？沈之雪拉着她的手，满脸关切地问。听说你来了医馆，便想着来瞧瞧你，身子可好了？已经大好了，多谢姐姐挂念。楚月一边说着，给沈之雪倒了杯水。沈之雪优雅地端着面前的茶水喝了一口，望向楚月。妹妹，那药包在县城卖的挺不错的，我今儿来呢，主要是想来问问你，可有别的好东西能让我搭着卖？楚月双手托腮。姐姐既是开水粉铺子，便也能卖改良的胭脂、口脂，还有各种功效的中药面膜。女子的钱向来好赚，爱美的女子的钱尤其如此。沈之雪面露疑惑。面膜？楚月一笑，拉着沈之雪去了小房间，让她躺在床上，将自己调配好的面膜均匀地抹在她的脸上。片刻之后便洗去药膜，敷过药膜的脸蛋就犹如剥了壳的鸡蛋一般滑嫩。沈之雪一边摸着自己的脸，一边惊呼：脸上好滑好舒服呀，这面膜的效果真不错。这便是面膜的特别之处了。沈之雪对楚月的中药面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这个面膜，妹妹可以给我一个什么价？这种药膜中有几味相对名贵的药材，我可以给姐姐260文1斤的价格。到手之后，姐姐可以用盒子分装售卖。至于定价，可以根据县城的物价来。我倒是想着和妹妹定一些，但是我更想拉妹妹一起合伙做生意。我如今经营着这处医馆呢，可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搞顾别的生意了。楚月婉拒。沈之雪望着他，态度诚恳。我县城的那处铺子位置其实也不差，我想着既然妹妹能改良胭脂水粉，咱可以租个场地做小作坊，生产的东西咱们自个儿卖，到时候妹妹这里出个可靠的人与我一起经营生意便好了，也不需要妹妹分心太多。楚月细细地思索了一番，点头说道：听起来倒是不错。肯定不会有错，到时候技术和产品由妹妹负责，我出铺面管经营，咱们3期分成，妹妹占大头，你看如何？回头姐姐拟一个具体的期出来，咱们再细细商定。沈之雪展颜一笑。好，那我便先回了，下午再来找妹妹。楚月起身相送。沈姐姐慢走。沈之雪摆了摆手。不必送了，妹妹先歇着吧。在楼上坐了一阵，楚月才起身下了楼。下来的时候，见底下的气氛有些不对劲儿，过于安静了。楚月望向陆玉芳。玉芳，出什么事了吗？铁蛋的娘来了。林氏？铁蛋的娘楚月没见过，只知道她姓林。她人呢？在后院来。她不是跑了吗？怎么又找过来了？听说在哪个大户人家当了妾，许是日子过得不如意，便要找上大贵哥这里来了。陆玉芳说着，凑近楚月，小声地说道：秋英姐刚才还差点被他给打了呢。听到这里，楚月眉头微蹙。秋英姐，你来一下。没一会儿，围着围裙的张秋英便来了楚月的面前。楚大夫可是饿了，锅里的粥马上就好了。楚月朝着后院努了努嘴。后头什么情况啦？张秋英压低声音。好似是嫂子后悔跑出来了，想归家。大贵哥同意了？没有同意，也没有说不同意，毕竟是铁蛋的亲娘。楚大夫，我在这里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人家误会着来。你这边可还有旁的事情能指派给我？楚月点头说道：还真有个事情打算交给你去做呢，等我下午和沈小姐碰面之后再与你细说啊。张秋英听了也松了口气。好，那我去后院忙活去了，你们收拾收拾就轮流来吃饭吧。行。楚月再次来到陆玉芳的面前。我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容易。陆玉芳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你说的是？楚月往后院的方向望了眼，小声地说：
那林氏呀，人都将她抬回去当妾了，会那么容易放她离开？大户人家的，可不是咱这种小门小户，不付出点代价，轻易不会放人离开的。陆玉芳的脸上满是嫌弃。要我说，他走也就走了，之前走的那样干脆，家也不要了，孩子也不要了，如今跟过别人又跑回来，当真是让人瞧不起。哪怕大贵哥最终因为铁蛋同意他归家，心里也总会有隔阂，多少会有些。不过这是大贵哥他自己家的事儿，咱也管不了。你和师兄先去吃饭吧，我在这看一会儿。方才在上面灌了一肚子的茶水呢，这会儿还不饿。陆玉芳揉了揉自己的肚子。成，在这里站了一上午，当真是饿了。那我先吃饭去了。去吧。没一会儿，便见一群拎着棍棒的混混从外头闯了进来。这些人看着五大三粗的，看得楚月心里直犯怵。几位是抓药还是诊病的？为首的那人将手中的木棍在楚月面前的柜台上敲了敲，抬头打量了一番医馆。我们是奉曹老大的命来找人的。曹老大，曹记牙行的大当家。几位大哥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连曹老大人都没见过呢，怎么会藏他的人在医馆里呢？那人根本不听楚月的解释。少废话，我们的人看着人进来的还能有假？赶紧将人叫出来，不然我们就砸了你这间医馆。楚月不敢耽搁，他忙朝着后院喊道：秋英姐，大贵哥，你让后院的人全部都过来一下。医馆里的几个人的背景他再清楚不过，他很确定医馆里不会藏有曹老大要找的人。没一会儿，几人便出现在众人的眼前。望着面前那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，苗苗吓得一个劲儿的往张秋英的怀里躲。陆玉芳更是低垂着脑袋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楚月忙望向一旁的几个男人：几位大哥，我们医馆里就这么几个人，可有你们要找的？为首的男人打量了一番面前的几人，面上带着疑惑：你们医馆里就这么几个人？大哥，我们医馆里一直就这么几个人，你们也知道，咱们开门做生意的，每天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尤其是医馆，就算你们要找的人上午来医馆看过病，这会儿人也走了不是？就在这时，楼上楼下翻找了一番的几人也来到了领头的那人面前，纷纷摇了摇头，示意自己没找到。领头人见状，这才大手一挥：既然不在这里，我们走。那帮人走后，楚月才总算是出了一口气。陆玉芳望着走远的那帮男人，一脸后怕地拍着胸脯来到楚月的面前：月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大清楚，他们进来就说要找人，也不知道找谁。我吃完饭了，这里就交给我和朱大夫，你先去吃点东西吧。好。楚月从柜台后面绕出来，经过陆大贵的时候说道：大贵哥，你随我来。好。陆大贵紧随其后，张秋英也随着去了后院，给楚月盛了一碗粥，还将留给他的菜端在他面前，便带着苗苗去了自个儿的屋里。楚月挑了挑碗里的粥，却并没有多大的胃口。大贵哥，方才那些人你也看到了，你说他们是不是来找嫂子的？陆大贵心里一惊。林氏啊？曹老大在南平镇的影响力你也该知道，如果嫂子是曹老大的人，你想从曹老大的手里抢人没有任何胜算，一旦让曹老大知道你和嫂子的过往，说不定连你都危险呢。陆大贵沉默了，楚月说的不无道理。思及此，陆大贵也有些犯难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想知道，对于嫂子你是怎么想的？陆大贵的面上带着无奈。我还能怎么想？她毕竟是铁蛋的娘，她要是想回来，我还能拦着不成？所以大贵哥重新接纳嫂子，只是因为她是铁蛋的娘？是。陆大贵大方地承认。那你们的夫妻情分呢？夫妻情分……陆大贵自嘲地笑了笑。从他抛弃我和铁蛋离开，从他被别人抬做妾，就已经没有了。既然没了夫妻情分，大贵哥大可不必为了铁蛋重新接纳嫂子的。你首先是你自己，其次才是铁蛋的爹。我并不认为嫂子回来之后，你和铁蛋的生活能比现在更好。
陆大贵再次沉默了下来。如果嫂子需要帮助，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你可以搭把手。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。不过具体怎么做，还得看大贵哥自己了。但在这之前，我希望大贵哥能先将嫂子的去处弄明白，莫要稀里糊涂的趟了浑水。楚月点到即止。陆大贵点了点头。我知道了。忙你的去吧。玉芳今儿统计了要进的药材，明儿恐怕还得劳烦你去县城跑一趟呢。好。陆大贵说完便出门去了。楚月一口一口地吃着碗里的粥，不过3两口便已经觉得饱了。要是相公在就好了，这些事情便不需要他来操心了。下午沈之雪来了，还带来了拟定好的契。2个人商定斟酌之后，便将契签了下来。楚月负责租场地开作坊，提供原材料和秘方生产产品，沈之雪负责铺面和人工，铺子所得2人3/7分成，沈之雪得3，楚月得7。楚月回到家的时候，云翠和正在整理屋旁的几块地。月月，今儿铺子就关门了。是，如今还在过年里，镇上经过去年那么一折腾啊，便也没人出门来了。楚月说着换了双鞋，便接过了云翠和手里的锄头。娘，我来吧。正好这时候，将骡子放去猪圈中的陆大贵走了出来。还是我来吧，婶子和星河媳妇儿都歇着去，这点地我很快就能翻好了。云翠和很敏感，一眼便瞧出了陆大贵今儿个神色有些不对，忙望向楚月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楚月凑在他耳边小声地说道：铁蛋的娘找去医馆了。哟。云翠和有些惊讶，压低声音问道：他还能找回来呢？怎的？如今过得不如意？哪里能不如意呀？听说当上大户人家的姨太太了。好端端的日子不过，去人家家当姨太太，说的好听点是个妾，本质还不是个奴才。不过他愿意当妾是他的事儿，大贵在这里愁啥？还舍不得他？人想归家呗，大贵哥为这事发愁呢。归家？都这样了，还归什么家呀？哎，再不济，她也是铁蛋的娘，没办法。其实我倒是觉得那张氏人不错，人老实，也重情义，还以为他们俩最后能成呢。云翠和说着摆了摆手：都是缘分，强求不得。我做饭去了。他说完便去厨房忙活去了。楚月忙随着云翠和进了厨房。娘，我来帮你忙。晚饭吃的粥，还有酸甜萝卜和一碗鸡蛋汤。如今正月，天还冷着，地上也种不了菜，再过一宵，咱们家里怕是吃口菜都困难了。云翠和有些犯愁，如今都没得菜吃，咱省着些，等天气稍稍暖和点，便种一些长得快的菜先应付着。只能这样了。这几日啊，我将家里的地全部翻一翻，施点底肥下去，回头天气暖和一些，便能直接种菜了。云翠和说着望向陆大贵。大贵啊，我听说林氏来找你了。陆大贵点头。是。你咋想的？我原本想着他走了就走了，我和铁蛋好生过日子。今儿他一出现，我有些乱了分寸。他原本也是有意于张秋英的，还不知道人家如今在心里怎么想他。幸好之前没有挑明自己的想法，不然人还以为他脚踏2条船呢。你还想将他接回来？陆大贵干脆地回答：不想。不仅不想，他还希望他不要再找上门来。既然不想，那就没有什么好发愁的。他是成年人，如今过怎样的日子，想来也都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。婶子说的是。铁蛋儿在一旁似懂非懂，他抬头望向陆大贵：爹，你和于奶奶说的是娘吗？陆大贵揉了揉铁蛋的脑袋。铁蛋希望娘回来吗？虽然不知道娘之前为什么要丢下爹和铁蛋，但铁蛋还是希望娘能回来的。只是爹好像不太希望娘回来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娘又有了自己的家，让她回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那铁蛋也不希望娘回来了。为什么？铁蛋咬了咬嘴唇，眼眶里弥漫着泪花。爹不是说娘如今有了自己的家吗？他肯定是不想要爹，也不想要铁蛋了。既然是这样，没关系的。
只要娘过得好就行了。铁蛋要是实在想娘了，以后长大了可以悄悄去看他。娘可以不要他，可他却仍旧是他唯一的亲娘。望着身旁看似懂事坚韧的小小身影，陆大贵一阵心疼，连带着眼眶也开始泛红。铁蛋乖，咱们先回家吧。铁蛋儿点了点头，任由陆大贵拉着离开了。望着父子两个的背影，云翠荷叹了口气。这么小的孩子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楚月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道：都是被迫懂事。铁蛋的娘要是不走，他的心思也不会这么敏感了。谁说不是？你和小猪也是一样，都是可怜的孩子。陆兴平忙从瓮子里倒了热水，再接过楚月手里的碗洗去了。娘，你说大哥去了县城，现如今如何了？不知道，娘就希望啊，他平平安安的，只要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，别无他求了。楚月一边从瓮子里舀水到盆里，一边说道：大贵哥明儿要去县城进药材呢，到时候让他去瞧瞧就知道了。云翠荷似是想到了什么，转头望向楚月：月月，你可知道县城那边的书院何时入学啊？这我倒是还没问，去年经历了那么多劫难，估计会迟一些吧。明儿我去镇上打听打听。行，兴平县安也该入学了，到时候我就带着小竹去镇上给你帮忙。一旁的小竹听说可以去镇上给楚月帮忙，当即来了兴致。我也能去镇上吗？楚月将盆放在桌上，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。明儿带你去和苗苗玩可好？好。袁翠荷则微蹙着眉头：你自个儿啊还得忙活，带小竹去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如今大家都在屋里过年，镇上人少，有朱大夫在，我也没多少事要做，而且小竹也听话，不会乱跑的。成，那就让小竹跟着你去镇上瞅瞅吧。楚月想了想，便从地窖中搬出了2坛泡萝卜。昨儿相公走得急，也不知道县城那边有没有菜吃，明儿大贵哥去县城，让他给相公带2坛泡萝卜去。云翠荷见楚月是要给陆星河带粮食，当即问道：要不顺带给他捎带点粮食？带30斤去吧，如今县城的粮价指不定怎么贵呢。不过相公怕是也没空做饭吃了，再有2个月就是院士了，他怕是一门心思都扑在念书上嘞。那怎么办？明儿让大贵哥去看看就晓得了，实在不行让他在县城雇一个做饭的婆子照顾他2个月。第二天，楚月带着楚文竹一起去了镇上。陆大贵一将他们送到医馆，便驾车往县城去了。楚文竹的到来让张秋英轻松了不少，她可以领着苗苗在医馆的楼上楼下玩。张秋英空出了双手，独自出门找场地，效率要高了不少。当天中午回来的时候，她便兴冲冲地来到楚月的面前：楚大夫，我看了一处地方，觉得合适，只是位置稍稍偏了些，但咱只是开作坊的话，我觉得偏一些不是问题，你要不要也去瞧瞧？成，总归今儿不忙，下午我跟你一起去看看。哎，张秋英说完便往后院做饭去了。吃了饭，楚月与陆玉芳和朱大夫说了一声，便牵着小竹与张秋英一起出了门。张秋英看的院子在偏城郊的位置，分前院和后院。秋英姐，这处屋子什么价呀？上午我找房主细细的问过了，因为院子还比较大，收300文1个月的租金。这里距离书院远不远啊？张秋英之前经常跑镇上做小生意，自是清楚镇上的布局。咱医馆和这处院子在西边，书院在南边，从这里过去比到医馆大致多1刻钟的路程。听到这里，楚月对这处院子便也没有一开始那么满意了。不着急定下来，咱再往南边的位置找找院子吧。往南边距离书院近，院子的价格是一个比一个高。楚大夫可是觉得这处院子距离书院太远了？他是去过半坡村的，知道楚月家里有2个8、9岁的小叔子，便也猜测到了楚月的顾虑。楚月点头：是。我今儿上午倒是在偏南边的位置看了一处院子，比这里小了些，店主要求只卖不租，楚大夫可要去看看。先领我去看看吧。张秋英先领着楚月往徐记牙行跑了一趟，将过年在牙行里值守的小厮叫上，便往距离南平书院稍稍近一些的那处院子去了。小厮开了门，
便将楚月和张秋英迎了进去。嘿，我先领两位看看吧。之前在这里居住的是南平书院一位教书先生，还是举人出身呢。院子一直打理得很好，也非常雅致，没有需要特别修缮的地方，将东西搬进来便能直接入住。楚月一边走一边打量这处院子，确实如小厮所说，不需要特别修缮，直接可以拎包入住了。既是教书先生，这里距离书院不算远，来去也便利，为何想要将院子给卖了呢？小厮的言语中满是崇敬。据这位先生说，他要卖掉院子凑盘缠，前往京城参加科考，许是有更好的出路，否则也不会将院子卖了。楚月点头，四处看了之后，楚月才望向小厮。这院子什么价？那位先生卖得急，他开价是428两银子。嘿嘿，姑娘也看了，这里的家具都保养得极好，直接便能用，428两确实也合适。如果是往年年成好的时候，428两确实公道，如今这年成着实虚高了。楚月话音一转，350两，麻烦这位大哥帮我转达那位先生，如果愿意，明儿我便能来与他过期。这……小厮愣住了，姑娘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院子是428两的价格，不是378两。我知道是428两，但这个院子我只能出得起这个价格。楚月说着，便牵着楚文竹往院子外面走去。无论成与不成，大哥帮我问一问那位先生，如果有眉目了，便可去星月医馆告知我一声。听得星月医馆几个字，那小厮眼神一亮。姑娘是星月医馆的人？是。楚月说完，摆了摆手，便领着张秋英回医馆去了。小厮望着楚月的背影，眼底闪过感激。毕竟星月医馆去年可是救了不少百姓，其中也包括他和他的家人。路上，楚文竹抬头望向楚月：“姐姐，咱们家要在镇上买院子吗？”“回头你姓平姓安两个哥哥要念书呢，可不得在镇上住着才便利。”“楚大夫，那城郊的那处院子，咱还考虑吗？”张秋英抱着睡着的苗苗追在楚月身后问道。楚月见状，放缓了脚步：“那个院子，你明日去找房主谈一谈吧。咱们年付，如果能谈到3两银子1年的价格，便可以租下。租下之后，我从万坡村找几个稳妥的人来，你再在镇上招几个，咱将需要的东西置办好了，便能开工了。”张秋英边走边应着：“行，今儿已经不早了，等会儿回去便得做饭了。明儿上午我再去找那房主问一问，尽量将租金要到3两银子1年。”“好。”回到医馆的时候，陆大贵正好从骡车上一趟一趟将药材搬去医馆里。因为怀里的苗苗正睡着，张秋英也没敢在外头多逗留，直接抱着他便往后院去了。“大贵哥，县城那边什么情况？”楚月站在门口问。陆大贵一边搬货物一边回道：“可不比咱镇上好。”楚月眉头一蹙：“怎么说？”陆大贵抬手：“那边还有不少人病着嘞。南平镇也就是咱们医馆早早的采取了措施，才能让疫病在短短时间内控制住。县城人口多，听说之前的死人都是一车一车拉出去的。如今虽然没那么严重了，但病情还在蔓延。”“相公如何了？他没有受到影响吧？”“我瞧着他好像没事儿，住的地方虽然陈旧了一些，却也干净敞亮。他将自己照顾得挺好的，不必担心。”陆大贵宽慰道。楚月松了口气：“那就好，大贵哥快些将货物卸下来，便好好休息吧。等会该吃饭了。”“哎，好。”楚月走进医馆，便见一位年轻的小姐正坐在空着的那个看诊台旁。见楚月进门，她身旁的丫鬟忙拉了拉她的衣角：“小姐，好似是楚大夫回来了。”那小姐忙捂着腮帮子说道：“快叫人！”丫鬟扶了扶身，便望向楚月：“这位可是楚大夫？”“是。”楚月让楚文竹去了陆玉芳那里，才走向看诊台。“2位可是要看诊？”丫鬟微微的颔首：“我家小姐近2日牙疼得厉害，还请楚大夫给瞧瞧。”“之前可有找过别的大夫瞧过？”那位女子捂着脸颊说道：“
找是找了，但过不了多久又会疼，便找来楚大夫这里了。我瞧瞧。楚月让那女子将手掌放下，才发现她的一侧脸颊已经肿胀了起来，又拿过干净的竹签给她检查了一番牙齿，才说道：龋齿引起的牙龈红肿，舌尖还有些泛红。姑娘最近可是心烦气躁。大夫说的极是，不知我这牙齿要如何治？楚月一边在身前的纸上写着什么，一边说道：用莲子、枸杞和冰糖煮水喝，7日一疗程。少吃甜食，每次进食之后最好用盐水漱口，保持口腔洁净。大夫，可有好的镇痛法子？我家小姐这牙齿实在是痛得厉害，这2日都没睡好觉呢。一旁的丫鬟问道。楚月望向他，将煮好的花椒水加入白酒，冷却之后滤掉花椒，封存起来。可以用洁净的棉布沾了，放在牙痛部位紧紧咬着，很快便能起到止痛的作用。他说着，将开好的药方交给那丫鬟。不是什么大毛病，只是平时里需要注意，甜食莫要多吃了。丫鬟接过楚月递来的药方。多谢楚大夫。两人去柜台拿了药，结了账便离开了。陆玉芳望着两人的背影，月月，他俩在这里等你半天了，也不是多大的毛病，朱大夫也能治，怎的非得等你来？楚月摇了摇头。闺阁小姐大多娇贵，许是觉得南大夫瞧病不好意思吧？陆玉芳不置可否。那他从前生病不也得有人瞧吗？谁知道呢，总归也不是多麻烦的病，等着我就给瞧瞧呗，总不能将人赶出去。楚月说完便拉着楚文竹上楼认字去了。刚吃完晚饭，徐记牙行的小厮便找到楚月这里来了。楚大夫，那个院子的事情我帮你问过了，那夫子没说同意，也没说反对，只说让你明日去院子他。楚月听了点头说道：成，我明日再去瞧瞧。哎，好，这会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许是因为知道了楚月的身份，小厮态度极好。楚月笑道：慢走。送走小厮，楚月便也和陆玉芳、楚文竹一起坐上骡车回家了。到家的时候天蒙蒙亮。娘，明儿你随我们一道去镇上瞧瞧呗。楚月来到云翠河的身旁，云翠河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头望向他。怎了？兴平兴安不是要去镇上念书吗？我便想着，索性咱们医馆也开在镇上，买个院子住着，省得来来回回跑的麻烦了。云翠河的眼底带着凝重。这镇上的院子不便宜吧？月月是已经看到合适的了吗？这2日我让秋英姐在给我找作坊的时候，顺带看了一处院子，到南平书院只有1刻钟的路程，到医馆也不远。那院子之前是南平书院一个教书先生住的，如今想卖了，开价428两银子。我让牙行小哥给我压制到350两银子价格，人家还没同意，也没反对，就说让我明儿去面谈。我想着，如果真要买的话，还得娘过目才行呢。这看院子的事儿，我也看不好啊。看不好没关系，娘在边上，我底气也足一些，不是？云翠和满脸慈爱地拍了拍楚月的手。成，那咱们一家人啊，明儿便都去瞅瞅去。哎，对了，那张氏怎的还在给你找作坊？是要忙活别的营生了吗？确实与人合作了一桩生意，总归是一个赚钱的路子嘛，也不需要太大成本，我便想着试一试，看可不可行。不过那作坊，娘到时候可得给我帮忙看着呢。楚月说着望向云翠河，云翠河一笑：行，到时候需要娘做什么，与我说便是。娘虽然很多都不懂，但娘能学着去做。娘最好了。云翠河拍了拍楚月的手：多大个人了，还跟个孩子似的撒娇。快些洗洗，去床上吧，这天马上就要黑了。楚月从云翠河的房间里出来，便去了灶房。第2天，一家人吃了饭，全都坐上了骡车。因为惦记着家里的鸡鸭和兔子没人喂，在离开之前，云翠河还特意跟江秀琴叮嘱了一番。那几只兔子啊，胃口不小，这几日家里没得菜吃，看着都瘦了。咱们下午早些回来杀一只吧，别真给养瘦了，到时候肉都没得吃呢。没一会儿，一行人便到了镇上。云翠河和陆兴平、陆兴安是第一次到星月医馆，望着面前气派的2层楼时，眼里都带着惊讶。
倒是比我想象中要大了不少。一旁的陆玉芳笑了笑：“三伯母，我第一次看到这间医馆的时候，跟你一样惊讶。”楚月一笑，上前开了锁，将几人迎了进去。秋英姐，倒几杯水来。后院的张秋英听见动静，忙应声说是。云翠和见状，便直接往后院去了。咱们自家人的事情，叫秋英做甚？我自己去到就成了。陆兴平、陆兴安进了医馆之后，对什么都好奇，和铁蛋儿一起东看看西瞧瞧。云翠和倒了水过来，望见几个孩子那一脸好奇的模样，笑着说道：“成了，你们几个也别到处乱逛了，我要给你们嫂子找麻烦。”没一会儿，朱大夫也来了。楚月将医馆的事情交给朱大夫和陆玉芳，顺便让陆大贵也在这儿盯着，便先领着云翠和几人去了一趟徐记牙行，找昨儿领他看院子的小厮。随后便由小厮带着往那处院子去了。至于张秋英，则是带着苗苗去了城郊的那处院子。小厮便领着几人往院子的方向边走边道：“楚大夫，那位先生怕是还没这么早来，等会儿您几位先看着，这院子的价格怕是得那位先生来了才好谈。”“好，等会我们看了之后，便在院子里等上一等。”没一会儿便到了地方，大门开了，望见里面的景象时，陆兴平哇的一声惊呼出声：“娘，这院子跟花园似的，住在这里怕是会长寿吧？”“你这猴子净瞎说！”陆兴平吐了吐舌头：“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”楚月捂嘴一笑：“院子住着心情舒畅的话，确实也能延年益寿。兴平这话倒是也没错。”陆兴平满脸神气：“看吧，大嫂都说我说的没错。”云翠和笑道：“这猴儿怪会顺杆子往上爬，你就由着他胡说。”小厮将几人让进了院子。楚月因为昨儿参观过一次，便也不用小厮领着，自个儿便带着云翠和几人再次在院子里转了一圈。这院子可比自家那青砖瓦房要气派多了。“娘，这里如何？”云翠和没有表现得很欢喜，也没有表现得不喜欢，只是微微点头说道：“倒是还行，就是价格贵了些。”楚月知道他的用意，便转头望向小厮：“那位先生大概什么时候来？”小厮望了望天，刚过辰时：“应该是快了。”果然，几人在院子里等了没一会儿，4时初那位先生来了。这位先生楚月不陌生，正是之前在沈之雪集集礼上遇到的那位张平先生。楚月见着人，浅笑着微微俯身：“我竟不知这里竟是张先生的院子。”袁翠和见状，也朝着张平微微的颔首。张平摆了摆手：“头一次见你，使我眼拙，转过身，你便救了整个南平镇。人人都说新月医馆的大夫菩萨心肠，倒是令我意外。”楚月不卑不亢，并未因为张平几句话而沾沾自喜。张先生过誉了。张平笑了笑，望向楚月：“你这丫头倒也怪，往常这般年龄的孩子也有一身本事在的，无不高傲自大。你倒好，谦逊得很。”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张先生是做学问的，自当是知道戒骄戒躁的道理。若是有一点成绩便骄傲自满，往后怕是难以进步了。”“是这个道理。你这丫头每一次见都能让人刮目相看。”楚月望向张平：“听说先生此次卖掉院子是要远赴京城赶考。”他总觉得这位张平先生提议要与他面谈，肯定还有别的要求才是。“是，也不全是。家母身子虚弱，在镇上找了几个大夫看了都不见好，卖掉这处院子，一是想进京赶考，二也是想带着家母前往京城找大夫看病。”“先生拳拳孝心，令人感动。照顾长辈是我们这些当晚辈的职责所在。这处院子是我3年前买的，当时买院子加修葺便花了近400两银子。昨日徐记的这位小哥来找我说，你想350两将这处院子买下，我倒也不是不愿，只是想厚脸皮与姑娘多提一个要求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”楚月听着张平的话，大致也猜到了他的想法。“先生请说。”不得不说，与读书人交流还是挺费力的，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与相公一般言简意赅。张平朝着楚月作揖说道：“我知姑娘医术高超，便想请姑娘上门去给家母瞧瞧身体。
且接下来几个月我都不在家，还望姑娘能在我不在家的日子，每隔3、5日去个家母号个脉，诊费另算。若姑娘愿意，我今日便能跟姑娘去官府过气。去给老夫人诊脉，我倒是能答应。只是先生也知道，人到晚年，有些问题并非是医术能解决的。张平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姑娘说的我又何尝不知，生老病死乃常态，只是希望老人家晚年能少些痛苦罢了。楚月略微沉思之后点了点头。先生豁达，这个要求我可以答应先生。张平见楚月松口，心底松了口气。姑娘这会儿可有空？正巧我交代的东西都带着了，今儿便能将气过给姑娘。有空的。楚月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。张平先生，请。几人一起到了衙门，将房契过了。楚月给张平支付了350两银子，又应承他第2日上门给张老夫人看诊之后，便领着云翠和几人回到了医馆。便见一个年轻的妇人将铁蛋抱在怀中，手心的帕子正托着几块糕点给他吃。林氏。那年轻妇人听见声音，忙回头望去，在见到云翠和几人时，面上闪过了一丝不自然的神色。云婶子，这段时间我家大贵和铁蛋麻烦你们了。听到林氏说我家这2个字，云翠和有些反感地蹙起了眉头。都给人做妾了，还在这里以大贵家女主人的身份自居，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，人家大贵同意了。云翠和没有表现得多讨厌，也没有表现得多热情，只是淡淡地问道：你如今脱离主家了？听到这里，林氏面上的表情变了又变，笑容也凝固住了。没这么容易。林氏紧紧地拽着自己的拳头，云婶子怎的知道她如今嫁人做妾了？她都知道了，那半坡村的人不是都知道了？这往后要是真回去过上日子的话，岂不是被人戳得连头都抬不起来？上次林氏来，楚月没有瞧见人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林氏。那张脸虽谈不上倾国倾城，生的倒也标致。既然没那么容易脱离主家，你往后还是少往这里来比较好。要是被发觉了，大家都讨不到好，尤其是大贵。你要真为他们爷俩着想，就忍着些，等彻底脱离主家了，自是你想如何便如何。见林氏脸色有些不大好看，袁翠和又说道：嫂子说的话是不好听，但既然咱们是一个村出来的，又涉及到大贵和我们家的医馆，该说的我还是得说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该明白这其中的道理。旁边几人听着云翠和的话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嫂子可是觉着我如今被人抬为妾室，不干净了。云翠和摆了摆手：你又不是跟我过日子，大贵都没说嫌弃，我嫌弃你做甚？我只是怕你连累了他们爷俩还有医馆，万一人家发现你和大贵还有往来，将大贵打杀了呢，你岂不是得平白连累了一条人命？我知道了，往后我不会随便往这里跑了。林氏说完便直接跑出了医馆。铁蛋站在原地，手里还捏着半块没吃完的糕点，望着林氏离开的背影，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。云翠和不忍，上前摸了摸铁蛋的脑袋：铁蛋儿，可是会怪云奶奶将你娘赶走了？铁蛋忍着眼泪摇了摇头：铁蛋知道云奶奶是为了我和爹好。他能听出来，娘如今有自己的家，他要为他的新家考虑。云翠和叹了口气：你爹呢？铁蛋一指后院：爹在后院给张姨帮忙。云翠和牵着铁蛋去了后院，陆大贵正在院中劈砍柴火，见铁蛋过来，他略微的惊讶：铁蛋，你娘走了？走了。他说完便安安静静的去桌旁坐下了。云翠和也没说什么，直接去了小厨房给张秋英帮忙。待吃完饭，张秋英便直接找到了楚月：楚大夫，那处院子我给谈好了，3两银子1年的租金，房主同意定5年的契。成，这事便交由你负责，到时候我找2个人来辅助你。至于要准备的东西，根据我交给你的图纸上来就行，银件可以先从铺子里支出。张秋英略微迟疑之后问道：
那我将院子租下来之后，可否搬去那里住？楚月望向他，怎么了？这里住着不方便吗？张秋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。倒也不是，铁蛋的娘似是对着我有些敌意，每次来这里防我跟防贼似的，我瞧着挺尴尬的。接下来他应该不会轻易来这儿了。想了想，楚月又说道，不过作坊那边也确实需要你去盯着，将那边的院子租下来之后，你便搬过去吧。这2日铺子里做饭的事情你还得兼顾一下，回头我找到人了，你便不用两头跑了。这个没问题。楚月将手头上的药材归置好，便提笔写了一张招聘的告示贴在门口。张秋英毕竟带着孩子，两边跑也不容易，先贴个告示出去，尽量在这1、2日找一个煮饭的婆子。只是他似乎低估了现在人生活有多艰难。告示贴出去没多久，便有几个妇人从识字的人口中得知了告示的内容，进来医馆问情况。其中年轻的27、8，年长的有40出头。几番比对之下，楚月留下了一个姓方的中年妇人。方婶子，咱医馆里的事情不算太多，中午晚上2餐饭带，顺带负责医馆里的洒扫就成。工钱1个月600文，你要是觉得行的话，明儿就能来上工了。那方氏立马点头。行的，那我明日便来。想了想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望着楚月。我瞧着后头还有个小屋能睡人，我可否搬来这里住下？楚月有些惊讶地望向他。方婶子不是住镇上吗？是住镇上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便不说与楚大夫添堵了。只是我如今确实需要一个地方住。正好秋英姐今儿要搬去别的地方，婶子明日来的时候便将东西搬过来吧。哎，行，多谢楚大夫了。将铺子里的事情忙活完，楚月便让陆大贵先将自己一家人送回去。一到家，楚月便从笼子里提出来一只兔子，剥皮去内脏腌制起来了，还让云翠禾将母兔子也杀了，腌了盐放在地窖中。娘，咱这几日可以慢慢将一些要用的东西带去镇上，到时候便能直接去住了。其余的倒还好，咱们家的鸡鸭到时候怕是也要带去，我就怕鸡鸭多了将那院子给熏臭了。张先生啊是个教书先生，住所看着自是不食人间烟火，咱一家都是过日子的，养些鸡鸭不是很正常吗？娘就不要有这些顾虑了。云翠禾有些心疼地说道。好歹也是新买的院子，修葺成那样雅致，养鸡鸭岂不是要将那院子里的景致给破坏了？楚月一边忙活着手头的事情，一边说道。那院子后头不是还有一片小竹林吗？咱可以将鸡鸭圈在那里养，既不会脏了院子，鸡粪鸭粪的还会肥了竹林呢。成，鸡鸭呀就带去镇上养着吧，不过咱们家里的地到时候还是得种着的，得空了便回来瞅瞅，总归有骡车也方便。好，听娘的。娘，我去老宅找四叔四婶有点事儿，马上就回来。好。楚月去老宅的时候也没空着手，而是将家里的萝卜带上了2个。四叔四婶，你们在家吗？听见声音，江秀琴忙出来开了院门，将楚月迎进了堂屋。来找四叔四婶何事呀？楚月直接道明来意。四婶，我想在镇上办一个作坊，想让你和四叔去帮帮忙，不知道你们有空没？江秀琴忙说道。自是有空的，如今天寒地冻的，啥也做不成，我们巴不得有点事情做来，只是你医馆才刚开张不久呢，如今又办作坊的，能忙得过来吗？这不找四叔四婶来帮忙了吗？届时还有娘和秋英姐盯着，也不需要我费多少心思。就在这时，陆铁生和王雪兰也来到了堂屋。月丫头，既然需要你们帮忙，你们就去镇上忙活着，家里还有我们2个老的看着，几个孩子也都大了，如今都各有各的事情，暂且不需要你们操心。农忙的时候，你们能回来帮帮忙就成了。王雪兰也在一旁搭腔。你们爹说的没错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劲儿该往一处使。家里的事情你们不必操心，我们会处理好的。楚月适时地补充道。
家里有骡车的，四叔四婶想家了便能时常回来看看，不需要等到农忙，我那边事情也不重，四叔四婶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一起去。第二天，陆大贵赶着骡车载着楚月下山的时候，路过老宅，将陆守成夫妻俩和陆玉芳也捎上了。几人一到镇上，楚月便领着陆守成和江秀琴去了作坊。楚大夫来了。我带四叔四婶来这边瞧瞧。秋英姐，你领着人先去后院转一圈吧，然后将我的想法说一说。张秋英听了，忙领着两人往后院去了。说，婶儿，你们随我来。咱们这个作坊主要布置在后院，昨晚便将地方清理出来了。陆守成夫妻俩随着张秋英前后转了一圈之后，来到楚月的面前。月月，你们一家人以后也要住在这儿啊？我们不住这儿，兴平兴安要念书的，我们会住在离书院稍稍近一些的地方。哎呦，我倒是也想将小伟送去书院读书呢。江秀琴心下一合计，便将陆守成拉到一旁，两人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商量着些什么，这才重新来到楚月的面前。月月，你这前院这么宽敞呢，光给工人住着也不合算，要不租给四叔四婶可好啊？原本我将四叔四婶叫来镇上，便是给你们留了屋的，四婶怎的还要花钱租啊？哎呀，我知道，只是我想将小伟接来镇上读书嘛，到时候我们在这里做事，住在一起会方便一些。再者，玉芳如今在你医馆里做事儿，总往老宅跑也不方便，与我们住在一起，我们也放心些嘛。楚月听到这里，便也点头说道：既然四婶要租，便算100文1个月的租金吧，到时候我找人将前后院隔起来，后头的人也不会扰了前头的清静。成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四叔四婶先将屋子规制一下，回头秋英姐找到人来了，四叔四婶帮我看着点，我得回医馆了。楚月说着便往门口的方向走去，江秀琴忙将楚月送到门口。这里的事情呢，你就放心交给我们吧。刚才张氏呀也将图纸给我们瞧过了，有你四叔看着不会有问题的。哎，那就麻烦四叔四婶了。楚月说完便离开了院子，往医馆去了。走到途中，被突然从一旁跑出来的人用麻袋罩住了脑袋，陡然被人蒙住脑袋，楚月面前的视线暗淡下来。他心里虽然慌，却还是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，从袖袋中掏出了一包粉末，便凭感觉撒向四周，也不知道撒到那人身上没有。他用力的一撞，便将身旁的人撞开，朝着医馆的方向跑去，一边跑还一边将脑袋上的麻袋解下，并大声地喊道：救命啊！有人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了！身后两个男人虽然被楚月撒了痒痒粉，却并不妨碍他们一边挠一边往楚月的方向追。他们今儿可是收了钱出来的，要是没抓到人，回去指不定要受到处罚呢。站住！楚月往身后望了眼，见两人穷追不舍，心思一转，便再次从袖袋中取出了一包药粉往后撒去。两个男人跑得快，又不是身手多敏捷的人，直接与楚月撒出的药粉迎面撞上，扬了一身。下一刻，两人直直地倒了下去。楚月望着倒在地上动弹不得的两个男人，眼底带着冷意：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赶紧把我们给放了，否则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。放了你们，让你们再将我抓回去。楚月瞟了他们一眼，面露讥讽：我可不傻。就在这时，有几个附近的居民听到了楚月的呼唤声，拎着家里的棍棍棒棒来到了巷子。楚月望着那几人，忙说道：几位大哥，我是星月医馆的大夫，刚才经过这里的时候，这两个人要将我抓走，暂且被我的药制服了，可否劳烦几位大哥帮我将他们带到衙门去？他一将身份亮出来，便有人认出来了。其中一个妇人指着楚月：这可是楚大夫呀，年前救了咱整个南平镇的楚大夫，这还得了？人做了好事，竟还差点被人抓走，咱可得将那两个畜生送去官府才行。对，楚大夫可是我们的大恩人，竟还有人想要将他抓走，谁给你们的雄心豹子胆？一时间不少人跟着起哄，将人拖着往衙门而去。那两人的衣服虽然穿得厚，但是在粗糙的地面蹭了没一会儿，便磨了个底儿穿，暗处
蒋高义一拍自己的额头，怒道：连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都对付不了，2个废物！他身旁的小厮一脸担忧：公子，这楚大夫似是想拉赵成、赵祥兄弟俩去衙门，万一他俩将你招供出来可咋整？咱原本只是想吓一吓那楚大夫，可没有动别的歪心思啊。这要是官府计较起来……听到这里，蒋高义的脸上也闪过慎重。快，赶紧回家找找爹！楚月一行人从巷口出去之后，一行人一路到了衙门，惹得衙门的官爷心惊胆战，还以为民众要造反了。楚月径直走向2个领头的官吏，俯身说道：还请官爷为我做主。官吏望了眼地上一脸痛苦的2人，转而看向楚月：这是怎了？看着情形，地上的2人才像是受害者。楚月指向地上的2人，一字一句说道：方才我经过永通巷的时候，这2人尾随着给我套上麻袋，想将我抓走，幸好我反应快，才脱离了2人掣肘。当时周围不少的居民听到我的呼喊声赶过来，都可以为我作证的。这2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，可见情节恶劣，也不知道背后之人有何歹心，还请官爷严查。随着楚月的话音落下，四周的百姓也纷纷说道：那麻袋还在永通巷，官爷要是不信可以去考证，还请官爷给楚大夫一个公道。2个官吏的脸上带着凝重，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确实是罪大恶极。况且面前这女子还是星月医馆的大夫，这么多百姓盯着，想蒙混过关都不行。那2个官吏望向身后的官兵，将人带进去。最终受了一番刑罚，那2个人经不住吓唬，才哭着说道：官爷，是蒋员外家的公子让我们这样做的。他说新月医馆的楚大夫和他有一些私仇，便给我们10两银子，让我们将楚大夫给他绑过去。我们见了银子，这鬼使神差的就应了，还望官爷能网开一面，放我们兄弟俩一条生路。2人不住地给官吏磕头。见2人招了，那2个官吏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，怎的又是蒋员外家的混世魔王？原本几个月不见他，还以为人醒悟了呢，转过身便又干出了这样的勾当。有如此多的百姓在，怕是不能轻易的接过了。去将蒋高义带过来。没多久，蒋高义来了，不只是他，蒋员外和童莹莹也来了。一帮人进了衙门，官吏朝着蒋员外抱了抱拳，才望向蒋高义：蒋公子，刚才有人招供说你给了10两银子，去绑架星月医馆的楚大夫，可有此事？怎会？我和楚大夫之前虽然有过节，但也都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。我这段时间在家安安分分的，可没有指使人做过这等事儿。蒋高义说着，上前一脚将赵成、赵祥2兄弟踹倒在地。你们2个畜生，自个儿见色起意，竟还污蔑到老子身上来，我都不耐烦了。他一边说着，还一边恶狠狠地朝着2兄弟使眼色，示意他们再乱说话便不放过他们。2人战战兢兢地缩在地上，对着自己头脑发热答应蒋高义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而后悔不已。赵成抱着自己的胳膊：蒋公子，之前的确是你找的我们的，那10两银子我刚才交给官爷了。见蒋高义伸出腿，欲再次去踢踹地上的2人，官吏忙上前制止：衙门重地，还请蒋公子注意自己的举止。楚月也在一旁冷冷地说道：蒋公子莫不是想灭口，来个死无对证？蒋高义满脸愤怒地指向楚月：你这个毒妇，快说，这是不是你自导自演，试图陷害我的一出戏？我陷害你？楚月望向他，眼底带着一丝嘲讽：你有什么值得我陷害的？衙门重地，说话做事要讲证据，不是如同蒋公子这般张口就来的。蒋员外虚眯着眼，似是要将楚月诬陷一事坐实一般。楚大夫，去年疫病横行，你虽是南平镇的大功臣，却也不能如此诬陷我儿。这天下是没有王法了吗？你可知随意诬陷他人是何罪？这小小女子一而再的与自家儿子对上，也该给他点颜色瞧瞧了。今日黄员外不在场，便没有人能救得了他。
我是不是诬陷，周围的百姓看得清清楚楚，都可以为我作证，可以说人证物证俱全。楚月直视着蒋员外。倒是蒋员外，张嘴就说我诬陷，可有证据？一众百姓听到了楚月的话，忙跟着应和。是，我们都可以为楚大夫作证，楚大夫才是受害者。蒋员外冷哼一声，这么说，你们亲眼看见我儿找人绑架楚大夫的？若无此事，你们便是楚大夫的帮凶，是要蹲大牢的。外边的人听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间哑口无言。楚月冷笑道：这么看下来，蒋员外一张抹黑事实的嘴倒是了得，从前没少为蒋高义粉饰太平吧？蒋员外神色泰然，衙门是秉公执法的地方，可不是靠伶牙俐齿便能蒙混过关的。你说我儿找人绑架你，面对2个成年男子，你怎的还好端端的站在这里？我可不信你一个弱女子能从2个成年男子的手里逃脱。童莹莹在一旁看得心里着急，她既不希望自家相公出事儿，也不希望楚月因此被送进大牢。楚月面上无所畏惧，他一指旁边跪在地上的2个男人：蒋员外，你要搞清楚，说你儿子绑架我的是这2个凶手，不是我，给他们钱的也不是我，你莫不是还想将我这个受害者拖下水？我想只要不是个傻子，应该都不会选择拿自己的清白去诬陷别人的。蒋员外双手抱拳：官爷，这2个刁民无中生有，诬陷我儿，还请官爷还我儿一个公道。2个官吏往楚月的方向望了眼，见他没再多说什么，便大手一挥：既然这边事情已经明了，我们即刻便将2个犯人押送至县城衙门定罪。地上的2人连忙磕头求饶：官爷，我们没有啊，是蒋高义指使我们做的，我们只是替罪羊啊。其中一名官吏厉声说道：哪怕你们是替罪羊，我们也不能单凭这10两银子就下定论，而且你们既然起了歹心，将你们送去县衙定罪也不算冤枉了你们。楚月见事情已了，便也没再多留。楚月刚从衙门出来，便见陆玉芳和陆大贵满脸焦急地等在外头。陆玉芳忙上前拉住了楚月的手：月月，你没事吧？楚月浅笑着摇头：没事儿，先回医馆吧。好。3人回到医馆，楚月便开始默不作声地收拾自己的药箱。见楚月一言不发，陆玉芳有些不放心地问道：月月，你真的没事啊？楚月望向陆玉芳，浅笑着摇头：真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只是心里有些不服气，没有让背后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陆玉芳只以为楚月是被吓着了，便拍着他的背叮嘱道：往后要去哪儿还是让大贵哥跟着吧，你一个人出门还真是不安全。这次是我大意了，往后尽量避免独自出门。想了想，又望向陆玉芳：你也是，往后出门得注意安全了，我怕蒋高义会将主意打到你身上来。陆玉芳一听，心里闪过慌乱：我会小心的。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楚月继续说道：对了，四叔四婶将作坊的前院租下来了，说往后你可以往那边住，往后医馆关门之后，我们便先将你送到那儿再离开。陆玉芳也没有推辞：好，我爹娘之前就说想送小伟去念书，想来之后也会将小伟接来镇上吧。四婶是这样说的，蒋家父子那边这2日不知道会不会动什么手脚，说是我不在，医馆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们尽量压着，一切待我回来再说。我知道了，只是咱们总这么防着也不是办法。楚月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：放心吧，咱们不会一直被动的。说完便背着药箱出了医馆。陆大贵早已套好了骡车，见楚月来，忙接过他手里的药箱塞进了车厢，载着楚月往张平先生母亲居住的庄子驶去。路上，陆大贵几番犹豫之下，终于问道：星儿媳妇儿，秋英怎的不在医馆做活了？楚月淡声回道：我有别的事情交给他去做了。陆大贵哦了一声，半晌才又问道：他以后都不会回医馆了吗？暂时不会回吧。楚大贵抿了抿唇：他离开的这么匆忙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？或许还有铁蛋娘的原因吧。
毕竟2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差点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儿。陆大贵没再说话，只是心里却不怎么好受。楚月这会儿的注意力并不在陆大贵的身上，他撩开车帘往外望去。大贵哥，快到了吗？前面就是了。楚月到庄子里的时候已是4时，他敲了门，便见一个容貌温婉的妇人上前开了门，将楚月迎了进去。这位可是张夫人？那妇人稍稍腼腆的点头应道：是，楚大夫请进。张平也适时的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姑娘，请随我来。楚月点头，随着张平进了屋。张老夫人这屋可是许久未通风了。张平点头。家母身子虚弱，如今天气又寒凉，通风怕她受凉，门窗便时常紧闭着。楚月四处打量之后说道：屋子里常年不通风，并不适合病人养病。说怕她受凉，开门窗通风的时候，可以先将张老夫人转移到旁的屋子。从前没有听大夫说起过此事，便一直没注意到这上头，往后我会留意的。张平来到张老夫人的炕前，贴心地附在她耳边说道：娘，大夫来给你把脉了。张老夫人没有睁开眼，只点了点头，便歪着头继续睡觉了。张平见状，忙将老夫人的手从被子里拿了出来。楚月将药箱放在一旁，伸手搭上了张老夫人的脉搏。片刻之后，楚月收回手，并将张老夫人的手重新塞回被子里。随着张平出了屋，张平望着楚月问道：不知姑娘诊断的结果是？许是年轻时积劳成疾，张老夫人如今已逐渐有了油尽灯枯的架势。张平听罢，脸上闪过了一丝悲痛。果然与之前的大夫诊断的结果一样。姑娘可能判断出家母大概还能有多长的时间？好生保养吧，兴许2年，兴许3年。张先生，我很抱歉。听到这里，张平当即朝着楚月抱拳说道：接下来2、3年，家母的身体便劳姑娘多费心了。往常大夫都说不超过半年。楚月点头，给张老夫人开了药，便拿了王氏结算给她的诊费，坐着骡车离开了。吃了饭，楚月刚回到医馆，便见一个男人扶着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女人走了进来。不过1个多月没见，你竟在镇上开了这样大的一间医馆，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呢。女人说话的声音中气十足，一听便知身体康健。楚月一笑，望向走进医馆的陆珊珊。看你这模样，最近应当过得不错。陆珊珊径直走向他。好着呢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随我来吧。楚月说完，便转身往楼上走去。陆玉芳望着陆珊珊的身影，似是还没认出人来，眼底满是疑惑。大贵哥，你瞧着那人像不像陆珊珊啊？陆大贵声音淡淡：什么像不像的？那就是他。陆玉芳听了陆大贵的回答，惊得捂住了嘴。刚才上去那个是陆珊珊，这变化也太大了。楼上，陆珊珊和姚尚树随着楚月进了一个小房间。陆珊珊在位子上坐下，便望着楚月说道：前些日子我相公吃了你开的药，似是有些效果了，只是去年总下雪，便没有去寻你。今儿我将人给拉来了，你得好生给他把把脉。楚月往一旁的姚尚树望去，手伸出来。姚尚树捏了捏自己的双手，有些不太好意思的往楚月的方向看。还是陆珊珊横了他一眼，才乖乖的将手伸出来。望着那只搭在自己手腕上的纤细玉指，姚尚树只觉得移不开眼。楚月一边诊脉一边问道：平时是否腰痛脚软小便多？腰部以下常有冷感。姚尚树一直盯着楚月的那只手，好似根本没听见他说话。楚月眉头微蹙，往他的方向看去，在望见男人的神色时，一阵恶寒从脚底升起。陆珊珊见姚尚树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：你倒是说话呀！姚尚树这才清醒过来，张着嘴问道：什么？楚月又将刚才的问题复述了一遍，才见姚尚树点头说道：是都有。听了他的回答，楚月收回了手，随后拿过一旁的炭笔和纸，一边写着方子一边说道：不是太严重，不过平日里需要将一些不好的习惯纠正过来。
多吃多补，会慢慢好起来的。陆珊珊面带疑惑，直直地望向楚月。什么不好的习惯？楚月假咳两声，以掩饰自己的尴尬。具体是什么习惯，我不便说，你留意他的需求便是。楚月不说，肯定是私密的事情，但回去了找姚尚书一问便知。楚月将方子写好之后交给陆珊珊。这个方子中8味药材相辅相成，有温通阳气、补肝脾益精血、利水渗湿、调血治淤泄的作用，能使邪去而补药得力，最是适合姚公子。不过这几味药研末之后，炼蜜为丸，直接服用效果更佳。你们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在这里等等。成，那就按你说的来，我们等等不碍事的。却听得楚月再次开口：既然都已经到镇上了，你们要不要也请个脉？陆珊珊一愣，回头望向楚月，脸上带着难以置信。我？楚月点头，半开玩笑似的说道：不过得说好，2个人都看诊，得交2份诊费的。又不差你那点诊费，给我瞧瞧吧。陆珊珊说着，坐下来将手伸向楚月。片刻之后，楚月收回了手。孕前期是不是恶心呕吐的症状比较严重？是，最近才好一些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有点不太严重的毛病，不过得重视起来，否则孕后期吃力不说，生孩子恐怕也有风险的。听到这里，不只是陆珊珊，连姚尚书的脸色都凝重了起来。大夫，我媳妇儿究竟是什么毛病？对腹中孩子可会有什么影响？可需要吃药啊？主要是前期食欲不振导致的营养吸收障碍，极容易造成孕后期水肿。她现如今看着胖，其实主要是水肿的厉害。我给你们开4味药，回去熬水喝，1天3次，先吃上7天再来复诊。平日里也要多吃些鱼肉、蛋和新鲜的蔬果。姚尚书听了他的话，面露难色。鱼肉蛋，花点代价倒是也能弄到，新鲜果蔬还真是有些难为人了。楚月抬头，将写好的药方递到2人的手中。如今这年成啊，确实难为人，多少弄点补补身子，总好过没有。哎，行，回头让我娘想想办法。2人拿了药方便下楼抓药去了。基于此，陆珊珊对于楚月的医术又有了进一步的认知。星河哥哥、许大哥，你们回来了！就在楚月在楼上愣神的间隙，突然听到了陆玉芳的惊呼声，他顾不上多想，起身便往楼下跑去。才跑到楼梯口，便见2道身影从医馆外头走了进来。相公，楚月满心满眼都是激动，忙朝着陆星河的方向跑去。跑这样快做甚？我若不在，你方才便摔了。虽是责备，语气中却难掩心疼。楚月撅着嘴回道：你若不在，我便不跑这么快了。陆星河听了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往后可不许这样了。和姚尚书坐在一旁等着制作药丸的陆珊珊，自陆星河进医馆之后，眼神便一直在他身上。那时候要是不退婚该有多好啊！相公今儿怎么回来了？徐兄和南平镇有些事情，我便跟着一起来了。路上听人说起你上午在永通巷的事情，没事吧？楚月笑着摇头：我没事。望着他明媚的笑容，陆星河便也信了。毕竟这丫头在他面前向来藏不住心事。许恒走向2人，笑着调侃道：你们2个一见面就卿卿我我，全然不顾旁边人的死活，这合适吗？陆星河拉住了楚月的小手，转身望向许恒：你不是还有事？许恒往楚月的方向望了眼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此次来的任务是什么。陆星河蹙起了眉头：那便去楼上谈吧。正要牵着楚月往楼上走，却被他拽住了胳膊。相公，我带你们去别的地方，想来谈事情比这里更合适。陆星河有些意外地望向他：哪里？楚月神秘一笑：与我来便知晓啦，距离这里也不太远的。1刻钟后，楚月领着2人来到了一处宅院前。在陆星河和许恒有些惊讶的目光中，他从袖袋中掏出了钥匙，开了门。快进来吧。 2人随着楚月进了院子。
许恒一边打量着这里，一边问道：“楚姑娘，这是你们新买的院子吗？我记得张平先生之前好像就住在这里。”许公子记得不错，这院子正是从张平先生手中买下来的。外头凉，去屋里吧。他一边说着，将两人领去了屋里。相公，你帮我去后院打点水来吧，等会我烧了水，给你们泡一壶茶。好。陆星河应了一声，便起身往后院打水去了。正好屋里茶壶和杯子都不缺，楚月全都清了出来，打算拿去洗一洗。许公子稍坐片刻，我相公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不着急。楚月出了门，便直接端着手中的杯杯盏盏去了后院。见陆星河已经将水打了上来，便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去陪许公子说说话吧，我先将杯子洗了。”如今井水寒凉，我来洗。陆星河说完，接过楚月手中的杯杯盏盏洗了起来。楚月蹲在一旁：“相公，许公子是不是找我有事？”同知县的县令得知他是南平镇的人，又与你相识，便想让他来请你去同知县辅助那边的大夫，救治整个同知县的灾民。同知县的县令也知道我了？陆星河一边清洗着手中的杯子，一边说道：“同知县下辖多个城镇，南平镇这边原本受灾最严重，但如今却成了周边几个镇子里最太平的。他作为同知县的县令，自是有所关注，知道你也不奇怪。而且他让许兄来请你，也是得到了上头知府大人的授意。”难道去年朝廷没有派人到同知县处理疫病之事？不是所有太医都有张大夫和你这般好的医术，也不是所有有权有势的人都如千羽一般愿意为百姓着想，这两者缺一不可。同知县的疫病迟迟得不到缓解，同知县县令头大，作为下辖同知县的越州知府，压力也不会小。若再次爆发，这两人首当其冲。蹲在地上的小丫头将自己的下巴枕在手臂上，小声嘀咕道：“可去年不是听说朝廷派了那个什么庆王来这里治理灾情的吗？还战功赫赫呢，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。”陆星河将杯杯盏盏清洗干净之后，起身将自己的手擦拭干净。他是来了，只是后来备防战事吃紧，便又转道去了边疆。楚月也随着他一道站起来。那他来之前，南平镇的乱象都是预谋，有人想从中敛财。想要长高，便少想一些，这些暂且还不是你能操心的事情，往后莫要再说了。若是让别有用心的人听了去，恐惹来杀身之祸。岳俯身将杯盏端起来。也就是在你面前说一说，这要是在外头，我才不会开口呢。咱们快去前屋吧，许公子在那里等着呢。两人回到屋里，楚月便将装满了水的壶架在火盆上热着水。让许公子久等了。许恒忙笑着摆手：“无碍无碍，不知楚姑娘最近可有空？”他直接道明来意：“我这次来是受同知县县令之托，请你去赈灾的。如今南平镇疫病已解，同知县却仍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若不将那边的瘟疫解除，今年的科考，官府那边怕是都腾不出手来。”楚月略微沉思之后说道：“我倒是可以去同知县，只是我怕我去了也是孤掌难鸣。同知县县令都开了口，他一个无权无势的百姓没有权利拒绝。这个楚姑娘不必担心，同知县所有参与赈灾的人，除了太医，都会尽量配合你。”想了想，许恒又补充道：“除了太医，其余参与赈灾的都是咱们同知县的人。”楚月听了，望向陆星河：“相公的想法呢？”大事上，他总是习惯性的问一问陆星河的意见。陆星河稍一沉思：“可去，只是有些繁琐的事情，大可吩咐底下的大夫去完成，无需事事躬亲。”他可不想小丫头再跟去年一样，忙到最后生生的累倒了。我去通知县是没问题，只是得先与家里交代一番。再者，今儿上午永通巷的事情，我还有些担心蒋高义会对医馆不利呢。江高义的事情，我和陆兄已经了解了经过，到时候回县城会与县令大人说起此事，这一点姑娘不必忧心。陆星河望向手中的水杯：“他既敢将主意打到你的身上，便得承受相应的代价。”听得两人的话，楚月放下心来。既如此，我这2日将南平镇的事情安排好了，便去县城。我要去跟县令复命，今日便得回。陆兄呢？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望向陆星河。你先去县城吧，顺便帮我跟夫子告个假。我等月月安排好这2日的事情，便和他一起回县城。行，那我便不打扰你们做安排了，我先回县城了。陆星河点头。好。楚月将许恒送出院子，回到屋子里的时候，便径直在陆星河的身旁坐了下来。相公，你觉得咱这个院子买的如何？你一个人看的？与张平先生过气的时候，我还将娘和新平、新安也带来了。挺好的，眼光不错。陆星河说着，伸手将楚月揽入怀中，下巴抵着他的头顶，说道：我不在的日子辛苦你了。说完便将他松开，就好似刚才什么都未发生一般。楚月正愣在原地，抬头往陆星河的方向看了眼，望见他一脸淡定的模样时，唇角忍不住上扬。陆星河望了眼身旁的小丫头，耳尖微微的泛红。你笑什么？楚月笑着揽住了陆星河的胳膊。没什么，相公回来了，我开心。陆星河的眼底闪过宠溺。带你去了县城，想见便能时常见到了。那不行，到时候我面对的都是身患疫病的人，要是不小心过了病气给你，岂不是得耽误你科考了？去年你四处给患病的人看诊，回来也不日日与我在一处。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你马上就要科考了，一旦生病会影响到你的。陆星河听了楚月的话，便也没再说什么。小丫头心善，总在为他考虑。片刻的功夫，楚月站起身来。相公，我要去交代一些事情，一起吗？好。两人牵着手一起出了院子，将门重新锁好之后，便往作坊的方向去了。这作坊，陆星河也是第一次来。他没想到自己不在的时候，小丫头竟也能将自己的生意规划得有模有样的，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这作坊主要是做什么？楚月的小脸上洋溢着自信。那可多了，像药包，还有我改良的一些胭脂水粉。不过我们属于自产自销，作坊便也不需要太大。想法挺好的。两人进了作坊，陆守成是第一个看到他们的。在见到陆星河的时候，他的面上闪过惊讶。星河，你回来了。屋里和张秋英正在忙活的江秀琴听见声音忙跑出来。星河怎么回来了？四叔、四婶，我是随许兄回来看看的，后日便得回县城了。陆守成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四叔总觉得科考对于你小子来说那都不是事儿。陆星河微微的勾起唇角。月月马上要随我去县城一段时间，这作坊就拜托四叔多上点心。那是自然，自家的事儿哪有不上心的。陆守成说着，一脸促狭的望向陆星河。你特意回来就是为了将你媳妇儿接去县城？这小两口，他如今是越看越满意了，般配着呢。四叔误会了。陆星河耳尖微红。月月去年在南平镇有救治灾民的经历，同知县县令让许兄来请月月去县城辅助赈灾，他去县里是为公事。哟！陆守成满脸惊讶的往正在与张秋英和江秀琴交代事情的楚月望去。这丫头不得了啊，竟然连同知县的县令都来请她出山了。听见陆守成夸楚月，陆星河的唇角微微上扬。她是挺厉害的。楚月将一些细节和张秋英、江秀琴沟通好，便与陆星河离开这里往医馆去了。两人走到永通巷，陆星河望着这条狭长且人烟稀少的巷子。你上午便是在这里与那两人起的冲突吗？他们突然从暗处冒出来，给我套上麻袋准备卤酒呢。还好我反应快，将随身带的羊粉扬了他们一身，然后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便开溜了。之后他们追我，又被我新研制的毒粉放倒。再之后，周围的居民便陆陆续续来了。陆星河的眼底闪过暗芒。你没事便好。蒋家。两人来到医馆的时候，朱大夫正好闲了下来。师兄，接下来一段时间我要往县城去一趟，医馆的事情便劳你费心了。朱大夫眉头微抬。你怎地突然要去县城？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。楚月并没有明说。朱大夫望向他。既然有重要的事情，你可以先去处理。铺子里我暂且帮你盯着，不是还有玉芳那丫头在吗？她可以给我帮帮忙。楚月抿唇一笑。玉芳恐怕也要随我一起去的，
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，师兄便跟去年一样辛苦了。你是老板，老板发话了，我除了听着还能做甚？楚月展颜一笑，师兄辛苦几日，待县城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了，我们会快些赶回来的。朱大夫摆了摆手，去吧去吧。楚月叫陆大贵去套了骡车，又嘱咐陆玉芳晚些时候陆守成会来接他，便坐上骡车回家去了。云翠河开了院门，望见站在门口的陆星河时，神情中是掩饰不住的惊讶。星河怎么回来了？娘。陆星河和楚月进了院子，给陆大贵和骡车让出了一条道。娘，这会天还早，咱昨收拾出来的东西叫大贵哥先送一车去镇上吧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娘怕是得和大贵哥一起去医馆给朱大夫帮忙了。发生啥事儿了还是怎的？楚月简单的将事情与云翠河叙述了一遍，便见他点了点头。成，镇上的事情你也别操心，我们会仔细些盯着的。星河啊，月月和玉芳两个女孩子去了县城，你多看着些，莫叫歹人钻了空子。陆星河慎重的点了点头。娘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成，咱们先搬些东西去骡车上吧，让大贵趁早往镇上跑一趟，等会儿我们跟着一起去，将东西归置归置。月月和星河就在家里，晚饭啊就交给你们了啊。云翠河说着便直接往屋里走去。楚月忙跟上云翠河的脚步。娘，我和你一起搬。陆星河也紧随其后，人多力量大，没一会儿骡车便被塞满了。云翠河随着云大贵往镇上去了。楚月将地窖中的兔肉拿出来剁了1/4。相公，你拜的那位夫子人可好？陆星河一边劈砍柴火一边点头说道。关夫子人不错，师母性子也温和，都挺好的。灶房里的柴火还是他离开前劈的，如今还剩下一些，再劈一些，明儿便能直接带去镇上用了。楚月听了浅笑着说道。那就好。两人忙活了一阵，楚月寻思着陆大贵和云翠河该快到家了，便将米淘洗干净了下锅。刚将锅盖盖好，就听得外头的院门被人敲响。星河媳妇，你回来了吗？好似是大伯母的声音，她来做什么？楚月将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起身快步地向院门口走去。陆星河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抬头望向院门的方向。门一开，不只是大伯母田春燕，二伯母赵桂琴也站在门口。两人见到楚月，脸上堆着笑。听人说你们家骡车回来过一次，我们便寻思着你到家了。楚月的神色中带着疑惑。大伯母、二伯母找我有事？看这两人的神色，没开口也知道，指不定是有求于他。田春燕往屋里望了眼，小声地问道：星河媳妇，我听说你四叔四婶和玉芳都随你去镇上做工了，可是真的？是。赵桂琴拉着楚月的胳膊说道：丫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也不能厚此薄彼呀，怎的好处让你四叔一家全占了呢？有什么事情也该知会知会大伯二伯两家人不是？田春燕忙应和道：就是呀，不输给你四叔家一般一次去3个，能去个1个2个的也行啊。咱自家人做事肯定比外头的人可靠，你说呢？倒不是我不叫大伯二伯两家人，玉芳随我认了一段时间药材，正好能帮上我忙，去年便去了医馆帮忙了，这是大伯母二伯母也是知道的呀。那你四叔四婶嘞？四叔四婶之前给我帮过忙的，我寻思着他们两个有经验，才说通人大东家将他俩送过来，我就是一个小股东，没啥话语权的。赵桂琴和田春燕相视一眼，才又望向楚月。合着你四叔四婶那事儿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？楚月一脸认真的摇头。确实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两人寻思了小片刻，田春燕才抓住了楚月的胳膊说道：星河媳妇，那你可否再去找你们大东家说一说，咱家人口多，去几个都行。赵桂琴在一旁忙点头。是啊，去几个都行啊。楚月有些尴尬的再次从田春燕的胳膊中挣脱出来。大伯母二伯母两家都没经验，人家怕是不会同意，
四叔四婶都是好不容易才进去的。田春燕眉头一挑，没经验咱可以学不是？看楚月这推推搡搡的模样，他心里猜测，怕是人家根本不想自家和老二两家人去。这丫头的心还真是跟公婆一般偏呢。楚月面露难色，主要那边暂时也不缺人，再招人进去的可能性不大。大伯母和二伯母不要抱希望的好。不过如果碰到大东家的人，我会帮着问一问的。索性他明儿就要去县城了，哪里真有空去问什么大东家。就在田春燕和赵桂琴还要再说什么的时候，屋里传来了陆星河的声音：月月，你在和谁说话？再不回来，锅里的饭要糊了。楚月朝着屋里应道：哎，相公，我马上来。他的唇角微微勾起来一抹笑。他刚才都听出来是大伯母和二伯母的声音了，相公又怎会不知道？他这是在替自己解围呢。赵桂琴听见陆星河的声音，面上带着惊讶：呀，星河不是去县城了吗？怎的回来了？相公有人今儿回镇上有事儿，他便随着一起来了。楚月望着身旁的两个伯母：大伯母、二伯母，家里还有事情呢，我便不与你们多说了，再说下去我的饭得糊了。说完便接着个子瘦小从一旁溜进了院子里。两人望着比泥鳅还滑溜的楚月，面上皆是错愕。田春燕往门口的方向望了眼，小声的呸道：原本还以为小姑娘好拿捏嘞，竟狡猾的跟只狐狸似的，比袁氏要难应付的多了。兴许老四两口子那事儿，他真做不了主呢。你信？不信能怎么样？赵桂琴望了他一眼，便大步往山下走去。咱们还是先回去吧，回头啊，该过了饭点了。田春燕心有不甘地走在他身后，哼哼唧唧地说道：反正我是不信他做不了主，来日方长，一次不成总能带着第二次，凭什么老四一家轻轻松松就能赚到钱，咱两家人啥也没有？赵桂琴突然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向田春燕：说起这个，咱要不要去找爹娘说说情啊？我看三弟妹一家对爹娘还是挺孝顺的，说不定爹娘的话管用嘞。听到这里，田春燕的神色也亮了起来。这法子倒是不错，只不过找爹娘说情，不能光咱俩去，得将家里那两个傻大个叫上。他满脸得意地望向赵桂琴，肥大的臀一摆，将赵桂琴撞出了2步远。儿媳妇的话，毕竟没有亲儿子管用，不是？赵桂琴被田春燕撞得差点跌倒在地，好容易稳住身形，揉着自己的臀说道：大嫂，你说话归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动手动脚了？田春燕说完翻了个白眼，便扭着臀快步地往家里去了。赵桂琴鼻孔瞪得老大，但这会儿田春燕已经走远，也抬腿往家里去了。楚月回到院子，关上院门便去了灶房。这会儿饭已经熟了，灶堂里的火已经退到了另一口锅下。楚月上前炒了一份葱段爆兔肉，另外又从坛子里挑了点酸甜萝卜出来。最近家里的菜全吃完了，只能靠这口酸甜萝卜吊着胃口了。相公在县城吃食上可还宽裕？陆星河从柜子里拿出碗筷：粮食能买到，只是价格不低。你让大贵送去的粮食和萝卜，恰好能派上用场。那萝卜我特意准备了2坛，你可是送了1坛给那官夫子了？送了，父子和师母都挺喜欢的。那就好。就在这时，院外响起了云翠河的声音：兴平，快去开门，娘回来了。陆兴平应了一声，忙跑去院门口开了门。灶房里的楚月伸长脖子望向屋外：娘回来的正好，我这饭菜刚做好呢。云翠河听了，忙望向陆大贵：大贵啊，谢了骡子，先洗手吃饭吧，咱们吃完饭再喂骡子。如今天凉，饭菜容易冷。陆大贵忙着手中的动作：不碍事，你们先吃着，喂骡子花不了太多功夫，我很快就来。他说完便拉着卸下的骡子往猪圈去了。云翠河洗了把手便进了屋，将手放在灶堂里烘烤着。不得不说呀，咱们家买那院子挺方便的，我是越看越满意。刚将粮食归置在厨房，还买了把锁上着了。衣服那些呀，我倒是没拆包袱，只堆在炕上。
你们明儿去了，自个儿收拾自个儿的啊。楚月一边将盛好的饭端上桌，一边笑道：“哎呀，这些都是小事，就不劳娘费心了，我们自个儿收，要找的时候也好找些。”就是这样想，才没有动你们的衣裳。娘过来吃饭吧，大贵哥那边应该也快好了。楚月的话音刚落，陆大贵的声音便传进了灶房：“我已经将骡子喂上吃食了。”下一刻，人便出现在了灶房的门口。楚月一笑：“速度这样快呢？大贵哥是不是已经闻到肉味了？”陆大贵不好意思的嘿嘿的笑着：“这样想，还真是想闻不到都难。”一家人吃了饭，天已经蒙蒙亮。陆大贵趁着这会儿天还没黑，便领着铁蛋回家去了。楚月洗漱完毕，便去了房间。炕已经被陆星河烧得暖烘烘的，他爬上炕：“相公，你走的这些日子，我都睡不踏实的。”听着小丫头带着鼻音的话，陆星河有些许宠溺的低头望向她。不习惯。楚月抱着陆星河的胳膊蹭了蹭：“确实不习惯。”陆星河微微的勾起唇角：“接下来还得好几个月，往后要是去京城赶考，动辄半年1年的，你可怎么办？”楚月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而是抬头望向他，黑亮的眸子里带着探究。“那没我在身边，相公习惯吗？”陆星河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开口。他当然不习惯，只是他却也不想将这些话挂在嘴边。他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，温声说道：“睡吧，明日还得早起呢。”吃过早饭，田春燕和赵桂琴便领着各自的男人去了老宅。“爹娘，你们吃了吗？”陆来福和陆来才兄弟俩站在门外喊道。两个老的听见声音，相视一眼，自家儿子的声音他们当然是听得出来。“老大老二怎的一大早来了？”王雪兰的脸上带着疑惑。陆铁生将碗里最后一口粥咽下肚：“他俩来，田氏和赵氏怕是也跟着来了。去开门吧，瞧瞧他们想做什么。”成。王雪兰放下了碗筷，便起身开门去了。在望见院门外站着的两男两女时，她的神情中带着一丝错愕：“你们怎的来了？”“这不好几日没见着爹娘了吗？便想着过来瞧瞧。”陆来福一边憨憨地说着，往屋里瞅了瞅。“爹娘早饭还没吃嘞。”“刚放完，都进来吧。”王雪兰说完，便转身往灶房的方向走去。老大老二夫妻4人随着王雪兰进了灶房。见王雪兰伸手去收碗，赵桂琴忙上前给她搭把手：“娘，我来吧。”王雪兰动作一致，这两个儿媳妇可从来都是半点亏都不肯吃的人，今儿个怕是有什么事情要求他们。想到这里，她便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在陆铁生的身旁坐了下来。“说说吧，你们来这里究竟有什么事啊？”陆来才忙嘿嘿地笑道：“能有什么事儿？刚才大哥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就是来看看爹娘。”他话音刚落，就被端着碗从身旁路过的赵桂琴一脚踹向了腿肚子。陆来才眉头一拧，随后又恢复了刚才的憨笑。陆铁生望了眼面前的儿子儿媳：“臣妾当你们是来看我们老两口的，这回看过了，你们也别在这里忙活了，各回各家去吧。”“好。”陆来福说着便转身要离开，只是还未动作，后腰的位置却被田春燕一把揪住，痛得他不敢动弹。田春燕一手拧着陆来福的后腰，笑望着二老：“爹娘，当家的有话要跟你们说。”他说完便松了手。爹娘，那个……陆来福挠了挠头。陆铁生扫了他一眼：“有事说事，吞吞吐吐的像什么样子？”田春燕性子急，见陆来福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，当即说道：“可否请爹娘去三弟妹家里说个情，让我们也能跟老4两口子一样去镇上帮帮忙。”陆铁生抬眼望向他：“旁的事还好，这事儿我们怕是没法帮忙。”田春燕眉头一挑，连带着说话都尖利了几分：“为何？”
陆铁生缓声说道：“老三媳妇家里的生意都是星河媳妇在管着，用多少人，用什么人，她心里都有成算。我和你娘年纪大，是家里的长辈，若是去找她说情了，为了我们老两口这张脸面，她或许会同意让你们去镇上帮忙，但这样做难免打乱了她原本的计划。星河媳妇儿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做事有条理，但如今这年城生意也不好做，她又才刚起步，若是因为叫她亏损了工钱，导致生意维持不下去，我和你们娘岂不是成了罪人？”陆铁生说的有条有理，陆来福和陆来才兄弟俩听了连连点头。爹说的是。田春燕气得再次在陆来福的腰间拧了一把。是什么事？凭什么老四两口子能去，我们两家人去不得？合着我们去了，人家生意就做不下去了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呀？爹娘不要太偏心。王雪兰一拍面前的饭桌：“田氏，你休要在这里满口胡言，这事又不是我们能做主的。往常老三媳妇家里有点事情要帮忙的时候，你们跟个透明人一般，怎的如今赚钱的事情没叫你们，你们反倒急了？”田春燕面上不服气：“往常又不是我们不去帮忙，他们也没叫我们呀。”王雪兰斜了他一眼：“你也不想想之前人家叫你帮忙你是怎么拒绝的？你当人家愿意贴你的冷屁股？都说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与其你们跟老四两口子一般少些计较，念在你们是老三的骨肉至亲，人家也不会这么忽视你们。”田春燕还想再说什么，却被陆来福一把拉住了手臂。“行了，你少说两句。”这时候赵桂琴已经将碗清洗干净，她将碗放在桌上，望着陆铁生老两口说道：“爹娘，我们从前有些事情啊，是做得过分了。在三弟妹家里屋子建成的时候，我便与三弟妹道过歉了。之后啊，村里人诬陷星河媳妇，我们也帮着骂过架。但人都是有私心的，从前家里那般难，我们便也只想着自己的小家日子能好过一些。如今我们和大哥两家成了四兄弟里面最困难的了。要不是日子不好过，家里有一顿没一顿的，也不会求爹娘去帮忙说情。今儿这事儿啊，爹娘愿意就帮我们两家人说一嘴，不愿意啊，我们再想别的法子赚钱就是了。”王雪兰与陆铁生对视一眼，两个人都有些错愕。这老二媳妇从前也不是个容易对付的，今儿竟还讲起道理来了，看来是真心悔过了的。我和你们爹从来都没有偏向过谁，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但有些事情由我们出面确实不合适。你们与其在这里和我们老两口浪费时间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去修补和老三媳妇一家的关系。话说到这里，哪怕田春燕再如何不满，也没法再说些什么。四人离开了老宅的院子，田春燕气不过，拧住了陆来福的耳朵，便开始飙口水沫子。你刚才在里头拉着我做什么？我说两句话怎么了？这下好了，赚钱的事情又与我们无关了，这下你开心了？陆来福本来性子还算温和，只是这会儿见田春燕无理取闹，心里也怒了，然后反手一巴掌扇向他。你这个泼妇，刚才我不拦着你，难道还让你和爹娘吵起来？你怎的就这么不讲道理？明明自己都不占理，还在爹娘面前胡搅蛮缠。你打我，陆来福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……陆来福这次没有怂，壮着胆子喝道：“你什么你？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嘞？啊，走走走，赶紧回家去。回去之后你爱咋整咋整。”说完便拉着他的胳膊往家里去了。赵桂琴看好戏一般的望着走远的大哥大嫂，眼中带着惊艳。从前大哥啥都向着大嫂，跟个怂包似的，今儿倒是发了一次威风，别说挺有男子气概的。望着自家媳妇儿一脸花痴的模样，
陆来才眉头一挑，假咳2声，见他似是没听到一般，再次假咳2声。赵桂晴听见咳嗽声，满脸嫌弃地望向自家男人，病了就去找星河媳妇儿瞧病，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虐待你，不让你看病了。说完，头也不回的就往家去了。陆来才眉头一挑，这婆娘当着他的面看别的男人也就算了，居然还说他有病，真是给他点颜色就开染坊了。看来也得跟大哥一样收拾收拾他才能听话。袁翠和吃完饭便让陆大贵拉着一车的柴火和基石往镇上去了。同行的还有楚月和陆星河。楚月将自己的首饰和银子紧紧地抱在怀里，生怕被人抢了一般。毕竟怀揣着1200多两银子和玉镯金镯，算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。陆星河望着他那谨小慎微的模样，只觉得好笑。到了镇上，楚月下了骡车的第一件事儿，不是帮着卸东西，而是去房里藏钱财。陆星河和陆大贵已经将骡车上的柴火卸下来了，并从竹林中就地取材，砍了竹子再为篱笆。楚月走近，相公，咱等会儿是不是还得在竹林里头给鸡搭一个鸡窝呀？陆星河想了想，一指竹林的方向，就在院墙脚下搭窝吧，正好能借助县城的2面墙，可以省不少功夫。那边距离院子远，波儿也不会飘散过来，更不会扰了院子里的清静。好。两人扎了一半的时候，陆大贵赶着骡车回来了，将鸡鸭和云翠和母子几个还有铁蛋也一起带了过来。星平哥哥，你家里真好看。陆星平满脸得意。那是，这院子可是我大嫂选的。说完便和陆星安一起跑去楚月和陆星河的方向帮忙去了。陆大贵一边忙活，往楚月的方向望了眼。星河媳妇儿，如今你们都搬镇上来了，我和铁蛋住哪儿呢？楚月想了想，大贵哥，作坊那边你可去过了？还没。我家这院子屋也不多，倒是作坊那边的后院还能腾出一间屋子来。我这边的事情呢，也少不了你帮忙。你看是住在作坊里，还是我们就在这里给你安排一间屋子出来呢？作坊后院，张秋英不就在那里吗？难道他的机会又来了？就在他想点头答应的时候，楚月又说话了。也不大好，作坊后院就秋英姐母女俩住着，你要是也住那儿的话，孤男寡女的，怕是会惹来闲话的。还是先在这儿安排一间屋子给你和铁蛋住吧。这段时间除了医馆的事儿，你顺便帮我找几个人来修2间屋子吧，就修在灶房和马棚的对面。等会我将那里的地画好，建房子不要越过水井就行。到手的机会又飞了，陆大贵的心情有些沮丧。忙活了一上午，一家人都饿了，安安静静的吃完饭，楚月便拉着云翠河出门采买东西了。娘，咱先去布庄吧，被褥咱就直接买全套现成的，省得回家还得折腾呢。换洗的可以买些布回去慢慢做。楚月挽着云翠河的胳膊在前头走着，云翠河点头，成，我也是这样想。再买点好一些的布料，给你们几个呀多做几套衣裳。你如今呢，在医馆里面看诊，也该穿的体面一些。娘还是别忙活我们的衣服了，回头咱们直接找绣娘做就成，工费也不是太贵。您这眼睛啊，还是得悠着点的，这要是伤着了，往后做什么都不方便。楚月一边说着，一边挽着云翠河上了布庄前面的楼梯。陆大贵牵着骡车紧跟在两人的身后，在阶梯前面将骡车停了下来。婆媳2个进了布庄，掌柜的便立马出来迎接了。呀，竟是楚大夫来了。那掌柜的望见楚月，满脸的殷勤。楚大夫今儿想买些什么？无论您要什么，咱都只收原本价格的80%。楚月问道。掌柜，这里可有现成的被褥买？啊，有的有的，咱这儿东西齐备着嘞。该买的东西采买的差不多，各自归置之后，婆媳2个才歇了下来。看着事情不多，也忙活了快1下午了。家里的事情啊，从来就不少的。娘忙完了就先歇一歇吧，仔细累着了。楚月从侧边的门进了屋，便见陆星河坐在卧房旁边的小厅里看书。
楚月在陆星河的对面坐下，双手托腮，望着正在看书的人。陆星河放下了手中的书，深沉的眸望向楚月。看着我作甚？楚月歪着头笑道：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能这样看着你很开心。陆星河稍许清冷的面庞上，唇角微微的扬起。你这样看着我，我还怎么看书？行吧，你看书，我还得去琢磨琢磨我的胭脂水粉呢，我也很忙的。陆星河望着楚月的背影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随后便低着头继续看起了手中的书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家人吃过早饭，陆大贵便套好了骡车，等着楚月和陆星河两人了。楚月将自己要带的东西收拾好，便提着包袱出了屋。骡车在沿途没有停顿过，中午时分终于到达了县城。县城的城门口，许恒早已经等在那里，他的身旁还站着一位蓄着短须的中年男人。许恒见到骡车，忙上前打招呼：陆兄。陆星河听见声音，忙让陆大贵将骡车停下。他撩开车帘，望着站在不远处朝着他招手的许恒：你怎地还来城门口了？这不是受县令嘱托，领着柴师爷来迎接楚大夫吗？柴师爷见人已经到了，忙随着许恒来到骡车前，恭恭敬敬地抱拳问道：敢问哪位是楚月楚姑娘？楚月从骡车里探出头来：是我。柴师爷再次朝着楚月抱拳：楚大夫，县令在府里略备了薄宴，还请楚大夫携家属过府一叙，共商赈灾之事。楚月微微的俯身：我来县城本就是为了赈灾一事，县令太客气了。坐在车厢里的陆玉芳面上带着惊讶，合着月月来县城是为了赈灾一事。柴师爷也上骡车吧，咱们一起过去。两人上了骡车，便再次出发往县衙的方向去了。县衙后院，见过县令。罗元忠忙上前拖住了几人的手：几位莫要客气。他说着往柴师爷的方向看了眼。柴师爷忙指着楚月跟罗元忠介绍道：县令大人，这位便是楚大夫。罗元忠望向楚月，面上带着一丝惊讶：之前听人说南平镇的楚大夫医者仁心，医术高超，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姑娘。楚月笑着行礼：大人谬赞。罗元忠望向身前的几人：几位里边请。几人进了厅堂，在各自的位子前落座。罗元忠再一次指向几人身前的食物：几位先吃，咱吃饱肚子再谈公事。主人家发了话，几人便开始吃了起来。刚放下筷子，便有门房来报：大人，蒋家父子到了。让他们进来。蒋家父子。楚月往陆星河的方向望了眼，眼底带着探究，难道是蒋员外和蒋高义？很快门房便将蒋家父子领进了厅堂。蒋家父子进门，望见坐在席位上的楚月，心里一咯噔，尤其是蒋员外，他如今员外郎的身份尚且没有被县令大人单独招待过，楚月一个小小的民女却成了县令的座上宾，这说明了什么？拜见县令大人。蒋高义战战兢兢地在罗元忠的面前跪拜下来，而蒋员外作为员外郎，面对县令是不用行跪拜之礼的。他朝着罗元忠抱了抱拳：不知县令大人宣我们父子来，所谓何事？罗元忠并没有让他们起来，而是望向父子两个，眯起了眸子：本官听说令郎买凶，欲将楚大夫掠走，是真是假？蒋员外忙狡辩：冤枉啊，罗大人，当时那两人已经招过，是他们自己色迷心窍，想要绑架楚大夫，陷害我儿，与我儿并无半点干系。罗元忠一拍身前的案几，指着两人怒道：哼，若真与他无关，人家怎的不陷害旁人，偏生要将你儿子供出来？蒋员外，你能在一众官吏面前蒙混过关，却逃不脱本官这双眼。
奉劝你们父子如实招来，否则楚大夫一定要追究。本官不介意让你们也尝尝这一番南渊的酷刑。蒋员外一听，心里也慌了。这楚月不过是小小民女，究竟是凭什么让县令大人如此出头？倒不如将这事认下来，再让自家儿子与楚月那个小贱人道个歉。蒋员外忙朝着蒋高义喝道：混账！你还不跟县令大人澄清事由？蒋高义懵了。爹！蒋员外忙朝他使眼色。你这个逆子，还不与县令大人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白？蒋高义这才开口：不瞒大人，去年楚大夫当街敲破了我的脑袋，养了许久才好，差点就要了我的命。前2日我媳妇儿不知怎地去了他的医馆瞧病，楚大夫又拿着捣药的杵子威胁我，我气不过，便想找2个人去吓一吓他，并没有想要伤害他呀。罗元忠似是没想到这其中的弯弯绕绕，转头望向楚月：楚大夫，蒋公子所说可是真的？水分比较大。楚月淡声的回答：怎说？敲破脑袋是事实，但敲他脑袋的前提是他带着人想将我绑走，我打他属于自卫，而且也没有他说的那般严重。毕竟如蒋员外这般爱子如命的人，蒋高义要真的有3长2短的话，他不会这般轻易饶过我的。此事大人问一问当时负责的官爷，便知道我有没有说谎了。楚月说着，望向蒋高义的神情中带着一丝嘲讽。至于前2日我有没有威胁他，当时医馆里的人不少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为我作证，我没有那个功夫，也不至于蠢到当众威胁他。罗元忠听了，这才望向蒋高义：蒋公子，楚大夫说的你可认？蒋高义急了：大人，您不能提他一面之词啊！他明明就是想杀我灭口，您也可以给我作证的。董氏是你的妻子，她的证词怎可信？既然你承认自己做过买凶绑架楚大夫的事情，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，都已经触犯了南渊法律，便理应杖100，流放3000里。你可知罪？罪！蒋员外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，这100棍要是真打下去，可是要出人命的，更别提流放3000里了。他忙朝着罗元忠磕头：还请大人饶命，我儿顽固不懂事，犯下大错，我这个做父亲的也有错，是我没教导好他，我愿意替他说法，还请大人恩准。蒋高义忙望向身旁的蒋员外：爹！他没想到自己的临时起义竟要面临这样的后果，眼下唯有一人能救他了。虽然觉得屈辱，蒋高义还是朝着楚月的方向跪了下来：楚大夫，之前是我猪油蒙了心做下错事，还请楚大夫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过我这一次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往后绝不会再有此事。蒋员外也忍痛说道：楚大夫若是愿意饶过我儿，我愿赠送一处30亩的庄子，附带1000两白银作为补偿。罗元忠与童老爷子还算有些交情，自是不希望他的女婿真的被流放，于是望向楚月：楚大夫，你看。在蒋员外和蒋高义满脸紧张的情绪中，楚月发话了：既然蒋父子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定罪一事，罗大人自便。罗元忠望向蒋家父子：哼，楚大夫宅心仁厚，不与你们计较，但蒋高义毕竟触犯南渊法律，重罪可免，轻罪难逃，杖30。蒋员外包庇儿子，是非不分，杖20。另外，作为赔偿，蒋家需尽快将庄子的地契和银两送到楚大夫手中，往后不得再行此龌龊之事。你们可还有异议？父子俩忙磕头：没有异议，多谢罗大人网开一面。罗元忠摆了摆手：饶你们的不是本官，是楚大夫，要感谢你们便感谢楚大夫吧。两人又朝着楚月拱手：多谢楚大夫。让人将蒋家父子带去打板子之后，罗元忠这才望向楚月：楚大夫，本官方才那般处理可消气了。楚月微微的颔首：
多谢罗大人为我做主。那接下来我们便谈一谈赈灾一事，可好？楚月做了个请的手势。大人请说。将赈灾的事情商定，楚月又将需要的药材列给了罗渊中之后，便领着陆玉芳和陆星河、许恒一起离开了县衙。陆玉芳这会儿还觉得自己是在做梦，她捧着自己的脸，我居然和县令大人在一个屋里吃饭了。楚月抿唇一笑，还是县令大人请你吃呢？我这是在做梦吧？可需要我掐你一把试试？楚月说着便将手往陆玉芳的腰伸去。陆玉芳望着楚月伸过来的魔爪，忙往旁边一闪。我不要，就算是在做梦也是美梦，我可不想醒来。身后走在一起的陆星河和许恒看着打闹的两人，面上皆带着笑。陆兄，这楚姑娘好像很旺你一般。陆星河没有否认，她的运气是挺好，好到有时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路上虽然没有之前南平镇的乱象，却也到处是扶着墙行走的咳咳喘喘的病人。几人带着面巾在县城里一路走到陆星河租的那处院子，许恒才跟三人告别。明儿开始赈灾，我会跟在他们身后帮忙。哎呀，马上就要院试了，陆兄如今的任务还是念书为主，浩年的秋闱，希望我们能一起。他说着，满脸真诚地拍了拍陆星河的肩膀。陆星河望着面前的许恒，微微的颔首。多谢。咱俩这交情，用得着说谢？我还望着你，往后能罩着我点呢。若有机会。成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先回去了，明儿我再来接楚姑娘和陆姑娘。说完便摆摆手朝着远处走去。陆星河望着许恒走远，转身开了门，将楚月和陆玉芳两人领进了院子。进来吧，这院子简陋，你们将就将就。玉芳，你便住那间屋子。陆星河一边说着，一边指向仅有的2个屋子中的一间。只要有地方住，陆玉芳也不挑，应了一声便往那间屋里走去了。楚月望着面前破旧的院子，眉头微蹙。相公，你来县城的时候，我不是给你银子了吗？怎么住这样的屋子啊？陆星河在书桌前坐下，抬头打量了一番屋子。这里地段还算好，消息也灵通，距离官夫子家里也近。县城租房价高，我也没想到你们会来，想着一个人能应付便应付了。他将自己的行李放下之后便出了门。陆星河不知道楚月要做什么，但看小姑娘一言不发，便也由着她去了。大概2刻钟过去，楚月领着一个小厮回到家里，小厮的手上还抱着2床厚厚的被褥，楚月的手里也提着大包小包。玉芳，来帮忙。陆玉芳听见声音，赶忙跑了出来。买了这么多东西。楚月一直跟在后面的小厮。你从这位小哥手里抱1床被褥去屋里换下。行，我自个儿来就成。陆玉芳说完，便从小厮的手中抱过被褥去了屋里。楚月先进屋将东西放下，随后出门，从小厮的手中接过被褥之后，便给了他几文赏钱，让他离开了。正在看书的陆星河抬眸，望着楚月忙忙碌碌的身影时，放下手中的书，站起身来。可要我帮忙？楚月将新被褥铺在床上，一边说道：相公，你先去看书吧，我来就好了，你就当我不存在。旧被褥要怎么处理？楚月一边铺被子一边说道：先放门口吧，等会我搬去杂物房，往后这屋子退掉的话，旧被褥还得换回来呢，省得房主拿它说事儿。好。陆星河说完，便直接将被褥放去了杂物间。回来的时候，炕上的新被褥已经被换好了。不仅如此，原本凹凸不平的桌面也被楚月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桌布，上头还多添了一盏带着灯罩的油灯。楚月指着那盏油灯说道：我看你这油灯啊，都是从前的旧款，又矮亮度又不够，便买了个新款来，这个会亮一些，晚上要看书的话，眼睛会舒服不少。见楚月拿了工具准备去撬窗户上的木板，陆星河忙上前握住了他的手。我来吧，仔细伤着你的手呢。我可以。明儿你便要去救济灾民了，手要是受伤，会影响你使银针的。陆星河说完，一把拿过楚月手里的工具，
按照他的意思，将3个窗户上封得严严实实的木板全都给。相公，这窗子该不会是你封的吧？陆星河一边整理撬下来的木板，一边回答：不是，我来的时候就这样。楚月哦了一声，便又将自己特意买的封窗户的油纸拆了出来，之后在陆星河的帮助下，将屋里的窗子仔细地涂上糊糊，贴好了油纸。这样看起来顺眼多了。我之前想着只住2-3个月，便也懒得去弄。这么看来，换上油纸确实要亮堂许多。楚月将短木头将几个窗子支开。你日日在屋里看书，光线是最重要的。再者，发霉的被褥睡久了是会伤身体的。谢谢月月。楚月抿了抿唇，双手抱住了陆星河的腰。我明儿便得随着罗大人的人去赈灾了，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就住他们安排的地方了。相公一个人在这儿，可得好好照顾自己。会的。两人刚忙活完，便听得院门处响起了敲门声。陆星河转身去打开了院门，便见门口站着一个打扮娇艳的少女，脸上带着一丝错愕。怎么是你？少女的面上带着淡淡的娇羞。星河哥哥，我听说你从镇上回来了，便想着亲自给你将吃食送来了，顺带替我爹娘来问一问，你这里可缺什么东西？楚月和陆玉芳听到声音，几乎是同时出了屋子。望着面前这个打扮的娇艳的姑娘，楚月没来由的便生出了敌意。相公，这位是……陆星河回望向楚月，见她面上带着不悦，满脸宠溺的将她的手握在大掌中。她是关夫子的女儿。关玲珑望见院子里突然出现的2个女子，面上神情愕然。难怪上次娘问她是否婚配，她说已经娶妻，原是真的。他望向楚月，面上带着一丝不明的情绪。难怪之前星河哥哥与我爹娘说已经娶妻，想来这位便是姐姐吧？楚月眉头一蹙，没有说话，倒是一旁的陆玉芳开口了：关小姐怕是叫错了，我嫂嫂似乎比你还小呢。星河哥哥都说他娶妻了，这关小姐还能上赶着往上舔，可见本身也不是多纯善的姑娘。难怪说大户人家的小姐心眼子多呢，这关夫子家的千金亦是如此。关玲珑扫了陆玉芳一眼，转而又望向陆星河。星河哥哥，这位又是？我是他妹妹。陆玉芳斜了关玲珑一眼。你别叫我哥星河哥哥了，我听得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。绞着手中的帕子，面上带着委屈，活像一个受了欺负的小可怜儿。我没有恶意，只是单纯来送吃食而已，你们可否不要对我这么大的敌意？陆星河轻轻地捏了捏楚月的手，抬头望向关玲珑。关小姐能亲自给我送饭食来，我很感激。只是这种活儿，往后还是叫厨娘来做比较合适。关小姐不要再自降身份，做这等下人的活计了。陆某一介布衣，实在承受不起。陆星河这番话冷得没有任何温度。下人的活计？关玲珑满脸的难以置信。星河哥哥，你怎能这样说我？往常在关家见面，他对自己还算有理，怎的这会儿说话会如此的不讲情面？陆星河颔首，如有冒犯之处，还请关小姐见谅。一口一个关小姐，直接将两人的距离拉开。既然陆公子这般见外，是玲珑打扰了。说完便转身快步离开。小姐，丫鬟望了眼手中的食盒，又望了眼跑远的关玲珑，直接上前将食盒塞到距离最近的陆玉芳手中，便撒丫子追赶关玲珑的脚步。小姐，你等等奴婢啊！陆玉芳望着面前的两人，将手中的食盒抬了抬。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呀？既然人家都送过来了，咱就吃呗。楚月说完，转身便往厨房走去。陆玉芳望着楚月的背影，转而望向陆星河，小声地问：哥，你说月月会不会生气了？陆星河没有说话，直到楚月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厨房，才望向身旁的陆玉芳。先去吃饭吧，回头该凉了。好。陆玉芳立马提着食盒，小心翼翼地进了厨房，便见楚月从坛子里挑出来一小碗酸甜萝卜，又摆出了3个空碗。他将食盒放在桌上，揭开盖子，将里面的食物一一地端了出来。里头不仅有一钵米粥，
还有一小碟点心和一小碟切好的酱肉。哥，你这伙食不错呀。话一出口，陆玉芳就后悔了，他这嘴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刚进门的陆星河摸了摸鼻子，没有说话。陆玉芳感受着厨房的氛围，三人安安静静的吃过饭，他便赶忙回自己的屋子去了。哥嫂两口子的事儿，还是让他们自个儿去解决吧，他搅和在中间，说不定越整越乱。陆星河见楚月慢条斯理的吃着东西，柔声问道：没胃口吗？许是中午吃的太多了。见小丫头有些闷闷的，不似之前那般活泼，陆星河放下手中的筷子。生气了？楚月摇头，继续挑着碗里的粥。没有。她是官夫子的女儿，之前在官夫子家里见过几次，不过没什么接触，你不要误会。陆星河解释道。楚月放下手中的筷子。相公不必和我解释，我都知道的。他当然相信陆星河的为人，只是今儿是关小姐，明天会不会有李小姐、赵小姐？她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小民女，论容貌、论气质、论手段、论权势，又如何能比得过那些后院中的千金小姐？况且她和陆星河虽是夫妻，但两人实质上什么都没有过。万一哪天他看自己看腻了呢？这种想法一冒出来，楚月便有些心慌。为了压抑心底的慌乱，他站起身便要去收拾碗筷，想让自己忙碌起来，少些胡思乱想。只是陆星河却并没有让他的手碰到碗筷。我来洗碗，今儿折腾了一天，你也累了，进去屋里歇着吧。楚月点了点头，便起身去了屋里。陆星河洗完碗回到屋里的时候，便见小丫头正站在窗前，望着院子里枯黄的杂草，眼神中带着一丝迷茫。这种眼神他是第一次见。他走上前，将小丫头圈进了自己宽阔温暖的怀抱中。你又在胡思乱想了？没有。陆星河将楚月的身子掰过来对着自己，伸手捏了捏她的脸。你所有的心事都写在脸上了，还与我说没有？楚月撅着嘴。相公都看出来了，还问我做甚？望着面前醋意浓烈的小丫头，陆星河的神情突然变得认真起来。我向来不会给人承诺太久远的事情，不过你所想的事情大概率不会发生。楚月抬起头。真的？陆星河低头望着怀中的那张小脸，忍不住俯身而下，擒住了小丫头粉嫩的唇瓣。两人唇瓣相抵，楚月只觉得一股电流从嘴唇直至四肢百骸，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片刻之后，陆星河从楚月的唇瓣上移开。以此为证。楚月反应过来，只觉得脸颊滚烫，心跳也快得吓人，忙挣脱开陆星河的怀抱，钻进了炕上的被窝中。望着钻进被窝中久久不肯出来的楚月，陆星河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浅笑着走向书桌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许恒便来了。楚月和陆玉芳与陆星河道了别，便直接上了许恒的马车。陆星河望着许恒，满脸慎重地说道：他们两个就拜托你了。许恒拍了拍他的肩膀：我办事，你放心。说完便转身跳上马车，朝着远处驶去。马车上，陆玉芳一脸狡黠地望向楚月：月月，你可还生我哥的气？楚月的面上带着一丝不自然。谁说我生气了？陆玉芳耸了耸肩膀，随后双手环胸，叹了一口气：唉，也不知道昨儿是谁脸色那么臭，都不肯理人，吓得我吃完饭就躲屋里去了。楚月睨了陆玉芳一眼，伸手挠向她的腰间：让你胡说。陆玉芳忙用手去挡：我可没胡说，我说的是事实，我亲眼所见还能有假？楚月气急败坏：你还说？许恒坐在马车外，听着里头的动静，不禁愉悦地勾起了唇角。两位姑娘，打闹归打闹，可得坐稳当了，小心摔着。两人听见声音，忙停了手中的动作。楚月假咳两声，故作镇定：让许公子见笑了。许恒满不在意地摇了摇头：无妨无妨。很快，马车便到了县城灾民最大的一个集中点。楚月从怀中拿出几条干净的帕子，让几个人绑在脸上。
刚跳下马车，便立即有一个丫鬟打扮的人上前问道：“可是楚大夫来了。”楚月将药箱背在肩上，望着那位有些面熟的姑娘：“是我。”那姑娘朝着楚月微微的颔首：“几位，请随我来。”几人相视一眼，便跟上了那个姑娘的脚步。这里大大小小的草棚搭了不少，里头躺着的全是面色泛白的患者，只一眼楚月便能看出这些人的症状。几人进了一处院子，屋里有3、5人正在熬药，小炉子和药罐摆了满屋。姑娘领着他们来到一个正蹲在地上熬药的女子身旁。小姐，楚大夫来了。女子放下手中的扇子，起身揭开了自己的面巾，朝着楚月俯身说道：“楚大夫，别来无恙。”楚月望向他，面露惊讶：“你不是之前去医馆里说牙疼的那个小姐吗？”陆玉芳也同样的惊讶，当时那个女子在医馆里等了楚月1上午，她还吐槽了2句呢。许恒忙给楚月介绍道：“楚姑娘，这是罗大人之女罗素心，罗小姐。”罗素心捂嘴一笑，将面巾重新绑在脸上。3、4日前，我去姑娘的医馆看过牙，见过一次。楚月很快便想通了其中的关键。看来罗大人叫我来县城是有意所为啊。罗素心微微的颔首：“之前未明说，还请姑娘见谅。”楚月摆手说道：“无妨，这处集中点可是罗小姐在负责。如今我人既然已经到了这儿，便早些开始吧。”罗素心点点头说道：“我爹怕旁人不服管教，便让我来辅助楚大夫赈灾。楚大夫有何吩咐，尽管与我说便是。昨让罗大人提前准备的药材已经准备好了，县城现在的搜罗了一批，其余的差人快马加鞭赶往外地采购药材了。”楚月听了，找了个桌子，将自己的纸笔拿了出来，写上了2份方子，交给了罗素心。这2张方子，一张是预防的，一张是治疗的。我之前在南平镇试验过，效果极好。罗小姐差人准备2口大锅，将药熬出来，在灾民中心和城中分发就行了。至于严重的患者，咱们便集中到一处进行治疗，省时省力。至于周边的几个镇子，待我一一看过情况之后再做决定吧。见楚月将事情安排得如此干脆利落，罗素心的眼中带着惊讶和欣赏。姑娘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楚月脸上没有任何神色，倒是一旁的陆玉芳满脸的自豪：“月月老厉害了。”将这里的事情安排好，楚月又问道：“罗小姐，这里可有什么人在周边几处镇子上说得上话的？我这2日将周边镇子先走一遍，好尽快将各处的赈灾方案确定下来。”话音刚落，柴师爷便撩开了帘子走了进来。“便由我随姑娘去吧。”楚月望向陆玉芳：“玉芳，我与柴师爷往周边镇子跑一趟，你就在这里辅助罗小姐赈灾吧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”见陆玉芳点头，他又望向许恒：“许公子，玉芳这2日就劳烦你照顾了。”许恒有些担忧地望向楚月：“照顾陆小姐倒是没问题，倒是你，我答应了陆兄要看顾好你们2个的。”许公子放宽心，不是还有柴师爷与我一起吗？许恒听罢，当即朝着柴师爷抱拳说道：“楚大夫是徐某友人之妻，此次随柴师爷下阵，还望柴师爷照看好他，否则徐某真无法与友人交代。”“照看好楚大夫是柴某人的职责所在，此次外出还有官兵随行，许公子放心便是。”几人道别之后，楚月便随着柴师爷坐上马车，往周边的镇子去了。柴师爷，朝廷来的太医如今在何处？柴师爷轻抚着胡须：“县城总共有3处赈灾点，朝廷派的2位太医分别负责1处。”楚月挑眉：“从去年到今年都是小范围医治吗？”楚大夫有所不知，这些太医并非没有本事，只是行事过于守臣，背后又有朝廷的人操作，想从中牟利，这疫病便迟迟不见好转。毕竟疫病时间拖的时间越长，他们能赚取的钱财就越多。那我如今的所作所为，会不会阻了那些人的路呢？被他们给……他说着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柴师爷望着他的模样，吓得连忙摆手：“
楚大夫可莫要瞎说，楚大夫此次访遍几个镇子，皆是凭借医术一鸣惊人，又得民心，谁还敢动你？楚月不以为然。在此之前呢，我还是危险的。这就是他的无奈。柴师爷凑近楚月，悄声宽慰道：姑娘放心，此次与姑娘随行的可不只是表面上这几个人，知府大人深知其中的厉害，特意叮嘱过县令大人的。楚月点头，知道身旁有人保障他的安危，确实要安心了不少。不过也说明这知府大人和控制太医的那帮人不属于同一个势力支配，就是不知道知府大人的背后又是谁呢？第二天回到同知县的时候，天色已晚。楚月在柴师爷的安排下，与陆玉芳一起住进了距离灾民集中点最近的一个客栈中。月月，你可算回来了！陆玉芳拉着他的手。这2日，他虽人在县城，却一直挂念着楚月的安危。楚月的目光越过陆玉芳，望向他身后的许恒，微微的颔首说道：这2日多谢许公子了。许恒摆手：无妨，我答应过陆兄的，楚姑娘不必跟我客气。陆玉芳微微的低垂着头，脸上闪过了一丝娇羞。楚月瞥见他这模样，神情一愣。看来这2人单独待了2日，好似有些情况了。也好，这2人要是能成的话，倒也算是一桩良缘。这2日城里情况如何？汤药已经分发下去了，目前时日尚短，还没有看见成效。接下来几日我会在县城的灾民集中点施诊。玉芳，你的任务便是走访城中各处，将病情严重的患者转移至集中点，症状轻的便交由你了。好，许公子，接下来的几日，玉芳的安危依旧要麻烦你了。没问题。楚月望了眼屋外的天，都去休息吧。许恒朝着2人抱拳，便回了自己的房间。陆玉芳则抱着楚月的胳膊不肯撒手。月月，咱俩一起睡可好？怎么？陆玉芳将脑袋枕在楚月的肩膀上。第一次出远门，也是第一次住客栈，心里怪没着落的。那就一起吧。楚月说完，起身便往床上去了。第2天，许恒起了个大早，先是去敲了隔壁陆玉芳的房门，见屋里没动静，心里一惊，即刻往旁边敲响了楚月的门。楚姑娘，陆姑娘可在你这里？楚月听见声音，猛地睁开眼，往旁边一摸，人还在。他一脸后怕地拍了拍胸口，随后伸腿碰了碰身旁睡得正沉的陆玉芳。别睡了，有人找你。陆玉芳听见声音，这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。她揉了揉眼睛，往窗外望了眼，这会儿天才蒙蒙亮，不由得蹙起了眉头。这么早，谁找我呀？来不及多想，陆玉芳踩着鞋子下了床。门一开，望见外头穿戴整齐的许恒时，彻底清醒过来的陆玉芳砰的一声，赶忙又把门给关上了。许大哥，你等等！他这会儿还蓬头垢面的，居然还跑出去见人，真是太丢脸了。楚月这会儿已经起床，穿好了衣裳，他往陆玉芳的方向望了眼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一般。快些洗漱穿衣吧，等会吃了早饭，咱们就得忙活起来了。陆玉芳愣愣地哦了一声，赶忙低着头去架子上拿自己的棉袄穿上了。屋外，许恒似是也没想到陆玉芳会直接这般的冲出来，回想起他关门时慌张的神色，他的唇角不由得扬起了一丝笑意。还真是个赤诚又可爱的小丫头。陆玉芳和许恒2人便领着一帮人离开了，楚月则是去了灾民集中点，诊治那些病情严重的灾民。刚到那里的时候，便见罗素心忙得焦头烂额。楚大夫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家有几个病人病情突然严重，情况不太乐观。都是多大年纪的？50上下。我知道了。草棚中药味很重，里头躺着7、8个病人，全都是苍白着面色。他没有迟疑，将药箱中的银针取出，便往最严重的那个患者去了。罗素心一直在旁边给楚月帮忙。楚月一上午忙得连水都没喝上一口。罗素心见状，忙说道：“
楚大夫，病人太多了，不如先去歇一歇，喝口水。你要是累倒了，那他们可就真的没救了。楚月点头，收了银针包，便站起身来。先将病人的药熬了给他们喂下，让人仔细留意情况便好。罗素心听了，望向草棚旁边的2个女子。听到楚大夫的话了吗？2人忙俯身说道：是。如此，一直到太阳下山，楚月3人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客栈，随便应付了几口，便躺在床上，只想睡觉。半夜时分，睡得迷迷糊糊的楚月听见了一点点声音。楚月壮着胆子起了床，来到窗边，楚月从怀中摸出了一包药包，深吸一口气之后，便直接从里面推开窗子，顺便将手中的药包撒了出去，并朝着窗外大喊道：救命啊！快来人！外头挂在墙上的2人被突然推开的窗子撞到，身子往后仰去。就在他们拼尽力气想要攀住窗台的时候，又被楚月新研制的药粉洒了一身，2人皆动弹不得，只能任由自己往楼下掉。很快便有3-2个拿着刀剑的黑衣人跳了出来，用刀架着那2个动弹不得的人离开了。楚月拍了拍手，重新关紧窗户。被蒙在被窝中的陆玉芳似是听到了动静，往身旁摸了摸，见楚月不在身旁，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。月月，你在哪儿？楚月转身便往床的方向走去。我在这儿。陆玉芳松了一口气。大晚上的不睡觉，你干啥去了？楚月坐在床上，将被子好生的盖在身上。睡着睡着就醒了，便在屋里走动走动。睡吧，明儿还有事儿呢。陆玉芳往楚月的方向望了眼，还在寻思刚才听到的求救声到底是不是自己在做梦。就在这时，屋外传来了许恒有些许焦急的声音：楚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许公子继续睡觉去吧。行，你没事就好。听见许恒的声音，陆玉芳这才确定刚才听到的声音不是做梦。她望向身旁的楚月：月月，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为了不引起陆玉芳的恐慌，楚月摇头说道：没什么，不过明儿开始咱俩怕是不能睡在一处了。我瞧这屋里似乎有耗子呢。嗨，我当是什么呢？陆玉芳满不在乎地说：从前我还跟我爹一起打过耗子了，我才不怕。楚月没有再说话，只是第2天便没有再睡在客栈，而是直接在灾民集中点找了个空屋子凑合了。这边有看守的官兵，还有灾民和赈灾的百姓打掩护，相对于客栈要安全许多。楚月接诊完最后一个病人，终于松了口气，回了自己在集中点的住处。背后之人得知了这一消息，神情阴郁的可怕。一身着黑衣，脸上戴着黑色金属质感面具的人说道：如今同知县的百姓将那个女子奉若神明，这不是好现象。若罗元忠将他的所作所为上达天庭，咱们便没有机会动手了。届时那2个太医死有余辜，上头那位很可能顺藤摸瓜插到主子头上来。另一黑衣人抱拳：大人，那女子处理好同知县的事情，接下来必定会下镇，属下愿领人埋伏在中途，让他有去无回。领头的人略为沉思：行，本官给你指派6名杀手，若没有将那女子解决，你也不必回来了。是。休息了一晚，楚月便乘坐马车出发，前往周边的镇子了。同行的还有陆玉芳和许恒。半个时辰后，陆玉芳终于是受不住，撩开帘子就朝外面吐。楚月见他难受，忙让队伍先停下来。装药材的马车先行，我们很快跟上。是，楚大夫。话音刚落，后头的5辆马车纷纷绕过楚月几人所在的马车，往前行去。楚月和许恒将陆玉芳扶下马车，轻抚着她的背。好些没？陆玉芳惨白着一张小脸。吐完之后舒服了些。许恒一手扶着陆玉芳的胳膊，望向楚月问道：楚姑娘，你可知这段路还有多远？楚月四处望了望。这段山路我之前和柴师爷走过，根据行驶的时间来算，如今走到这儿大概过了2/3，剩下的山路
大致还有1/3吧。许恒蹙眉往陆玉芳的方向望了眼，马车得先驶2刻钟。陆玉芳捂着胸口回道：没事，我能坚持，咱们继续出发吧。早些到乌溪镇，趁着这会儿还早，能多救几个人。说完便要往马车上爬。许恒见状，忙扶住他的双肩，将他拖上了马车。感受到身后拖着自己双肩的那双大掌，陆玉芳上了马车之后，带着些许娇羞的回望向许恒。多谢许大哥。许恒挠了挠头，嘿嘿一笑。嘿嘿，我毕竟答应了陆兄要照顾你们姑嫂。听了许恒的话，陆玉芳的眼底闪过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失落。他微微的颔首，便钻进马车，靠坐在车厢上闭目养神了。马车继续前行，可是越往前行，楚月便觉得心里越慌。师傅，停车！车夫停下马车，望向车厢的方向。楚大夫，怎么了？楚月撩开车帘，望向四周的山林，静悄悄的，连一只鸟雀都没有。楚月望向车夫：师傅，去乌溪镇是否还有别的道路？往回5里路过的那条岔路能绕出这处林子通运河，可顺着运河而下到乌溪，到乌溪镇下渡口大概需要半个多时辰，整个行程会比直接坐马车多上1刻钟的时间。楚大夫可是要走水路？楚月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道：走水路。马车夫听了：成，带我先将马车掉个头。车夫的速度很麻利，掉了个头便驾着马车行远了。楚月撩开马车后头的车窗往后望去，后方不远处的山林中树叶无风自动，他赶忙将帘子放下，朝着前方的车夫说道：师傅，麻烦速度快一点。车夫只以为楚月是想早些到乌溪镇，好争取更多的时间救治那些灾民，赶车的速度又加快了一些。师傅，再快一点。下车的车夫面露难色。楚大夫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乌溪镇的百姓，但咱不能再快了，山路崎岖，太快不安全了。楚月再次撩开马车后的车窗往后看去，山林间树叶抖动的地方比刚才又近了一些。这时候许恒似是也看出了不对劲儿。楚姑娘，怎么了？楚月将车帘放下，神情凝重。我们好像遇到麻烦了。一旁闭目养神的陆玉芳也睁开了眼。什么麻烦？楚月没有回答他，而是望向许恒。许公子，等会你和玉芳先下马车，找个地方藏身。许恒眉头一挑。那你呢？我先随马车离开，半个时辰之后在码头汇合。如果我没来的话，你们便先行离开。这怎么行？你岂不是有危险？许恒眉头紧拧，摇头说道：不行，我既然答应陆兄要照顾好你们，便不能放你们一人在马车上。等会儿你和陆小姐先下马车隐藏起来，我和车夫去将他们引开。意思是咱们这会儿很危险？那些人是冲着我来的，你们被我连累了。楚公子，暗处有保护我的人，由我引开他们再合适不过了。他说着，又从自己的药箱中取出了几瓶药，交到他手中。这些药有伤药也有毒药，瓶身上都有注明的，你们拿着防身。记住，半个时辰后码头汇合。眼见着这会儿到了树木葱郁的路段，楚月便直接让车夫停车，将万般不情愿的陆玉芳和许恒赶下马车，便继续前行了。许恒两人下马车后，便直接在旁边的树丛中隐藏了起来。陆玉芳满脸焦急：怎么办？咱不就是来赈灾的吗？怎的还被人追杀了？许是咱们的所作所为阻了一些人的财路。他望了眼身旁的陆玉芳，伸手牵住了她。陆小姐，冒犯了。说完便猫着身子拉着她往林子深处走去。陆玉芳从小到大第一次被男人牵，她望着许恒牵住的手，一颗心砰砰直跳。果然，之前的那些人并没有在意已经不在马车上的许恒和陆玉芳，仍旧追着马车的方向走。楚月时不时地翻开车帘，望着山间抖动的树叶，不断地靠近，忙掀开了前头的车帘。师傅，敢不敢跳车？车夫心里一惊，差点没稳住缰绳。跳车？后头有人跟踪咱们，如果不跳车，怕是会有危险呢。那我岂不是要损失1辆马车？
这火自然是命最重要。放心吧，等回到同知县，我就说咱们的马车半道上报废了，届时让县令上报赔你1辆马车。那我要怎么做？楚月很快便将自己想好的方案说了出来。马车正常行驶，不过得换个方向前行，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要去码头。等会到前方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跳车，让马车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，吸引暗处人的注意力，咱们则先找个地方藏起来。成。马车又往前行驶了一阵，随着楚月一声令下，两人同时跳下马车，直接翻滚进了旁边的草堆中。只是因为马车速度太快，楚月不仅手被路边的锋利石头划伤了，额头更是撞上了一棵大树，青肿了一块，还有鲜血流出来，身上几处更是被凹凸不平的石块硌得疼痛不已，尤其是后腰部位，不用看也知道绝对也会出现淤青。车夫的情况稍好，毕竟是皮糙肉厚的男人，除了摔下来有些疼痛，其余的都还好。他匍匐着来到楚月的身边，望着他痛苦的神色，面上带着担忧。楚大夫，没事吧？楚月一手捂着额头，一手捂着后腰，神情中虽有痛苦，双目却一直盯着山林中树叶移动的地方。他吸了一口凉气，小声地说道：我没事儿，咱们先藏着别动，等那些人离开之后，再穿过林子前往码头。车夫听罢，与楚月一起将脑袋低了下来，整个人掩藏进了草丛中。半晌，确定那些人随着马车跑远，楚月才捂着腰，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了一小段路，将扔在草丛中的药箱收拾好之后，便在车夫的带领下钻进了山林，往码头的方向而去。陆玉芳和许恒走了2刻钟，便到了运河码头。他焦急地环顾林子的方向，却迟迟未发现楚月的身影。许大哥，月月不会有事吧？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可怎么跟我哥交代呀？许恒见陆玉芳急得快要哭了，心里竟莫名觉得酸涩，忙安抚道：你先别着急，刚才楚姑娘不是说半个时辰后在这里会合吗？这还有2刻钟的时间呢，她肯定会来的。2刻钟过去，楚月仍旧没有来。陆玉芳抬起袖子，将脸上的泪水拂去，满脸坚定地转身走向码头的船只。我得去找我哥。许恒小跑着跟在他身后。咱们不去乌溪镇了吗？陆玉芳吸了吸鼻子。我本就是来协助月月赈灾的，如今他都生死不知，我还去乌溪镇做甚？先找到我哥再说，他那么聪明，肯定能有办法救月月的。咱们快点，兴许还能为他争取一线生机。他说完，便提着如裙小跑着上了一艘船。许恒听罢，点头说道：行，带回了县城，便能找到帮手啊。2人登了船，便直接往距离县城最近的码头驶去了。楚月一手撑着一根粗壮的树枝，另一只手被车夫扶着，药箱也背在了车夫的背上。江师傅，要不你别管我了，先去码头吧，咱俩速度太慢了，帮我给许公子和玉芳报个平安就行，省得他们担心。我自己慢慢走去码头也可以的。江淮想也不想便摇头说道：那怎么成？深山野岭的，有你一个受伤的弱女子在山里，跟给野兽投食有何区别？楚月往他的方向望了一眼。你和我一起走，可能会连累你的。江淮满不在意。我孤家寡人的，连累就连累了呗，只能怪我运气不好。而且我那维持生计的马车还得靠你去包找县令大人要呢。你要是有个好歹，我就是回去了也得上街上要饭了。楚月半开玩笑似的说道。说白了，你就是在意你的马车。江淮边扶着楚月往前走，叹了口气。吃饭的家伙谁那么在乎？片刻，楚月又问道：江师傅，你没成过亲吗？江淮的脸上带着一丝缅怀，转而化为了遗憾。成过，死了。楚月微愣，面上带着一丝愧疚。对不起。江淮摇了摇头。都过去快20年的事儿了，他是难产死的，大人孩子都没保住，我亲眼所见，便也不敢再娶了，生怕祸祸了人家姑娘。楚月也为江淮感到遗憾，可惜那个时候我帮不到你们。江淮有些好笑地望了眼楚月。楚大夫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18、19年前都还没你呢，这都是命。转而又叹了口气，脸上满是遗憾。
我那亡妻腹中怀的是个男孩，要是顺利出生，健康长大，如今也该娶妻生子了。说是顺利长大，该与我相公一般年纪，我相公也是18、19岁呢。江淮听了，有些惊讶地望向他。楚大夫成亲了？楚月坦然地点头。是，我成亲了。江淮收起脸上的惊讶。看来楚大夫的相公对你不错。楚月笑得一脸甜蜜。他是很好。接下来一段路走得还算，之前那些杀手也没追上来。江淮扶着楚月到达码头的时候，比约定的时间足足晚了2刻钟。楚月见码头没有许恒和陆玉芳的身影，只以为他们提前前往乌溪镇去了，便上了一艘船，顺着运河直下去往乌溪。陆玉芳和许恒一路匆匆忙忙，终于回到了县城。两人站在陆星河的院门外敲了门，没一会儿便见陆星河带着疑惑的目光给两人开了门。你们不是去乌溪镇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星河哥哥，你快找人去救月月吧，再晚他就危险了。陆星河双拳一紧，望向许恒。怎么回事？许恒将事情的经过简单的概括。我们在半道上遇到追杀，楚姑娘为了引开杀手，独自坐着马车离开了。原本我们说好了半个时辰在运河码头会合的，最终1个时辰过去也不见他人，便回来寻救兵了。引开杀手？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丫头，怎么可能应付得了凶残的杀手？为今之计，还得找罗元忠出动官府的人马才行。陆星河不敢有丝毫的迟疑，撒开腿便往县衙的方向跑，边跑还边在心里祈祷着楚月不要出事。陆玉芳跟着陆星河跑出门，奈何陆星河的速度太快，他根本追不上，片刻的功夫便不见人影。陆玉芳急得在原地直跺脚。哥，你去哪儿啊？许恒掩好了院门，来到陆玉芳的身旁。他应该是去找罗大人了。陆姑娘，先随我去我家吧，我让家丁也帮忙去山里找人。哦，好。陆玉芳一边蹭着眼角，一边跟着许恒身后跑向了许家。陆星河来到县衙，说明来意之后没一会儿，罗元忠便让人将他引了进去。陆星河朝着罗元忠抱拳：县令大人，我的妻子在赈灾路上遇到刺杀，如今杳无音信，还望县令大人能派人随我去寻找。罗元忠心里一惊，楚大夫失踪了。陆星河点头：是，就在今日上午去乌溪镇的路上。此事倒是本官疏忽了。罗元忠说着，忙望向屋外：来人，集合一队人马，随这位陆姓兄弟前往乌溪镇营救楚大夫。是。见外头集合人马需要时间，陆星河再次朝着罗元忠抱拳：还有一事，如果我妻子最终无碍，罗大人又希望她继续为同知县效命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尽快将她在民间赈灾一事上达天听，如此才能更好保证她的安全。罗元忠眉头微蹙：上达天听是早晚的事儿，只是你怎知如此做，暗处之人便一定不会惦记他的性命。陆星河压下心底的担忧，目光平视罗元忠：有朝廷关注，有民众拥护，暗中之人便会多有顾虑。再者，他虽是平头百姓，却也并非全无依靠，只要那些人稍作调查，便不敢轻易动他。罗元忠面上带着难以置信：听你这意思，楚大夫背后还有人撑腰？当然。略微沉思之后，罗元忠才望向陆星河：行，我答应你，一旦得到楚大夫无恙的消息，我便立马800里加急，将这里发生的事情上达天听。陆星河双手抱拳：那我便谢过罗大人了。许恒领着陆玉芳回到许家，与父母亲说明来意之后，他们并没有反对他带着家丁去营救楚月。只是当许夫人望见同坐一骑的许恒和陆玉芳时，面上闪过惊诧。待许恒领着队伍走远，许夫人才回头望向许员外，一脸的姨母笑：老爷，你瞧见了吗？许员外将手中的书放在身旁的茶几上，面上带着不解：看见什么了？许夫人一指屋门口的方向：与咱们家儿子坐在同一匹马上那个姑娘啊，好像还算清秀。不是清秀不清秀的问题，
我在想啊，是不是咱们家儿子桃花开了？许夫人一边说，一边双手合十，以45度角仰望上苍。菩萨保佑，我儿多次相亲都不如意，希望他能早些娶得贤妻，也好让我呀早些抱上大胖孙子。望着许夫人神神叨叨的模样，许员外眉头微蹙。你说你成天操心这些事情做甚？咱恒儿这般好，迟早能找着媳妇儿的。幸好咱年轻的时候只生了这一个，否则你一天到晚操不完的心。我倒是想多生几个，老天爷不给机会呀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许员外听罢，有些心疼地望着他。成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莫要想了。你既想抱孙子，还不快些去打听打听那个姑娘？许夫人一听，当即来了兴致。成，我这边啊，让人打听去。说完，便火急火燎地出门去了。陆星河领着县衙的人马，在县城外与许恒带领的家丁会合了。一行人骑着高头大马，在去往乌溪镇的路上狂奔，队伍后方尘土飞扬。由于速度太快，陆玉芳满脸惊恐地坐于许恒身前的马背上，俯身抱着马脖子，吓得根本不敢睁开眼。许恒望了眼被吓得花容失色的陆玉芳，既觉得心疼，又觉得好笑。你这般抱着马脖子，马会不舒服的。陆玉芳闭着眼睛说道。可是不抱着的话，我怕。许恒听罢，吁了一声，在路边停了下来。他翻身下马，与陆玉芳调换了一个位置，又将他的手搭在自己的腰上。报警了，我们要追上前面的队伍了。他红着脸望着身前的许恒。许大哥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。许恒勾起唇角，多了一丝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柔情。喂，驾！速度再次加快，陆玉芳一个不稳，吓得再次搂紧了许恒。许大哥，咱们能找到月月吗？许恒快马加鞭地追赶着前方的队伍，一边说道：楚姑娘吉人天下，又那般聪明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月月一直都很聪明，所以她会没事的吧？没一会儿，许恒便追上了陆星河。陆兄，我知道与楚姑娘分开的地方在哪里，你们跟着我。骑马的速度比马车要快了许多，很快一行人便来到了许恒和陆玉芳被楚月赶下马车的地方。陆星河下了马，牵着马顺着路上的马车轱辘印记一路向前，在即将到达山路尽头的时候，看到了之前乘坐的那辆马车正破损着歪倒在路边。陆星河一个翻身下了马，便朝着那处破损的马车跑去。许恒也下了马，并将陆玉芳抱了下来。陆玉芳下来的第一时间便是朝着马车车厢的方向跑。他来到陆星河的身旁，便见他有些微颤抖的手伸向马车，双眼中带着恐惧、自责和挣扎。陆玉芳深吸了一口气，上前帮着陆星河将马车掀开来。望着空空如也的马车车厢，两人皆在心底松了口气。既然人不在马车里，那便极有可能还活着。陆星河似是想到什么，翻身上马，朝着来时的路而去。许恒将陆玉芳扶上官兵牵来的那匹马，将他的马绳拽在手里，一边前行，一边寻找山间是否有楚月的身影。陆星河仔细地观察着路边倾斜的草丛，陡然望见石块和树干上的血迹时，一颗心不自觉地揪紧。他受伤了，地上有血，说明他在这里出现过，而马车又距离如此之远。小丫头这一出瞒天过海的法子倒是使用的不错。转而望向身后的人马，你们可知这个方向通往何处？好似是运河码头。运河码头？陆星河呢喃了一句，便再次翻身上马。你们继续在山里搜寻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往运河码头那边瞧瞧去。说完，双腿一夹马腹，只是片刻的功夫便消失在众人的面前。官兵们和许家家丁分别往各自的方向搜寻楚月，边找还边喊楚大夫。陆玉芳也没闲着，随着许恒往乌溪镇的方向到处寻找。陆星河先去了一趟运河码头，找了几个船家仔细询问了一番，确定疑似楚月的姑娘顺着运河下了乌溪镇之后，他再次上马，
往乌溪镇的方向赶去。陆星河马不停蹄地赶到乌溪镇，几番询问之下，找到了乌溪镇的灾民集中点。突然瞥见了远处被江淮搀扶着往灾民集中点走过来的楚月，他的额头上绑着透气的棉布，棉布的中央被血水染得有些泛红，左手的手掌也被棉布包裹着，这会儿正微蹙着眉头往这边走来。望着极为狼狈的楚月，陆星河意识到自己眼前所见不是幻觉。月月，陆星河微微泛红的眼眶里有激动，更有心疼。听见声音，楚月以为自己是因为受伤出现了幻觉，忙抬起头四下望去，在望见陆星河那张熟悉的脸庞时，他内心压抑的害怕和委屈便遏制不住的往外喷涌。相公，听见小丫头带着鼻音的呼唤，陆星河赶忙小跑向楚月，从江淮的手中接过她，并扔掉了她手中的树枝，小心翼翼地将她横抱在怀中。怎么将自己弄成了这副模样？疼不疼？好多了。相公，你怎么来乌溪镇了？玉芳和许秋没等到你，便回了一趟县城，将你被追杀失踪一事告诉了我。楚月了然，转而望向江淮的方向。相公，这是江师傅，这一路若不是他，我恐怕没办法这么顺利到达乌溪镇的。陆星河听罢，朝着江淮鞠了一躬。多谢江师傅搭救。江淮牵过陆星河骑来的那匹马，摆了摆手。不必谢我，是楚大夫宅心仁厚，否则我也不是谁都愿意帮。咱先找个地方将楚大夫安置好吧，我瞧着他身上的伤不轻。陆星河点头，忙随着江淮往集中点的方向走去。只见他与集中点的人交涉了几句，便又牵着马往距离这里最近的一处客栈去了。楚月伏在陆星河的怀里，只觉得无比的安心。相公，你的马车是哪来的？县衙提供的。他面露惊讶。县令也知道此事了？陆星河淡声回道。从县城到无锡镇覆盖的地域太广，自是得找人帮忙。到了客栈，陆星河将楚月抱进屋，反手关上了门，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到床上去。在腰部触及床板的那一刻，楚月痛得五官都拧在了一起。陆星河见状，忙又将她从床上抱起，让她在床边坐下，随后才望向她。刚才是哪里痛？楚月的眼里噙着泪。后腰。陆星河收敛情绪，温声说道。我瞧瞧。他说完，先帮楚月将外衣褪去，随后又扶着她趴在床上。在掀起她衣服的那一刻，陆星河的眼底闪过暗芒。可是跳马车的受伤的。这么大的一块青紫，当时肯定很痛。是。楚月突然反应过来，回头望向陆星河。相公怎知我跳马车了？我找到你们之前坐的马车了，还在一处草丛间发现了血迹，便料想你应该是跳马车掩盖了自己不在车上的事实，好叫继续行驶的马车将杀手引开。还是相公聪明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陆星河望向楚月。你这药箱里可还有活血化瘀的药？在最底下那一层白瓷瓶里装的就是了。可是这个？对，就是这个。你忍着血，我要给你上药了。陆星河开了药瓶，用柔软的棉布蘸着瓷瓶中的药液，小心翼翼地往楚月的腰上擦。刚上完药，屋外便响起了敲门声。月月，你在吗？是玉芳。等会儿我去开门。楚月见状，忙朝着外头喊道：玉芳，我在。确认楚月就在房内，陆玉芳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太好了，月月没事，太好了。一旁的许恒满脸笑意。我就说了，楚姑娘吉人天相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片刻的功夫，两人身前的房门被打开，陆星河望着两人。进来吧。陆玉芳跨进门，便往楚月的方向跑。月月，你怎么样了？坐在床上的楚月笑道：我没事儿。望着他那惨兮兮的模样，陆玉芳的眼底闪过了心疼。你都这样了还说没事，那怎样才叫有事啊？楚月拉着他的手。我真的没事儿，就是看着吓人。
许恒望向床上的楚月，面上带着自责。楚姑娘，幸好你回来了，否则我都不知道如何跟陆兄交代。楚月微微的颔首。许公子不必自责，当时叫你们先离开，肯定是想到了应对法子。我还得多谢你照顾玉芳呢。听了楚月的话，许恒的脸上闪过了欣赏。楚姑娘不必谢我，照顾陆姑娘是我的责任。许恒说完，便朝着他微微的抱拳。得知楚姑娘没事，我便也不打扰了。姑娘好生歇着，我回自己的房间里了。许公子慢走。许恒离开房间之后，陆星河走进楚月。肚子饿了吧？可有什么想吃的？楚月笑望着他。有吃的就行，我不挑的。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，你和玉芳先聊聊天，等会儿吃了东西再休息。楚月乖巧的点头。好。见陆星河出了门，陆玉芳抓着楚月的手说道：月月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哥这听说你不见了，表情可难看了。楚月面上带着好奇。怎么说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反正我从没见过我哥有过那种反应，从来都没有过。有绝望，有恐慌，还有他眉头轻蹙。我想不起来用什么词形容，反正我只知道你在我哥的心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楚月听了，内心带着一丝惆怅。可他从未与我说过这些。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哥向来话不多的。陆玉芳打量了一番楚月。而且你年纪还小，他也许是怕自己吓到你了呢。听了陆玉芳的话，楚月脸上的神情突然明媚起来。希望吧，不过他虽然没有说，我却能感受到。陆玉芳望见楚月的神情，开玩笑似的叹了口气。啊，还是某人有福气啊，能遇到我哥这样好的男子。楚月满脸得意。那是，能遇到我也是他的福气。陆玉芳笑着睨了他一眼。哼，你就不害臊，哪有人这般夸自己的？楚月一指自己。我就是啊，你不是见识过了吗？两人正说着笑着，陆星河将吃食端进了房里。先吃饭吧。吃完饭，陆星河将楚月扶着躺下，便和陆玉芳一起去了许恒的房里。许兄，我要劳烦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陆兄尽管说。许恒满脸的爽朗。陆星河望着他说道：我想让你帮我跑一趟县城，给罗大人送封信。月月这边离不得人，我得守着他。成，你将信写了交给我，今儿下午我便能跑一趟，明儿再来这里帮忙。陆星河说了声好，转身去了放置笔墨纸砚的书桌，在纸上写下了几个字之后，用牛皮纸折了信封，封好递给许恒。他深邃的眸子扫过许恒，转而又望向一旁的陆玉芳。玉芳，你随许兄一起去，帮我去县城的住处拿些书来。陆玉芳眨巴眨巴眼，并没有反对。星河哥哥要留在这儿吗？留在这儿，直到赈灾结束。许恒将信放在大帘中，便拉着陆玉芳出门去了。哎，快走快走，咱就别耽误陆兄照顾楚姑娘了。陆玉芳望着被许恒拉住的手腕，面上有些不自在。许大哥，这一次回县城，我可否不骑马？许恒回头望向陆玉芳。我也没打算让你继续骑马，第一次骑马能跑这么远，已经不容易了。陆玉芳笑着松了口气，随着许恒出了客栈，坐上家丁牵来的马车之后，便往县城去了。一路上，陆玉芳都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车上，不敢往许恒的方向看。许恒也察觉到了陆玉芳的反应，忙凑近他问道：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长得扎眼睛吗？陆玉芳小脸一红。没有。许恒哦了一声，脸上的神情被担忧取代。是不是上午骑马伤着了？他以为是陆玉芳不舒服，不敢与他说。陆玉芳忙摇头：不是的。确定陆玉芳不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不敢与他说以后，许恒的唇角突然抿起了一丝笑意。那我大概清楚了，小丫头怕是想到上午骑马一事害羞了。陆玉芳低下头，用鞋尖蹭着马车的板子。许大哥清楚什么了？
许恒打量着面前的小丫头，玉芳定亲了吗？还没。他的心里满是疑惑，不明白许恒这样问是什么意思。难道他对自己有意？可两人身世毕竟悬殊。不过我娘和我奶一直在给我留意着，应该也快了。听到这里，许恒微微的蹙起眉头，心底有些不是滋味。他这么说，难道是在变相的拒绝他？想了想，许恒又硬着头皮问道：玉芳觉得我如何？话一开口，许恒就有些后悔了。陆玉芳的眸子中带着点点的疑惑。你？许恒注视着他。对，我如何？可能入你的眼。陆玉芳从面颊红到了耳尖，将脸瞥向别处，说道：许大哥莫要说笑了，你是员外之子，又是秀才出身，将来肯定会考上更高的位置，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女，咱们中间隔着鸿沟呢。许恒的眼底闪过失望。其实我也没有说笑。陆玉芳并没有再回应他，只是闭着眼睛靠在车厢上假寐。许恒见状，为了不吓着他，便也没有再继续说什么了。他的心里弥漫着酸涩。18、19年来，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姑娘产生好感，也是他第一次与姑娘家表白，却没想到竟被拒绝得这样彻底。傍晚时分，马车到达了县城。陆玉芳与许恒道别，约定第二日早晨一道前往乌溪镇之后，便钻进了陆星河的院子。许恒站在门外干望了好一阵儿才离开。他直奔县衙，见到罗元忠之后，将陆星河的书信交给了他。罗元忠展开书信，望着宣纸上俊逸潇洒的4个大字时，眼底闪过了一丝惊讶。看来楚大夫确实是有些背景在身上的。乌溪镇，陆星河回到房间的时候，楚月已经睡着。陆星河来到床前，望着伤痕累累的小丫头，年龄不大，胆子怎地这样大，跳马车。他深沉的眸中闪过不明的情绪，随后将楚月的手塞到了被窝中，又将他身上的被角捏好，便转身下了楼。客栈中的伙计将陆星河从楼上下来，赶忙上前问道：这位公子可是有何吩咐？你熟悉无锡镇，叩父劳烦你帮我去买一份笔墨纸砚。伙计有些为难地挠了挠头。这个怎么？不瞒公子，小的连书本都没摸过，更别提笔墨纸砚了，小的怕卖不好。陆星河有些不放心地往楼上望了眼。无妨，买一套普通的就成。陆星河将手中的2两银子交到伙计的手中。多余的就当是你的小费了。他说完便转身上了楼。如今他是一步都不敢离开楚月，生怕暗处的人再次下杀手。2刻钟后，陆星河得到了笔墨纸砚。陆星河当即提笔写下了一封信，用牛皮纸封了，去楼下交给伙计，让他给自己投去驿站之后，便再次回到房中。楚月睡醒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，只书桌上一盏昏暗的油灯还在闪烁着亮光。陆星河正坐在桌边蘸墨写着什么，神情专注的让他着迷。楚月侧过身望了陆星河好一会儿，便见他放下了手中的毛笔。睡醒了？相公，你都没往我这边看呢，怎知我醒了？陆星河没有回答他，他来到他身边，俯身摸了摸他的头。身上可还痛？上了药又睡了一觉，这会好多了。饿不饿？楚月如同小懒猫一般抱着陆星河的胳膊蹭了蹭。都这么晚了，还是明天再吃吧。晚饭错过了就当吃宵夜，这会儿还不太晚，等会儿吃完我扶你在屋里走一走。说完便起身出了屋。楚月望着陆星河的背影，心里眼里全都是依恋。相公对他可真好。第二天早上，楚月起来的时候，头也不似昨日那般晕了，整个人的状态要好了不少。他戴上面巾想出门去瞧瞧，却被陆星河一把拦住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楚月望向他。相公，我是来乌溪镇赈灾的，
总不能一直在客栈住着。陆星河眉头紧拧，你这个样子还如何赈灾？等身体好一些再说。楚月一指灾民集中的地方。那些灾民怎么办？陆星河淡声说道。我只在乎你的死活。相公，你就让我去看看吧，我不会待太久的。而且这次有3、4个大夫随我从县城来到了无锡镇呢，他们之前都是跟着我赈灾，有些经验。我只是去看看情况就行了。不能超过半个时辰，也不许离开人群，看到可疑的人要立马避开。还有，带2个官府的人在身边。都听相公的。说完便转身往楼下去了。陆星河望着楚月离开的背影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同知县，许恒依照约定，一大早就去了陆星河租的那处院子。敲门没一会儿，门从里侧被打开，入目的便是陆玉芳无精打采的模样。许恒既意外又担心，忙上前扶住了他的胳膊。你的脸色怎能这样难看？没事吧？陆玉芳摇摇头。我没事，只是家里没吃的，有些饿了。许恒的眼底闪过错愕。陆兄的书都收好了吗？收好了。陆玉芳有气无力地往屋里一指。都在那个屋。许恒小跑进屋里，将陆星河的书搬上马车之后，便赶忙又将陆玉芳给拉了上去。先去聚贤阁。车夫应了一声，便驾着马车出发了。陆玉芳望向许恒，面上带着疑惑。许大哥，聚贤阁是什么地方？咱们不直接去无锡镇吗？许恒故作淡定地翻看着手中的书，淡声回道：直接带你去无锡镇，回头你大哥以为我虐待你，不给你东西吃了。陆玉芳眉头一挑，原来是要带自己去吃东西。没一会儿，车夫便告知2人到地方了。许恒将陆玉芳扶下马车，便领着他走进了聚贤楼。聚贤阁的早点做得不错，不过如今粮食紧缺，菜品没有上全，只能吃到眼前这些东西了。有口吃的就行了。许大哥要一起吃吗？许恒微微的摇头。我已经吃过了，你吃吧。陆玉芳实在是太饿了，伸手拿起一个肉包子便啃了起来，只是吃得太急，噎得整张脸都涨得通红。许恒见状，忙将南瓜小米粥往他的方向推去。快喝2口粥。终于将食物咽下，陆玉芳的眼泪都被挤出来了。许恒又给他递了一块帕子。慢些，不着急，咱们中午能到乌溪镇就行了，也不用太赶时间。陆玉芳有些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，继续埋头吃饭。许恒的眼神一直落在他身上，且看得津津有味。他埋头吃饭的模样，像极了陆兄家里认真啃白菜萝卜的小兔子。待将面前的食物吃了个干净，陆玉芳才擦了擦嘴，随后将手伸进自己的荷包中掏了掏，将里头为数不多的铜板一股脑的掏出来，放在桌上数着。许恒的额角一阵抽动，随后抬手掩住自己的唇，假咳2声。那个，我已经让车夫买过单了。陆玉芳一愣，抬头望向他。这怎么好意思？不过一顿饭菜，就当是我请你吃的。该走了，再耽误时间，中午便赶不到乌溪镇了。临近中午的时候，许恒和陆玉芳回到了客栈，将陆星河的书交给了他。3日之后，楚月因为伤情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正式投入赈灾一事。在离开乌溪镇的前一天，在家里耐不住关玲珑打听到了陆星河的去向。待楚月一行人转移到苍河镇时，便缠着罗素心一起带着丫鬟婆子来了。陆玉芳见着人从马车上下来，便暗自翻了个白眼，凑到楚月的耳边嘀咕道：月月，你瞧那关小姐，说是来赈灾，这又是丫鬟婆子，又是绫罗绸缎，珠钗步摇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来游山玩水的呢。楚月拍了拍他的手：无妨，咱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。说完便浅笑着走向罗素心。罗小姐怎的也下镇来了？可是县城的情况稳定了？望见楚月，关玲珑的眉头微微的拧起，有些不悦的往身旁的丫鬟望了眼。她怎么也在这里？丫鬟小声的说道：奴婢也不知，不过难怪陆公子会来这儿，原来是被这个小贱人勾引来的呢。
一个乡野丫头罢了，许是想通过赈灾一事赚点银两补贴家用的，还真是要钱不要命。就在主仆两个小声聊着的时候，罗素心走进楚月，笑着拉住了他的手。县城的情况已经稳定了，否则我也不敢下镇来啊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打量着楚月。听说楚大夫去乌溪镇的路上受伤，如今可好些了？楚月笑得眉眼弯弯。已经没事了。罗素心满脸欣赏地望向楚月。如今县城到处在传楚大夫是位女神医呢，就差给你素香供起来了。哪有罗小姐说的这般夸张？听着两人的谈话，关玲珑一脸惊讶地望向身旁的丫鬟。他就是楚大夫？不仅他惊讶，身旁的丫鬟也惊得微微地张开了嘴。这个奴婢之前还真未打听到。就在这时，罗素心回头望向关玲珑。给楚大夫介绍一下，这是关夫子的女儿关玲珑。他说着又开始给关玲珑介绍。玲珑，这位便是负责赈灾的大夫楚月，接下来的赈灾咱们可得服从楚大夫的安排了。楚月往关玲珑的方向望了眼。关小姐，这里的环境不比县城，往常都是别人伺候你，到了这里你可是要伺候别人的。如若接受不了这种变化，可早些离开。你别太小瞧我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楚月的唇角勾起一丝轻笑。与其中途吃不得苦离开，不如这会离开，既保全了自己的脸面，又不用在这吃苦，多好。关玲珑面上满是愤懑，她微微地抬起下巴，指责道：你既知道这里苦，还将星河哥哥也弄来做甚？他可是马上要科考的人，你这么做只会耽误了他。楚月面上神情冷了下来。他想去哪里，想做什么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与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玲珑见楚月油盐不进，声音也尖细起来。你这么自私，迟早要耽误了他。关小姐若是真心来赈灾的，我代参河镇的百姓们表示欢迎。若你此次来别有目的，还请关小姐哪里来的回哪去。我很忙，没空与你掰扯。罗素心听到这里，便也差不多了解了两人之间的关系。我竟不知你们认识。罗素心在中间调解。楚大夫，玲珑是我带来的，闹得你不愉快，我感到抱歉，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莫要与他一般见识。转而又望向关玲珑。玲珑，若你来这里只是为了赈灾，这会儿便要开始安排事情了。若不是，你便上马车原路返回吧，省得节外生枝。关玲珑见罗素心向着楚月，一脸不满地跺了跺脚。素心姐姐，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你怎的还偏帮一个外人？罗素心掩去了眼底的情绪，淡声回道：我没有偏帮谁，就事论事罢了。楚大夫的相公是有妇之夫，人家伉俪情深是他们自个儿的事情，你管好自己就行了，莫要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而坏了关夫子的名声。周围看热闹的人听了几人的谈话，三五成群的小声的议论着，时不时的还朝着关玲珑的方向指指点点。这姑娘可真不要脸，人楚大夫的相公去哪儿，与她有什么关系啊？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还盯着有妇之夫不放的，放在寻常人家里啊，可是要进猪笼的呢。这姑娘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想勾引人家丈夫嘞，比勾栏里的女人还叫人恶心。什么高门大户，什么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，龌龊肮脏的货色，竟然还敢惦记楚大夫的丈夫！呸！听见四周不堪的声音以及嘲讽鄙视的嘴脸，关玲珑将手中的帕子捏得皱皱巴巴，气得胸脯上下起伏。她双眼中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一副受了多大委屈的模样。跺脚，捂着嘴，崩溃的大哭着，迅速上了关家的马车，领着丫鬟婆子回县城去了。楚月将事情处理好，便回客栈了。到房间的时候，陆星河正坐在窗前的书桌上写文章。他将托盘放在桌上，将米粥盛了2碗出来，才望向陆星河：相公，先吃饭吧。陆星河嗯了一声，写完笔下的字，便放下毛笔起身，在楚月身旁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相公，今日关小姐来过了。我看到了。他说完，拿起筷子。楚月放下手中的筷子，侧头望向身旁的陆星河。她来这里
似乎是因为你呢。陆星河伸出的筷子微微一顿。我不打算去关夫子那里了。楚月听罢，面上带着惊讶。为何？难道是因为关小姐吗？似是怕陆星河因为怕他吃醋而耽误学业，忙又说道：相公，我虽不喜欢关小姐缠着你，但我一直相信你的为人。如今科考在一起，一切当以学业为重，我心里都明白的。陆星河往楚月的方向望了望，微微的摇头说道：关夫子学识是很好，但我所求不单单是学识，还有谋略、做人、为官等等。关夫子在同知县的梧桐书院教书10余载，确实是位学识渊博的先生，但也仅限于此。听到这里，楚月眨巴眨巴眼。可相公还能去何处寻得良师呢？再等等，或许很快就会有消息了。楚月听了，重新拿起了自己的筷子。这种事我也不懂，相公自己心里有成算就行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我都支持你。不过我也相信相公不会去做伤天害理之事。陆星河往楚月的方向望了眼，微微的勾起了唇角。你倒是相信我。楚月将嘴里的一小口粥咽下。那当然。第二天，楚月正忙着的时候，集中点来了2个男人，一来便伸长脖子往人群里瞅，还在入口处询问了楚月的去处。楚大夫，有人找你。门口负责值守的人说道。正在灾民堆中处理病情的楚月听见声音，才起身出了集中点。在望见身前2个男人时，心底带着些许的惊讶。大舅二舅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可是家里有什么事情吗？袁大宝嘿嘿一笑，忙摆手说道：家里没事儿，只是你外婆听人说镇上来了个姓楚的女神医，便想着让我们来瞅瞅是不是你，没想到还真是。云成才忙点头。一开始我和你大舅还将信将疑，这会儿则是见着女神医本人了。楚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大舅二舅说笑了，我哪里是什么女神医呀，只不过这种病患处理的多了，便擅长一些罢了。哎呀，你这丫头就是谦虚，不过也好，不会招人惦记。云大宝望向他。前几日你来苍河镇的时候，匆匆来匆匆走，当时也没空问半坡村那边的情况，你外公外婆便一直惦记着。家里都还好吧？老外公外婆记挂，我出来的时候家里都安排妥当了。不过我如今大多时间都是在南平镇生活，方便兼顾那边医馆。最近我不在家，娘怕是有些忙呢。哟，家里开医馆了？楚月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，他黑亮的眸望向身前2人。大舅二舅有空可以去南平镇走走，正好相公也随我来了苍河镇，我先领大舅二舅去相公那边坐坐吧。我这边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怕是没空与2位舅舅多聊呢。袁大宝摆手说道：你忙你的正事，我们也不耽误你，只需告诉我们星河在哪就成。既然来了镇上，我们便也去看看星河。楚月伸手一指：就在那个客栈，2位舅舅与客栈掌柜报我的名字就行。行，那我们先过去了。袁大宝一边拉着云成才的胳膊往客栈的方向走，一边回头往楚月的方向摆着手。将2人送走，楚月便又继续回灾民堆中忙活去了。袁大宝和云成才兄弟俩来到楚月和陆星河住的那个客栈。2兄弟这是第一次进客栈，觉得稀奇了些，便四周多看了几眼。这里住着应该很舒适吧？云成才问道。陆星河一笑：舒适是舒适，终究还是比不得家里好。云成才满脸的赞成：也是，金窝银窝比不得自家的狗窝嘛，家里当然是最好的。袁大宝在陆星河的对面坐下。你随楚月来了苍河镇，是因为不放心他？陆星河嗯了一声，对于楚月被追杀一事并未提及。如今世道乱，她一个弱女子出门在外，着实让人不太放心。也是，你跟着也好，免得生事端。那丫头是个有出息的，如今到处都在感念她的恩德呢。听到云大宝夸奖楚月，陆星河的唇角微微的上扬，他望向面前的2位舅舅。大舅二舅今天可有什么规划？我们也就会干些体力活，能有什么规划？如今这年成，
什么规划都是白搭。陆星河倒了2杯水，递给2位舅舅。大舅二舅也不必心急，总归如今大家伙都这样，谁也好不过谁。待这阵子过去，田里种上粮食了，便也有盼头了。袁大宝喝了口水，将手中的杯子放下。只能这样想了。如今这年成，能活下来就是万幸。这段时间到处死人，原本我们还以为你外婆熬不过去，幸好前些日子月丫头往家里去了一趟，才保住了你外婆的命啊。陆星河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柔软。这丫头前些日子下镇安排赈灾事宜，时间安排的这样紧迫，还特意抽空往清酒村去了一趟，倒是有心了。外婆如今可好些了？已经无大碍了，如今正养着呢，总归是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这么一番搓磨下来，精气神越加比不得从前了。陆星河不动声色地端起身前的水杯，喝了一口水。慢慢调理，会好的。希望吧。云大宝说完，将面前的水杯端起来饮尽，便和云成才一起站起身来。成了，做也做了，我们也不打扰你念书了，我们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话音刚落，便见楚月推门而入。这会儿也快到饭点了，大舅二舅留下来吃个便饭再走吧。袁大宝和袁成才二人相视一眼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方才有事没忙完，便没和大舅二舅说上2句话，2位舅舅还没与我说说外婆的情况呢。我们知道你忙，也不敢耽误你太久。没事，这会儿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在不在都无妨的。外婆如今可有好转了？病是好些了，只是胃口仍然不太好，人也没什么精神，还容易盗汗，怕她着凉。你大舅母二舅母一天得给她换上好几身。袁大宝和袁成才2人都有些犯愁。楚月点头，面上神情凝重。这2日我抽空往清酒村去一趟，给外婆瞧瞧。望着他那严肃的神色，袁大宝和袁成才心底一惊。可是你外婆的问题比较严重。大舅二舅不要多想，外婆的情况我还得摸过脉才知道呢。他说完便起身去楼下拿饭菜，陆星河却先他一步站起身来。我去吧。楚月起身拉住了陆星河。相公，还是我去吧，你在这里陪大舅二舅说说话吧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底下病患多，别过了病气给你呢。说完便不顾陆星河的反对，径直往楼下跑去了。望着楚月的背影，陆星河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便又重新在自己的位置上落座。袁成才嘿嘿地笑着，拍了拍陆星河的肩膀。楚月是个好姑娘，哪怕往后发达了，也莫要辜负了她。袁大宝也拍向陆星河的肩膀。你二舅说的对，你这小子要是敢辜负这么好的姑娘，别怪老子不认你这个外甥。陆星河一愣，随后微微地勾起了唇角。月月如今有这么多人撑腰，他很为他感到高兴。大舅二舅放心，我不会。不会就好，不会就好。3人聊着的时候，楚月已经将饭菜端上了楼。听见云成才爽朗的笑声，也不禁勾起了唇角。什么好事让二舅笑得这样开怀呀？云成才往陆星河的方向望了眼。就是威胁这小子，让他往后好生与你过日子。楚月抿唇一笑，上前将托盘放在桌上，一边将钵体中的粥盛出来，一边问道：那相公有没有被威胁的？云成才满脸得意。那是，他往后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和你大舅削他。望着云成才一脸小人得志的模样，陆星河不禁轻笑出声。大舅二舅，先吃饭吧，条件有限，只有米粥、酱肉和咸菜，2位舅舅将就一下。能有的吃的我们就满足了，我们在家还吃不到这些呢。家里没粮食了？倒是还有些。去年听你们的买了200斤，之后又在镇上领了10斤救济粮，省着点应该还能应付半个月。也就是家里人多，200斤粮食也不禁造的。半个月后一病便处理的差不多了，朝廷也该开仓放粮了吧？楚月一边说着，一边望向陆星河。陆星河的眸中闪过沉思。顺利的话，也许会在各处开设施粥棚，
袁成才眉头一挑，为什么会是施周鹏？之前不是发过救济粮吗？继续发救济粮的可能性不大，最大的可能就是施周。吃完饭，袁大宝和袁成才因为还要采买些东西，便提前离开了。楚月撑着下巴，转头望向陆星河。相公，咱家的田地和庄子，我在想是承包出去，还是自己请人种植？田地相对分散，可以承包出去；庄子的田地集中一些，就请人种植吧。总共30亩，请2、3个人长期打理着也就够了。也对，再养些鸡鸭鱼猪，咱自个儿的家里的吃的呀就足够了。相公，咱那个庄子，如果请大舅二舅来打理的话，他们会愿意吗？可以。那到时候去给外婆看诊，我便与大舅二舅提上一嘴。他们要是愿意，带我去庄上看了再安排着；若是不愿意，我再找别人问问。好，家里的事情你来安排。第二天，楚月一大早便去了灾民集中点，将那边的事情安排妥当，便和陆星河坐着马车往清酒村去了。在这村里，马车毕竟少见，不少人望见那辆马车，纷纷的伸长脖子，关注那辆马车的去向。外头的人纷纷议论，刚才那个男人是不是翠禾的大儿子呀？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呢？应该没错，走在他旁边那个该是翠禾的儿媳妇，去年到咱们村里来过2回，我见过的。前些日子不是也来了一辆马车吗？好像也是他。哟，竟还坐着马车来了，看来翠禾家里翻身了，之前都没仔细看，他儿子也是一表人才嘞，那气质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呢。谁说不是呢？听说从前他家困难到揭不开锅，没成想竟翻身的如此之快，还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。咱也跟着去大宝家瞅瞅吧，都是沾亲带故的，人家要是愿意提携，说不准咱也能跟着喝口汤。袁大宝刚将陆星河和楚月领进屋里，便听得院外闹哄哄的竟来了一群妇人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他也不好意思将人赶出去，便让许氏和江氏应付着，自己领着楚月往屋里给李秋莲看诊去了。一妇人往屋里的方向瞅了眼，拉着许氏的胳膊问道：大宝媳妇儿，刚才从马车上下来的那2个人，可是翠禾的儿子和儿媳妇呢？许氏的眼神扫向众人，的确是我三妹的儿子儿媳，他们是来给我婆婆看诊的。你们也知道，我那外甥媳妇儿医术不错。一妇人惊讶道：哟，翠禾的儿媳妇还是个大夫嘞。也有人满脸鄙夷，一个女娃娃当大夫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怎的成了亲，翠禾还让她出去抛头露面，这不合规矩呀。听着这话，许氏满脸不悦地蹙起眉头，望向说话的人：什么规矩？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规矩，相夫教子，大门不迈二门不出就是规矩。那种平日里多种了些菜，还知道单去镇上卖掉呢，跟抛头露面有什么区别？不是也不合规矩？怎的？你们家是地主老财主啊？家里的女儿儿媳妇都有奴才伺候，不用出去干活呗。那人见许氏这般的维护楚月，便也只能讪笑着说道：毕竟是成了亲的女人家，我儿媳妇平素还是在家的时候多，不过我也就是这么一说，大宝媳妇你别见气呀。女娃当大夫怎么了？抛头露面又怎么了？要不是我外甥媳妇，我婆婆的腿去年就瘫了，我儿媳妇也不会这般顺利怀上身孕。再说了，如今镇上负责赈灾的楚大夫就是我那外甥媳妇，没了她，咱们能有现下的安生日子？有本事你们就都别去领药，别去看病啊！话音落下，院子里突然安静下来，一群妇人面面相觑，有震惊的，有错愕的，也有怀疑的。楚大夫啊，他就是楚大夫。许氏白了众人一眼：如假包换，你们要是不信，去镇上瞅瞅不就知道了。怎的？还有谁觉得他在外行医是不合规矩？我儿昨便带着我老娘去了镇上看诊，只是当时那楚大夫蒙着脸，没看清楚样貌，身形倒是和翠禾的儿媳妇一般无二，真是没有想到，传说中的女神医居然是翠禾的儿媳妇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妇人满脸讨好的上前，挽上了一旁江氏的胳膊，小声的在他耳边问道：成才媳妇，
你那外甥如今又在何处高就啊？要是有什么靠谱的事儿，也别忘了咱一个村里都是沾亲带故的，要发财大家一起发财，你说呢？江氏望了眼身旁故作亲昵的妇人，满不在乎地将她的手从自己的胳膊上推开。李嫂子，这你可就问错人了。我那外甥一年上头来不了2回，我怎么知道他在做什么呀？再说翠禾和2个哥哥关系甚好，他们要是有什么赚钱的活计，还能忘了我们去啊？大哥和我们家成才还在屋里闲着呢，自个的儿子都没安排上，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在这里瞎掺和什么呀？他说完，忙推着人群往外走。成了，大家都别去我家了，我婆婆身体不好，需要静养。楚大夫之前不是让人贴了告示说不要聚众的吗？大家都回去吧，省得过了病气，到时候麻烦的还是楚大夫。许氏见状，也和江氏一起将人给送出了院外。江氏砰的一声将院门给关上，他往许氏的方向望了眼，面上带着得意。大嫂，还是我方法有用吧？要我说呀，咱家又不是没人，来者不善的呀，没必要这么给人脸面。许氏朝着门口的方向呸了一口，要不是那赵氏说话气人，我早就想将人赶出去了。我呸！江氏朝着门外翻了个白眼，跟他掰扯作甚呐？赵氏那嘴又碎又讨厌的，我都不屑理会他呢。那臭婆娘，往后我也懒得搭理她了。许氏说完便去了堂屋。这会儿陆星河正在堂屋里喝茶，袁家的大大小小都守在这里，时不时的稀奇的往屋里望上一眼。片刻之后，给李秋莲施针完毕的楚月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刚才外面怎么这般热闹啊？还不是看到马车来了家里吗？跑来凑热闹了呗。江氏忙抢着答道。楚月微微的愣了愣，便也没有再继续问了。外婆大问题没有，小问题还有一些，最主要的是肺壁喘咳。那这个方子便是针对这种病症的。云大宝忙接过，转而又问道：他最近食不知味，你这里可有好办法？老人家大病初愈，身子又虚，胃口自然便会差了一些。楚月说着，将自己来之前备的几副药从药箱中拿了出来。昨儿个听大舅说外婆胃口不好，来的时候便特意抓了几副药来。这个药具有补益中气、调脾胃的功效，可以直接熬水喝。若有条件，也可以配上乌鸡做成药膳，效果更佳。云大宝接过楚月递过来的几副药，面上有些不好意思。倒是叫外甥媳妇儿浪费了。外婆病了，我们作为后辈的关照也是应该的嘛。如今娘没空来庆九村照顾外婆，倒是辛苦大舅母和二舅母了。楚月一边说着，一边望向不远处的2个舅母。许氏满脸坦然，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谈不上辛苦。江氏也有些别扭的抠了抠自己的手指。只希望你外婆能好些好起来，这样的话我们也能轻松些。楚月抿唇一笑，这二舅母有时候说话是不好听，但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坏心。放心吧，外婆肯定能好起来的。他往云大宝和云成才的方向望了眼。大舅、二舅，我听相公说你们今年暂时还没有做安排。云大宝蹙起眉头直犯愁。哎呀，是还没安排。似是意识到什么，他眉头舒展，望向楚月。外甥媳妇儿这里有活。话音落下，屋里所有的人都紧张地望向楚月。楚月假咳2声，前些日子得了一处庄子，想让大舅二舅帮忙去管一管那边的田地，不知大舅二舅可愿意？一旁的云成才问道。庄子在何处？在水月村，紧邻仓河，那边有院子可以住人，大舅二舅来回也方便。一直没有作声的云正平开口了。来回便不便利不要紧，关键是要将田地种好。听说水月村的水田都是上好的水田，要是种得好，收成怕是不少嘞。他一边说着，望向自家的2个儿子。老大老二，既然星河媳妇儿开了这个口，你们作为舅舅的便帮衬一二，就当给自家做事了。兄弟俩忙点头。我们知道的，爹。云大宝望向楚月。外甥媳妇儿，我们啥时候去合适？楚月略一沉思，水稻也要天气暖和一些才能下种。
待我将赈灾的事情处理好之后吧，我暂且和2位舅舅约在2月中旬，到时候咱先将庄子规划一二，我还想养些家禽在庄子上呢。云大宝忙点头，成。2月15一过，我们就去南平镇找你。楚月一笑，那我到时便在南平镇等大舅二舅了。我今儿是抽空来的，不能在这逗留太久，得早些回去，便不与外公和舅舅舅母们多唠了。云正平站起身来，吃了饭再走啊，再等会儿就到饭点了，你舅母做饭也麻利。陆星河也站起身来，我们还是回镇上去吃吧，外公家里的余粮也不富足，能省一些是一些。说完便提过楚月的药箱，往马车的方向走去。云正平正领着儿子儿媳和孙子们将陆星河和楚月送出屋，直到马车消失在村口，才转身回了屋。老大老二如今算是有了着落，家里的事情你们也不用惦记，庚申季业茂学如今都成年了，家里的事情只有他们小一辈操持，还有我在旁边盯着，你们只管上点心，将庄子上的事情处理好。云大宝和云成才忙点头，爹，我们知道的，3妹家里的事我们哪有不上心的。云正平点头，2个儿子对这个妹妹倒是一如既往的维护，转而又望向2个儿媳妇儿。你们娘嫌我做事粗糙，照顾她的事情就继续劳烦你们了。许氏忙说道，爹说的什么话呀？咱本就是一家人，照顾娘也是应该的，说什么劳烦不劳烦？江氏也点头，哎，大嫂说的是。云正平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你们之前一直有分家的想法，所以没同意，便是因为你们娘爹年纪大了，如果分了家，又要操持家里，又要管着田地，怕照顾不到他，希望你们体谅。分家的话，也是之前媳妇儿和2弟妹拌嘴吵架的时候的气话，爹别往心里去，爹娘还在，如今娘又是这个模样，自是一家人住在一起照顾起来便利一些。是啊，都是气话，咱一时半会儿肯定是不会分家的。云正平满脸慰藉地点了点头，只要你们兄弟俩齐心，咱一家人力气往一处使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爹说的是。楚月和陆星河回到苍河镇，吃了饭便去灾民堆里忙活去了。正月刚过，陆星河便不能在这里久留了，只不过他在离开之前，不知道从哪里给楚月弄来了一名侍卫。那侍卫名唤黑木，整日里板着一张脸。这日楚月忙完手头的事情，便想坐下来歇一歇，见黑木一个人坐在角落，便走过去，在他的身旁坐了下来。黑木，你能不能笑一笑呀？黑木冷冷地往楚月的方向望了眼，这不在我的任务范围内。楚月哦了一声，单手支撑起了下巴。那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保护你。黑木的声音很冷，没有一丝温度。楚月往他的方向望了眼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是从哪里来的吗？京城。说完，黑木便闭上了双眼，似是不想与楚月多聊一般。楚月见这人嘴里蹦不出来几个字儿，便也没有再自讨没趣，起身往陆玉芳的方向去了。玉芳，你这边如何了？陆玉芳一边给患者把脉，一边说道：差不多了，最后一个了。他说完便收回手，拿起炭笔在纸上写方子，随后将写好的药方往楚月的方向递去。可要瞧瞧。楚月接过陆玉芳递来的药方，蹲下身来，他的手探上病患的脉搏，片刻过后，满脸欣慰地望向陆玉芳。药方很合理，不过这手字有待提高。听到这里，陆玉芳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哎呀，我也才认字没多久，都没时间练，以后会多花点时间好好练字的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楚月捂嘴一笑，将药方递回给了他。成了，逗你玩的，将东西收拾收拾，咱先吃饭去吧。好嘞。陆玉芳将手中的药方交给了这里的侍者之后，便收拾好东西，随着楚月出了灾民集中点。黑木见楚月离开，自是紧随其后。陆玉芳摇了摇楚月的胳膊：月月，你能不能让那个大冰块不要总这么跟着我们呀？楚月不满地撅起了嘴：我倒是想说，但人家根本就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。陆玉芳再次往身后望了眼，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。
他总这么盯着咱们，我瘆得慌。不信你看那眼神。楚月叹了口气，并没有往身后瞅。唉，不用看也知道他什么眼神呢。这2日呀，我都已经被吓麻了。只是他如今确实需要高手保护，还不知道暗处的人会不会再次出手呢。两人取了食物便进了房间，将黑木关在了屋外。陆玉芳用筷子挑了起粒米粥放进嘴里，咽下之后问道：月月，参河镇这边的病患格外多了些，你估摸着咱还得多久才能去下一个镇子呀？大概得到2月初10吧。他说完便又继续吃起了碗里的米粥。陆玉芳微张着嘴，面上带着一丝惊讶。那加起来不得小半个月，竟比县城还久。县城那边的疫病原本就有控制的，肯定比镇上情况好些。镇子里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居多，谁又会真正在乎他们的死活呢？陆玉芳搅了搅碗里的粥，闷闷地说道：也是，就拿南平镇来说，如果不是咱们星月医馆出手，如今情况怕是还不如参河镇好呢。是这样。他吃了饭便将黑木叫进了房间。陆玉芳一见到黑木，便如同老鼠见到猫一样，吓得躲到了楚月的身后。楚月望向身前冷酷的男人：黑木，你可否告诉我，给你发月钱的人是谁？黑木眉头一挑，不知道楚月如此问是什么意思。无可奉告。那你月钱多少呀？楚月又问道。2两银子。楚月点了点头，收入还不低。什么时候回你主子身边去啊？黑木些许不悦的一挑眉头。你问这么多做事？楚月正襟危坐。你既是来保护我的，我肯定得了解你这个人啊，不然放你在身边保护我也不放心。而且我如今过问的事情也无关机密，没什么不能回答的。黑木淡淡的往楚月的方向瞥了一眼。不回去。楚月眉头一抬。不回去？见楚月不解，黑木难得的解释了一句：主子说，属下往后唯一的任务便是保护楚大夫，这也是他给我下达的最后一个任务。意思你往后都跟着我了？是。这么一听，事情倒是好办了，人家这是明摆着给他送高手侍卫啊，若是不收下，倒是白费了对方的良苦用心了。思及此，楚月望向黑木：这样可好？既然你往后的任务是保护我，那你的月钱便由我来给。在原先2两银子的基础上，我每个月再给你2天假，唯一的要求便是你不许再和以前的主子有交集，如何？黑木愣了愣。好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楚月一拍桌子站起身来。从今往后，我便是你主子。我和你前主子不一样，你前主子或许身份地位崇高，但我出身农家，身边也都是平民百姓。你最好表现得随和一些，不然会吓着人的。而且你若是在一众的平民百姓中保持你的高冷姿态的话，很容易被敌人发现的，不是吗？随和。黑木眉头拧紧，棱角分明的面庞上闪过了一丝茫然，根本不知道随和这2个字到底要如何表现。比如，楚月说着，脸上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。都这样笑笑。望着少女明媚的笑颜，黑木微微的愣神儿。属下……楚月只以为他是想要拒绝，满脸不耐烦的摆了摆手。成了成了，交也交了，你自个儿出去琢磨吧。我休息休息便要出诊了，这会没多余的时间跟你掰扯。楚木抿了抿唇，双手微微的抱拳。属下告退。说完便转身出了房门。出门之后还细心的帮楚月将门给掩上了。楚月拍着自己的胸脯长出了一口气，总算搞定了。自黑木离开之后，目瞪口呆的陆玉芳终于缓过神来，他朝着楚月竖起了大拇指。月月你行啊，竟能将那个大冰块拿下。楚月在桌旁坐下。黑木看起来吓人，但其实挺单纯的。问题是他真的可靠吗？陆玉芳的眼底带着一丝担忧。楚月淡淡的扫了他一眼。既是相公领回来的人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楚月和陆玉芳在房里休息的时候，许恒将自己吃完的餐具端出了门。
在瞥见楚月门口挤眉弄眼的黑幕时，眼底闪过疑惑。黑幕侍卫，你这脸是抽筋了吗？黑幕的神情立即僵住，望见他这模样，许恒忙又说道：呀，脸都僵了，你赶紧找楚姑娘瞅瞅去，我听说脸抽筋很可能会导致惊风呢，可莫要耽误了。黑幕眉头微拧，悠悠地扫了他一眼。我没事。许恒听罢，低咳2声，掩饰尴尬。原来是我判断出错啊！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。黑幕冷冷地望着许恒离开，转而又往楚月的房门处望了眼。谁说多笑就一定能随和来着？他就知道那丫头不靠谱。果然如楚月所料，苍河镇的疫病足足耽误了一行人将近半个月的时间。2月10日下午，楚月和陆玉芳、许恒一起坐上了江淮新得的马车，往黄沙镇去了。江淮一边赶着马车，一边笑问道：楚大夫，这马车坐着相比于之前的那辆如何？楚月四处望了望，看着朴实，倒是要舒适不少呢。那是，这马车可是县令特意让人送来的，车厢材质比我之前的要好上一些，内饰也比我之前胡乱弄上去的要讲究。江淮的面上带着小得意。不过还得多谢楚大夫，若非你开口，我便也得不到这般好的马车了。不必谢我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楚大夫的伤可好完了？已经好了。楚月坐在中间，陆玉芳和许恒相对而坐，未免尴尬，他便总是掀开帘子往外瞅。月月，同治县下辖的几个镇子虽然相距不算太远，但每个镇子好似都不一样。许恒先楚月一步说道：南平镇山丘偏多，苍河镇和乌溪镇都是临水，黄沙镇盛产砂石，许多地方建屋都是从这里购买砂石。不过因为长期采挖的缘故，地势也要低一些，往年下暴雨，这里都是第一个被淹掉的。那青石镇是不是那种偏精巧的山水小镇啊？许恒些许惊讶地望向楚月。还真是啊，青石镇因为精巧雅致，不少文人墨客纷纷前往，前些年还出了不少诗词雅赋，近些年似是新鲜劲过了，倒是不如从前了。原来如此啊。玉芳，等会到了地方，你和许公子先去客栈安顿一下，我先去集中心看看灾民的情况。陆玉芳微愣，随后将车帘放下，回头望向楚月。等会儿到的时候都快到饭点了，明日再去不行吗？楚月黑亮的眸子里闪过坚定。我就是去看看，不会耽误多久的。未等陆玉芳开口，许恒贴心地说道：楚姑娘放心去便是，客栈那边我和陆姑娘会安顿好的。陆玉芳略一迟疑，再次望向楚月。月月，要不我随你一起吧，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。楚月浅笑：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还有黑幕跟着呢，不比你更厉害。他那身功夫倒是挺让人放心的。听见陆玉芳夸赞别的男人，许恒的眉头没来由地拧了起来。一到黄沙镇，楚月便领着黑幕往灾民集中点的方向去了。陆玉芳和许恒则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进了客栈。陆玉芳刚将东西整理好，便见许恒出现在了房门外。许大哥可是找我有事？许恒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鼓足勇气问道：陆姑娘，你是否讨厌我？怎会，没有的事，许大哥想多了。那你最近为何总避着我？许恒再次问道。许是忙吧？忙？许恒的面上带着一丝愕然。许恒抬腿进了屋，缓缓地往陆玉芳的方向靠近。他很想知道小丫头心里到底有没有他。陆玉芳抬头望着靠近的男人，只觉得一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儿，尤其是瞥见他那似乎要吃人的神色，他便不由自主地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去，直到身后的桌子挡住了他后退的脚步。许大哥，你想做什么？许恒低头望向身前的小丫头，他停下脚步，浅笑着伸手摸了摸陆玉芳的脑袋。你既唤我一声大哥，我能对你做什么？
好好休息，我先回房了。说完，便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他的房间。望着许恒离开的背影，陆玉芳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好，第二天，待陆玉芳从房里出来的时候，便只见楚月，不见许恒。他面露疑惑：“月月，许大哥呢？”楚月往他的方向望了眼，便开始扶着扶手下楼，一边回道：“他走了。”陆玉芳心底一紧：“走了？”“他已经陪着咱们折腾了近1个月，总归最后2个镇子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。如今有黑幕在这守着，他自是要回去念书的。”陆玉芳哦了一声，心里眼里全是失落。楚月回头往他的方向望了眼，脸上带着些许担忧：“你脸色怎么不好？要不要回去歇一歇啊？黄沙镇的病患不多，我和另外2个大夫能处理好的。”陆玉芳强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我可以的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，早些将这里的事情处理完，咱也好早些回去。离下1个月，有些想爷奶和爹娘了。”楚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轻声安慰：“好啦，其实我也想家了。既然想早点回家，那咱们便快些去集中点帮忙吧。”陆玉芳吸了吸鼻子，便随着楚月忙活去了。这边的事情一了，当天下午2人便坐着江淮的马车去了青石镇。因为一早便派了2个大夫来了的缘故，这边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控制，病患基本都在恢复中了。2位大夫这段时间辛苦了。楚大夫莫要这样说，在一定意义上你是我们的师傅，为自己的师傅做点事情都是应该的，谈不上辛苦。楚月一笑：“倒是叫我空跑了一趟。”那2个大夫相视一笑：“那可不一定，这青石镇风景不错，人也热情。楚大夫为着百姓们奔波了这么久，全当在这里放松放松。”便也只能这样想了。他将集中点的病患视察完毕，便回了客栈。从知县，许恒回家之后看书总是走神儿，第二天一早，他便索性将书扔在一旁，提着2碟点心便往陆星河居住的小院去了。开门的刹那，陆星河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：“现在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。”他说着，无比自然地将许恒让进了院子。许恒四处打量了一眼这个院子：“还没有，不过只剩最后2处镇子的收尾了，想来就这2日能结束，我便提前回来了。”陆星河点头，抬腿往屋里走去：“随我来吧。”2人进了屋，在蒲团上相对而坐。陆星河将一壶水放在炭炉上烧着，转而望向许恒：“你是何时回的？”“前天下午。”许恒整了整自己的衣袖，抬头望向陆星河：“县署可公布考期了？”“还没有。”“每年考期公布的时间都不一样，今年遇上灾情，怕是会迟一些，你别着急。”陆星河嗯了一声，慢条斯理地清洗着面前的茶具：“我没着急，既然没有贴停考的公告，考期迟早会公布出来的。”“是这个理。”许恒咬了咬唇，有些小心翼翼地往陆星河的方向望去。“陆兄。”陆星河停下手中清洗茶具的动作，疑惑地望了他一眼：“怎了？”许恒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：“我有个朋友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，便想来请教请教你。”陆星河一愣，悠悠地望了他一眼，随后提起一旁烧开的水往茶壶中冲泡。“你朋友怎了？”“他……没事。”陆星河泡茶的手突然停住，抬头往许恒的方向望了眼，大致也猜到了他想问什么。“许兄若执意不说，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。”许恒怀疑地望向他：“陆兄好似知道我要问什么。”陆星河勾起唇角，将壶中的茶水倒入了杯中，往许恒的方向递去。“大概猜了猜，可是关乎儿女私情。”许恒满脸惊讶地望向陆星河，直呼：“陆兄，你真的神了，这也能猜出来？”陆星河抬眸望了他一眼：“你和玉芳怎么了？”许恒的脸上闪过了一丝不自然：“你怎么知道是关于他？”
陆星河端着茶杯吹了吹。你不好意思直说自己的困扰，便用朋友做借口，说明是隐秘之事。再者，旁观者清，我随着月月赈灾这些日子，有几回看不出来你和玉芳之间的联系。不过你们若是真能成，我也喜闻乐见，至少我觉得你这个人是可靠的。陆兄太看得起我了。许恒心底松了口气。原本在同知县的时候，我们相处的还算好。经历了楚姑娘被追杀那次的事情之后，我怕她一个姑娘家与我同城一起传出去会坏了名声，便问她觉得我如何。自从这个问题问出口，她便总是避着我。如果我是她，我也会有多方顾忌。什么顾忌？家世、地位、自身条件，这些都是她的阻碍。可我不在乎，我若在乎的话，便不会与她说那些话了。可她在乎，她怕嫁了你，世人会骂她和她的家人攀高枝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当然，她若铁了心要跟你，这个是能克服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父母会愿意你娶一个农门女子。你确定玉芳和她的家人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？我爹娘很好说话的。陆星河放下手中的茶杯。若他们只肯收玉芳为妾呢？你又当如何？听到这里，许恒沉默了。确实，他之前没有想得这样久远，也没有想到陆玉芳会顾忌的这样多。那我要怎么做？陆星河深邃的眸望向他。玉芳已经及笄，4书42便早就给她相看了。你若不想错过，可以与家里好生谈谈，先将亲事定下来。你若无意，那就当我没说。依着玉芳的条件，高门大户嫁不了，寻常人家还是很受欢迎的。兴许她这次回去，我4书42便给她安排好了。许恒一听，再也坐不住了，起身便往屋外跑去。陆兄，来日时辰之后再谢，我先走了。望着许恒离开的背影，陆星河端起面前的茶水，浅浅的喝了一口，唇角不自觉的上扬。他这激将法果然管用，不过也侧面反映许恒对玉芳是上了心的。许恒回到家中，便被等在家门口的丫鬟给叫去了许夫人处。我娘叫我是因为什么事儿？他边走边问道。小跑跟在身后的小丫鬟说道：奴婢也不知道，夫人只说让奴婢在门口等着公子回来，便叫去他那。许恒点头，加快了脚步。待来到许夫人的院子，门口的婆子丫鬟见到他，纷纷的恭敬行礼。公子。许恒微微颔首，直接快步进了屋子，来到许夫人面前。娘，你找我？是。许夫人满脸红光，忙笑着指向自己对面的位置。你先坐下。许恒满脸疑惑。娘，咱家是遇上什么喜事了吗？可不就是喜事儿。许夫人笑得满脸神秘。恒儿啊，娘给你安排了一门相亲，是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。等对方来信，你便随娘去见见人家姑娘。这次啊，保管让你满意。娘，我不能去。为何不能去？今年年底你就19了，再不成亲，往后门当户对的婚事就难找了。许恒并未藏着掖着，他直视许夫人，面上带着一丝坚定。我已经有心仪的人了，便不能再去相看别的姑娘，还请娘谅解。许夫人了然，坐直了身体。是上次随你来咱们家那位陆姑娘？是。这陆姑娘啊，娘也差人打听了，是个好姑娘，就是家境差了些。许夫人叹了口气，伸手拍了拍许恒的手。恒儿，娘并不是嫌贫爱富，娘就你一个孩子，将来你爹的家业都是要交给你的，你有一门心思都在念书上，肯定得找一个能干的妻子，才能为你打理好家业呀。这陆姑娘从未操持过大家族的家务事，也从未与那些个夫人小姐打过交道，娘家对你更是没有注意，娘担心她帮不了你呀。许恒望向许夫人，面色诚恳。她不会的，娘可以教，我也可以帮着打理，并不需要过多注意。许夫人面上带着无奈。傻孩子，人家都是家族联姻越走越高，你若不找个门当户对的，分分钟便会被人踩下去了。娘不是不喜欢那陆姑娘，若你真喜欢，将她抬进来也是一样的。抬，那便是为妾。
许恒不愿，他深知陆玉芳肯定也是不愿的，起身朝着许夫人施了一礼。既然将来要娶的人不是自己心中所愿，娘为我做主便是。相看的事，我便不去了，孩儿告退。说完，便转身出了房间。许夫人见状，忙伸出手：“哎，恒儿！”哎，见人走远，她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她何尝不想让有情人终成眷属？一旁的钱嬷嬷见自家主子满面愁容，便上前捏着她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夫人，奴婢看公子对那陆小姐似乎是真的上了心，你何不给那陆姑娘一次机会？总归她如今才15，成亲也要2年，不如找一个教习嬷嬷去教着。”许夫人神色一愣：“万一学不会呢？”那姑娘不是在跟着楚大夫研习医术吗？此次随着楚大夫赈灾，也算是同知县的一大功臣，届时说不定会受到嘉奖。再者，这般高深复杂的医术她都能学，又帮着楚大夫在南平镇打理着星月医馆，这深宅大院里的规矩想来也不在话下。见许夫人神色有些动摇，钱嬷嬷继续说道：“咱也不需要她精通琴棋书画，只要家务打理得好，公子要喜欢不就行了吗？”可他娘家……哎呀，夫人！钱嬷嬷一边给许夫人捏着胳膊，一边说道：“那陆公子您也不是没见过，9岁考童生呢，要不是中途家境贫寒，如今怕是已经中举人了。再说那陆姑娘和楚大夫既是师徒，又是姑嫂，难道不能算是她的娘家人？况且待陆小姐学成，凭借一手医术，在县城哪家妇人面前混不开呀？”经钱嬷嬷这么一说，许夫人眼睛亮了起来。这么一说，还真是。她满脸愉悦地望向钱嬷嬷：“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都没想到这上边。”见许夫人眉头舒展，钱嬷嬷也跟着开心起来。奴婢也是见夫人犯愁，才想起来这事。再说了，夫人也就是当局者迷。许夫人拍了拍钱嬷嬷的手：“确实当局者迷。哎，这次还真是多亏了你呀。”说完，她站起身来：“小翠啊，你往南平镇去一趟，让人留意楚大夫何时回星月医馆。届时，本夫人要去找楚大夫把平安脉。”是。钱嬷嬷望向许夫人：“夫人是暂时不想将此事告知公子吗？”许夫人摇了摇头：“恒儿什么都好，就是从小受的琢磨太少了，请让他伤心几日吧。”钱嬷嬷闻言点了点头：“好。”楚月和陆玉芳在青石镇待了1日，这里民风淳朴，热情好客。除了视察灾民集中点，两人还沿着山里的青石板路赏景观山。月月，咱们明日是直接回去，还是先回一趟县城，与县令大人禀报一番再回去？陆玉芳一边走一边问道。楚月望着四周的美景，只觉得心情大好。直接回去，这边的情况自有当地的衙门官使记录上报，倒也不必我们亲自前往。陆玉芳往他的方向望了眼。话说，咱们出来这1个多月，官府会否有点表示？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楚月站在山间，深吸口气，满脸豁达地说道：“该有的迟早会有，早或晚罢了。”陆玉芳满脸崇拜地望着楚月：“月月，我真羡慕你。”楚月有些好笑地往他的方向望了眼：“羡慕我做甚？我还羡慕你呢。”陆玉芳面露惊讶：“你羡慕我什么？”楚月站在半山腰上，眺望着远处的山水。家庭和睦，父母亲人宠爱，我若不是被我爹抵给了相公，如今怕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。听到这里，陆玉芳便也释然了。是不是人都会渴望得不到的东西？楚月望着远处的山峦，说出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：“许是吧，人这一生总会有或多或少的遗憾，最终能积压在心底，每每回想的时候，还是会觉得可惜，久而久之，变成了执念。”陆玉芳望着楚月，眼底带着一丝心疼：“月月，你会不会恨你爹娘？”我与他们的感情本就浅薄，
说不上恨。陆玉芳挽住楚月的胳膊，将脑袋枕在他的肩膀上。月月，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楚月的唇角勾起一丝浅笑，大概就是见不到的时候想念，在身边的时候总想依赖，会因为他的欢喜而欢喜，会想要照顾他，取悦他，也会害怕自己配不上他，便拼尽全力的去与他并肩。听着楚月的话，陆玉芳笑望向他。你对我哥便是这样吧？楚月的脸上闪过一丝娇羞。陆玉芳满脸羡慕。真好。两人又在山道上散了会儿步，见天色已经转暗，未免生出事端，便转身回客栈去了。第二天，也就是2月14这一日，与当地的官吏报备之后，楚月和陆玉芳便坐上了回南平镇的马车。两人坐在马车上，时不时地撩开车帘往外望去，归心似箭。终于回到南平镇，因为临近中午，楚月便直接让江淮将马车停在了家门前。江师傅，你也别着急回县城了，先填饱肚子再回去吧。楚月越过陆玉芳，上前敲响了房门。开门的是云翠荷，在望见门口的楚月时，面露惊喜，忙拉着他打量。月月回来了，在外头都好吧？娘，我好着呢。他说着，指向一旁的黑木和江淮，给他做介绍。娘，这是江师傅，这次赈灾他一直负责我们出行。这是黑木，是我相公给我找的帮。听到帮手2个字，黑木面无表情的面孔终于有了一丝怪异的波动。多谢两位这段时间对我们家月月和玉芳的照顾，都快些进来，我刚从医馆回来，正准备给几个孩子做饭来，你们来的还真是时候。几人一同进了屋，陆玉芳跟在云翠荷身后往厨房走去。三伯母，我来给你帮忙吧。楚月望向一旁的3个孩子，1个月不见，好似长高了一般。兴平，你领江师傅去马厩，顺带给马喂点吃食，吃饱了江先生好下午赶路呢。好的，大嫂。陆兴平机灵，忙领着江淮便往后院去了。楚月笑着拍了拍陆兴安的肩膀，转而在楚文竹的面前蹲了下来，轻轻地捏了捏小丫头长了些肉肉的脸蛋。小竹可香姐姐。楚文竹没有说话，只往前一步抱住了楚月。姐姐能平安回来，小竹很开心。楚月心底有些感动，拍着她的背说道：小竹不是说在家里等姐姐的吗？姐姐当然会回来啦。与楚文竹说了会儿话，让她自个儿去屋里玩一会儿，楚月便也去了厨房。娘，医馆那边如何了？林翠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最近回春堂那边推出了什么义诊，2、3个大夫轮流在门口给穷苦人家诊病，不要诊费，药费自理，抢走了咱们不少生意。我瞧着你不在，我又没主意，便只能维持原状。咱没必要跟风，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口碑，比什么都强。也是，开医馆总归还得医术好。你这段时间为了疫病做了大的贡献，要说表善心也足够了。楚月点头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抬头望向云翠荷。对了娘，过2日大舅和二舅可能会来。云翠荷心底一惊，生怕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。你去清酒村了？外婆行动不便，我便去瞧了瞧，问题不大的，如今应该是恢复的差不多了。你大舅二舅不在家照顾外婆，来咱们这儿做事。此次去县城得了一处庄子，正好大舅二舅如今因为没事做犯愁呢，我便托大舅二舅来帮忙打理，先开正式工的工钱，要是周边有田地一起买下来，便让他们做管事也成。此事你来安排就好，只是咱们家那块田地也得安排起来了。过了这个月，天慢慢暖和了，也要开始犁地敬种了。之前我和相公聊过这事儿，分散了田地，咱便承包出去吧。回头我让大贵哥去村里问问，要是有人想承包的话，可以包给村里人，到时候收租也方便。成，咱们家有那处庄子，也够吃了。听着婆媳2个的谈话，灶堂后烧火的陆玉芳脸上带着佩服。玉芳，等会我给你将之前2个月的工钱结了，今儿便给你放个假，
你回去好生休息半天，待明日去了医馆，你先将这1个多月的账给对一下，顺便将需要进货的药材给统计出来。陆玉芳忙点头。好。几人填饱肚子，江淮便赶着马车回县城去了。楚月给陆玉芳结了正月和2月的工钱，便让黑木护送他回家去了。云翠和望向楚月，月月，那个黑木是什么来头啊？看着怪吓人嘞。我也不知道他的来路，不过他既是相公带来的，应该是没问题，暂且将他留在家里吧。总归咱们后院的2间屋子也修起来了，正好能留一间给他住呢。相公不在家，家里有个功夫高强的人盯着，他也放心。听楚月这样说，云翠和自是没有意见。行，你今儿刚回来，也去休息休息吧。好。楚月回了自己的屋，他从包袱中将这段时间空闲之余研制出来的胭脂水粉拿了出来，将其中的配方工工整整地誊写在空白的宣纸上，便带着黑木出门了。楚月先去了一趟医馆，在楚月进门的时候，陆大贵第一个发现了他。星河媳妇儿，你回来了。正在给人抓药的朱大夫忙抬起头，望见楚月的时候，不自觉地长出了一口气。老夫这把老骨头可算是将你熬回来了。楚月笑了笑，这段时间辛苦师兄了。朱大夫将抓好的药递给面前的客人，随后朝着楚月摆了摆手。要说辛苦还是你最辛苦，我竟不知你去县里是为了赈灾，之前还以为你是要去给什么身份重要的人看病呢。离开这1个多月，倒是将大家伙发工钱的日子给耽误了。他望向陆大贵，大贵哥，你去后院将方婶子叫来，我先将你们上个月的工钱给结了。成。陆大贵应了一声，便赶忙跑去后院。没一会儿，方氏便随着他一起来到了楚月的面前。望了眼面前的3人，楚月低头翻开了身前的账簿。方婶子，你上个月是初8开始上工的吧？方氏忙点头。哎，是初8。楚月将账簿上记录的工时对照了一番，才望着方氏说道：原本给你开的工钱呢是1个月600文，上个月总共是30天，相当于20文一日。初8开始上工的话，加上初8，总共上了23日，相当于上个月的工钱有460文。你算算有没有错？没错的话，我先将你上个月的工钱清了。方婶子忙摇头。楚大夫算过，肯定是没错的，我相信楚大夫。将他的工钱结了之后，楚月便让方氏先去后院忙活了，紧接着便是陆大贵，最后才是朱大夫。师兄，平日里你的工钱是50文一日，这个月我便在原有的工钱的基础上多给你300文吧。朱大夫忙摇头。不成，之前说好的50文一日的，怎你还多给了？这段时间我不在，医馆里的事情全碍着师兄，确实辛苦你了。这300文就当是我感谢师兄的。成了，师兄也忙自己的去吧，我去后院找大贵哥说点事情。朱大夫忙起身。哎，见楚月人已经去了后院，他便也只能将身前的银袋子收入怀中。楚月来到后院，找到了正在劈砍柴火的陆大贵。大贵哥，这里柴火要是够的话，你先别劈了，我想将家里那些水田全部承包出去。你今儿替我跑一趟半坡村吧，将这个消息放出去，顺带的在那里等等消息，明日可以晚些时候再回来。陆大贵有些意外。全部承包出去？你们自个儿不种吗？种的，不过我还有别的田地呢，这些分散的田地实在是腾不出手来，先放出去再说。成，那我便带着铁担回半坡村待一日。说完便将砍刀放回了厨房，起身往外走去。楚月也随着陆大贵一起出了医馆。大贵哥，将家里的骡子牵走吧，赶路要便利一些。好。陆大贵摆了摆手，便消失在街角。楚月抿了抿唇，便抬腿往作坊的方向去了。黑木一直在暗处跟着楚月，南平镇他也是第一回来，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是哪里，于是只能一边观察着四周的动静，一边将楚月走过的路记下。到作坊的时候，张秋英正在和陆守成2口子忙得不可开交，连陆玉芳也在一旁帮着忙活。不到3岁的苗苗则一边摇着小木马，时而往几个人的方向瞅上一眼，一脸乖巧的模样。
知道大家都在忙，谁也没去打扰。望着忙活的众人，楚月面露惊讶：“秋英姐，如今是接到什么订单了吗？”楚大夫有所不知，之前您让我去和沈小姐说铺子推迟开张一事，那时候沈小姐都已经将铺子里的胭脂水粉处理的差不多了，总归空着也是空着。她与我一合计，便先将咱们的药包和中药磨粉给上了。随着县城那边疫病逐渐稳定，如今的生意倒是看着好了。这不，昨儿又从咱们作坊订了一批货。张秋英说着，便将记录的账本递给楚月。这是我们这1个月以来的出货，楚大夫瞧瞧。楚月伸手接过张秋英递来的账本，翻看了一番。秋英姐，之前让你招的人，留意的怎么样了？我这段时间闲着，偶尔会出去转转，已经物色好了2个，都是这周边的，都是老实人。还有你之前让我准备的制作胭脂水粉的原料，我们也提前备好了。楚大夫要不要去瞧瞧？楚月点头，随着张秋英将他和陆守成2口子准备好的10多个用油布封起来的大缸一一看过。材料处理的都很不错，秋英姐费心了。张秋英有些不好意思的将碎发拢至耳后。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楚大夫切莫要这么客气，现下只等着配方一出来，我们便能开始制作了。2人一边说着，往正在忙活的陆守成夫妻2个走去。四叔四婶，你们先停一下。2人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满脸不解地望向楚月。月月，怎么？楚月在2人的面前坐下，让张秋英也在一旁坐了下来。我去县城1个月，结算工钱的日子便耽搁了。今儿来这里呢，一是为了作坊接下来的安排，再就是给你们结算上个月的工钱。他一边说着，将随身携带的账簿拿了出来。秋英姐上个月是900文，四叔四婶上个月不足1月，每人是690文，合起来就是1380文。你们算算有没有错？月月算的自是不会有错。江秀琴望向他，面上带着一丝担忧。只是我们上个月活也不多，不好意思拿你这么多钱，回头你自个儿得亏本呢。楚月欣慰地笑了笑，四叔四婶儿人倒是实诚，他没看错人。上个月事情虽少，但四叔四婶却实实在在耗在我这儿的。原本就是因为我的事情才耽搁了咱们作坊的进度，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，自是由我来背的。说完便将3个人的工钱一一的结清了。楚月收起账簿，望向身前的几人。将沈小姐最近订的这批货赶制出来之后，咱们便开始着手生产新品了。我的想法是从珍珠霜和养肤霜开始，一个美白去黄，一个紧致嫩肤。赶制出来之后，与面膜粉和药包一并送去县城。待这2个霜的销量稳定之后，咱们再将胭脂水粉一样一样的制作出来。张秋英望向楚月，面露担忧。这珍珠霜和养肤霜，楚大夫心底可有成算？楚月面上带着自信。当然，这1个月我虽然到处赈灾，闲暇之余将东西研制出来之后，也分给身边的人使用过，效果当然是没问题的。一旁的陆玉芳忙举起手来。这个我可以作证，我最近也在用。往常咱们冬至里用的猪油膏和月月的养肤霜，简直没法比。江秀琴望着自家女儿那娇俏的模样，捂嘴笑道：“我说你怎的去了1个月，小脸还养得白嫩了，原来是在月月这里得了好处呢。”陆玉芳小嘴一撅：“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”江秀琴满脸宠溺地睨了他一眼：“你这丫头，如今都及笄了，越发的没谱。”听到这里，陆玉芳原本明媚的神情突然暗淡下来。是啊，她都及笄了，也不知道往后会是什么样子。一想到自己即将要面临的相看一事，她的心底带着忐忑、迷茫和不安。张秋英将楚月拉到一旁，面上带着不解：“楚大夫，咱们为何不同时将新品做出来售卖呢？这样货品不是更全面吗？”鉴于张秋英是自己想要培养的人，楚月直接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咱们既然是自产自销，当然得花更多的精力在顾客对于这件商品的体验上。新品太多，不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到每一个商品。再者，同时推出太多的新品，前期作坊制作还不熟练呢，
品类多了恐怕会影响质量。最后，站在顾客的角度来说，咱们保持稳定的新品更新，前期可以让顾客保持一定的新鲜感，东西再精不在多。等咱们在县城的销路稳定了，便能依葫芦画瓢，满地开花了。还是楚大夫思虑周全。楚月将手中的2份配方交给了张秋英。秋英姐，我能将这个配方交给你，你该知道意味着什么，切莫要流出去了。张秋英满脸郑重地接过楚月递来的配方，朝着他的方向作揖说道：我张秋英能带着孩子好好生活到现在，便是多亏了楚大夫心善收留，往后甘愿为楚大夫当牛做马，绝不背叛，若有违背，天打雷劈。楚月忙将张秋英扶起。当牛做马倒不必，你只需忠心，我便不会亏待了你。张秋英抬头望向楚月。新品制作出来需要给楚大夫过目吗？每样送2瓶去医馆吧，待我瞧过之后，再让大贵哥与沈小姐订的产品一起送到县城。好。将这边的事情处理完毕，楚月便要离开，却被江秀琴拉去了他们一家人租下的前院。月月，明儿我们可否与你告假半天？怎了？可是家里有事。眼看玉芳都及笄3个多月了，还没能说上亲呢，我这心里也焦急。正巧这段时日呀，我和你四叔在镇上物色了一户人家，那人家听说咱玉芳在新月医馆做活，还挺满意的，主动找了媒婆上门来了。我们便想趁着玉芳这会闲下来，明儿上午呀，带她去男方家里坐一坐，看看情况。镇上的人家，对，就是云来客栈东家的小儿子，好似叫严子照，今年17了，听说也是个读书人呢。严子照，这个名字怎么好似在哪里听说过？一时间想不起来，楚月便也没细想了。玉芳同意了吗？根据他的观察，陆玉芳应该是对许恒有意的。张秀琴叹了口气，他没同意，也没反对。哎呀，这孩子之前对这事儿啊还挺上心的，这次赈灾回来之后许是累着了，好似提不起多大兴致似的。我便为他做了决定，总归不急着下定，先看看再说吧。楚月知道陆玉芳的性子，去看看可以，只是关乎到玉芳一辈子，四婶还得好好打听一下严公子的为人才是。知道楚月是出于对陆玉芳的关心，江秀琴忙点头说道：那是自然的，我和你四叔虽有4个孩子，女儿就玉芳这一个呢，四是得谨慎着。楚月听了望向江秀琴，那明儿上午我就当给四叔四婶和玉芳放假了，不过回来之后四婶可得帮着秋英姐多干干活，最近着手制作新品呢，作坊里会忙一些。你放心，明儿我们快去快回，尽量不耽误作坊里的事。两人说完，江秀琴便继续忙活作坊的事情去了。楚月见天色已经不早，便领着黑木回家去了。到家的时候，前院不见一个人。娘，小竹，幸平兴安。后院的厨房中，远远的传来云翠荷的声音：月月回来了。楚月将院门拴好，便抬腿往厨房走去。娘，在做饭呢。是，饭菜马上好，你回来的呀，正是时候。他说着，又伸长脖子朝外头喊道：小猪，兴平，鸡鸭喂好了，就洗把手来吃饭。没一会儿，一大一小2道身影从竹林中跑了出来。楚文竹身上还算干净，陆兴平则跟泥地里打了滚一般，浑身脏污不说，身上还沾着不少的鸡毛鸭毛。楚月一边摩挲着下巴，一边打量着陆兴平。兴平，你这是？楚文竹有些忍俊不禁。二哥刚才逗弄小鸭子，被母鸭追在后头啄，一不小心就摔了。陆兴平有些不好意思的嘿嘿的笑着，手还一个劲儿的搓着自己被母鸭啄疼的屁股。失误，失误！快去洗洗，换身衣裳，回头兴安呀又该嘲笑你了。陆兴平眉头一挑，也是，那小子一天不对对，嘴就不舒服，可不能叫他看到自己了。娘，你们先吃，我很快就来。说完便一溜烟的往自个儿的屋里跑去。晚上的饭食很简单，就米粥和萝卜丁。吃完饭，袁翠荷望向楚月：月月，咱们家里的米不太够了，
最多还有半个月吃的，就得买米了。医馆的米好像也不多了。后日大贵哥去县城进药材，我让他先问一问粮价，看与镇上有什么区别。云翠荷收着桌上的碗，如今镇上粮价不便宜，涨上去就一直没下来过。要是县城的粮价便宜，咱们到时候就让大贵从县城买粮运回来。我和娘想的是一样的。待几个孩子都出去了，云翠荷才将碗放在一边，凑近楚月，小声地说道：“那林氏最近又去找了大贵一次。”楚月满脸好奇：“啥时候的事啊？”云翠荷的眼中略带着嫌弃：“大概半个月前，四是怕我说他，将大贵叫出去说的话。”他说啥啦？云翠荷将声音压得更低了，好像是说要大贵给他点钱，想从主家赎身。楚月眉头一挑，身体里的八卦因子顿时活跃起来。那大贵哥给了吗？云翠荷拍了拍楚月的手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大贵情况，赎身得好几十两嘞，他哪来那么多钱给林氏赎身啊？就是有，那林氏如今都不是他的人了，还给人钱做甚？真将钱给了他，回头大贵父子俩又得喝西北风了。”听到这里，楚月微微的拧起了眉头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林氏应该不会善罢甘休吧？云翠荷叹了口气，起身重新抱起了收在一旁的碗。这谁知道啊？反正呢，最近半个月是没见他来了。我先洗碗去了。月月，早些洗漱完了，好生休息，明儿还得上医馆呢。楚月应了一声，见云翠荷出了屋，见这会儿天色还未黑，便出了厨房，在院子里溜达着消食。一路从后院走到了前院，突然听见前方有声音传来，绕过一侧的影壁，望向后方一大一小两个人，面上带着错愕。兴平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黑木冷冷地瞥向陆兴平拉着自己袖子的手。是他缠着我的。陆兴平嘿嘿一笑，立马松开了自己的手。大嫂，我就是看黑木大哥功夫厉害，想让他教教我。四是怕楚月反对，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。大嫂，你要是觉得不行，我也不是非学不可。楚月没有回答他，而是望向黑木。黑木，你看他这根骨，学功夫能行吗？黑木淡淡的瞥了眼旁边两眼开始放光的陆兴平，拉着他一番比划之后，才在楚月的面前站定。倒是个苗子。大嫂，你这是同意让我学功夫了吗？楚月往陆兴平的方向望了眼。我可是听娘说书月明日开学的，哪怕我同意，你也得过了娘那关。陆兴平满脸的期待。只要大嫂同意，娘肯定不会有意见的。楚月望着他，神情严肃。我可以说服娘让你学武功，但前提是你的学业不能落下。说是厚此薄彼，耽误了书院的课业，我便立马让黑木停止教导你功夫。还有，学功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过程或许枯燥无味，甚至辛苦异常。但你既然选择这条路，便不能半途而废。你确定你考虑好了？大嫂，我考虑好了，我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楚月望着他的眼睛好一会儿，见他神情坚定，最终点头。既然你决定好了，那就学吧。他说着望向一旁双手环胸黑木。黑木，我将教导他功夫的任务交给你了，你根据他的时间给他安排一下。黑木双手抱拳。属下明白。陆兴平听到两人的对话，开心的直接在黑木的面前跪了下来。兴平拜见师父。望着陆兴平突然的举动，向来淡定的黑木一惊，忙凑过身子将陆兴平一把拖起。你先起来。陆兴平满头雾水，心里更是忐忑不安。怎了？师父是不愿意教我吗？你是主子，不必跟我行跪拜礼，若实在想行师徒礼，作揖便可。陆兴平听了，面上重新绽放笑颜，忙抬起双手作揖。兴平拜见师父。明日卯时，我在院中等你。说完便转身离开。楚月望着黑木的背影，转而望向身前的陆兴平，伸手摸了摸他的头。好好学。陆兴平忙笑着点头。我会的，大嫂。楚月抬头望了望天，
这会儿已经是蒙蒙亮了，便转身回了厨房。娘，新平从明儿开始便要跟黑木学功夫了。云翠和正在忙活的手一顿，面上更是带着一丝错愕。学功夫？我瞧着新平跟个猴似的，念书不一定能成，学功夫至少往后出门在外还能防身呢。正巧黑木在咱们家事情也不多，便给他找点事情做做。也成，那便让新平、新安一起学吧，就当是强身健体了。楚月点头，总归教一个也是教，教两个也是教。等会我便与黑木说说吧。洗漱完毕，楚月将第二日要学功夫的安排与黑木和陆兴安知会一声之后，便去了自己的房里。第二天，陆兴平和陆兴安果然一早就起来了，两人兴致勃勃地跟着黑木练得满头大汗。云翠和将2碗粥放在兄弟2个面前。快些吃饭，吃完就要去学堂了。自习迟到了，先生啊，用戒尺打手板。楚文竹扒拉了一口碗里的粥。娘，戒尺是什么？还未等云翠和回答，陆兴平立马抢答。戒尺就是教书先生用来体罚学生的木板。楚文竹惊讶的微微的张着小嘴。那戒尺打得痛不痛啊？不知道，等我领教了之后再来告诉你。陆兴安往陆兴平的方向摆了眼。书都还未开始念，便想着领教先生的戒尺了，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？陆兴平将嘴里的粥咽下，说得极为豁达。你去问问那些念书的，几个人没被先生揍过？想开点儿，迟早的事罢了，没什么好丢人的。你倒是想得开。云翠和则是用手指头戳了戳陆兴平的脑袋。你就这么喜欢挨打？往后啊，去学堂之前，我先给你来一顿竹笋炒肉可好？保管你一整天下来红红火火。陆兴平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缩着脖子说道：娘，女侠饶命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女侠？望着陆兴平一脸死皮赖脸的模样，袁翠和有些哭笑不得，他扬怒道：哎呀，赶紧吃，吃了滚去学堂去，真是看着碍眼。楚文竹往陆兴平的方向望了眼，垂着脑袋痴痴地笑了起来，小肩膀一抖一抖的，忍得很是辛苦。吃了饭，陆兴平兄弟俩便一同背着斜挎包往学堂去了。他俩一走，家里便只剩下楚文竹一个孩子。他觉得有些无聊，便上前拉住了正准备要去医馆的楚月。姐姐，我能随你一起去医馆吗？等会儿娘要去作坊，我一个人在家里太无聊了。楚月想了想，便点头应下了。行，你随我一起吧。说完，他与云翠和打了声招呼，便拉着楚文竹往医馆的方向去了。到医馆的时候，朱大夫还未来。楚月开了门，顺带着后院也打开了来。这会儿方氏也已经起床，自个儿随便吃了点东西之后，在院子里打扫着。方婶子早。方氏听见声音，忙抬起头来。楚大夫早。似是怕他发现什么端倪，打了招呼之后，赶忙又将脑袋栽了下去。楚月眼尖，自是望见了方氏神情中的不寻常。方婶子这是怎么了？眼眶怎么这样红？听到楚月带着关切的语气，方氏再也绷不住，哭了起来。有什么委屈哭出来就好了，憋在心里，仔细憋坏了身子。片刻之后，方氏终于收敛住了自己的情绪。倒是叫楚大夫看笑话了。方婶子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人嘛，总有不如意的时候。你这在我的医馆做事，我关心关心你也是应该的。方氏擦了擦自己脸上的泪，叹了口气。昨儿个医馆里发月钱，我那儿媳妇儿不知道是知晓了还是凑巧，傍晚时分啊，带着我那小孙子来了，趁着我在后院逗弄小孙子，将我藏在被褥下的钱袋子给顺走了。他说着，眼泪又止不住的往下淌，委屈的撇着嘴哭道：都说家丑不外扬，我家实在是憋不住了，不说出来，我心里这口气顺不下。楚月没有答言，只是在一旁安抚着他。难怪之前方氏放着镇子上的家不住，
要住医馆后院的小房子，原是因为家庭不和睦。片刻，方氏继续说道：我男人死得早，在村里没人帮衬，一家人便来了镇上生活。当时买院子，我从前的积蓄就花得七七八八了。为了让他们自个儿手里留点余钱，往后好过日子，家里的一应开支都是我在负责。这都是小事，毕竟是一家人，我也没觉得什么。方氏吸了吸鼻子，再次抬起袖子在眼角处蹭了蹭。去年年成不好，我之前的活儿便做不成了。我那儿媳妇见我没了来源，将我手里最后一点钱榨干净之后，见我再也拿不出钱来，便对我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动不动就指着我骂呀，还让我滚。有2次骂得不过瘾，还直接朝我动手了。我不想事事在家里看他脸色，就来医馆做事了。惹不起我躲得起。原本昨儿他带着小孙子喜笑颜开的来，我以为这段时间我不在家，他是有所改变了，却没想到啊，他只是为着我好不容易赚到的几个钱。说到这里，方氏忍不住再次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我还有个小儿子，尚未娶妻生子，我自个儿往后还得过日子，再这样下去，我都不知道以后要怎么活了。你大儿子不管事吗？方氏双目无神地摇了摇头。他要是管事儿，那孙氏就不会这般踩在我脑袋上拉屎了。我本来以为真心对他们好，会换来真心，却没想到啊，他就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方婶子的小儿子如今在何处？大儿子靠不住，至少还有个小儿子。不过就方婶子这种情况，靠自己来的更实在一些。提到小儿子，方氏的眼里燃起了一丝希望。他在县城那边的酒楼里做跑腿，平日里忙，回来路又远，一般3个月回来一次。就是回来，在家里待不了2日就走了。我那儿媳妇厉害，总拐弯抹角说他没出钱补贴家里，久而久之啊，他也不喜欢在家里久待了。待着不快活，自是不想久留了。家里开支又不需要他出钱，想到他还有话说。谁说不是呢？我那小儿子一年到头在家里也待不到10日，他赚的钱其实都在我这儿，每凑整了，我便给他放到钱庄存着。从前我大儿子也是这样，他们的钱我从来不动，待他们成亲了再取出来给他们自个儿过日子。楚月了然，方婶子那儿媳妇这般作为，怕是想将小叔子的存钱给捞到手里呢。不得不说，心还挺贪的。你小儿子多大了？方氏的面上闪过愁容。今年17，原本打算去年给他说亲的，年成不好，他又长期不在身边，就这么耽搁了。今年还不知道能不能说上亲事啊。我这医馆里正巧缺一个跑腿伙计，回头方婶子问一问，看他愿不愿意来。工钱30文一日，若干得好，年尾还会有些奖励。方氏听了喜上眉梢，他应该快回来了，到时候我与他提一提。楚月想了想，又说道：婶子这边，要不我给你换个地方吧，省得你儿媳妇又来骚扰了。换个地方？方氏心底一紧，以为楚月是不让他在这儿干了。楚月望着方氏说道：我还有一个作坊，正巧最近需要人，那边工钱比医馆做饭稍微高一些，30文钱一日。婶子若是愿意的话，我便将你安排到那边去。听到楚月不是要赶自己走，方氏激动地朝着他跪了下来。楚大夫，谢谢你。楚月见状，忙将方氏给扶了起来。方婶子不必跪我也是见方婶子做事稳妥，便想将你留在手底下做事。只是你换了地方之后，怕是得跟你儿子儿媳妇保持距离，我不想因为他们影响了作坊的清静。方氏当然知道楚月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忙表决心。
楚大夫放心，经过了这次的事情，我也看穿了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白眼狼是养不熟的，我也不抱希望。楚月嗯了一声，听见前方有了动静，便也没再和方氏多聊了，嘱咐好了他好生调整，过2天便去作坊，之后就去了医馆中。这会儿，一个年轻妇人正抱着个孩子，满脸焦急地坐在看诊台旁边，眼眶又红又湿，像是刚哭过似的。小竹见楚月还在后院，便先给2人倒了杯水。这位婶子，你先等一下，医馆刚刚开门，我姐姐许是还有事在忙，很快就来啦。话音刚落，便见楚月从后院走了进来。怎么？那妇人见着楚月，忙抱着孩子站起身来。这位可是楚大夫啊。楚月示意他坐下，并在妇人对面的看诊台坐了下来。孩子怎么了？妇人眼里的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淌，她边哽咽着边说道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这2日上吐下泻的，人也没有一点精神，眼看着人快不行了。今儿天还没亮，我和他爹就抱着往镇上来了。一早来的时候，星月医馆还没开门，便先去了回春堂，结果那边的大夫说孩子来得太迟，没救了。楚月伸手探了探孩子的额头，这2日发烧了吗？昨我摸他额头的时候好像还挺烫的，之前听人说起过楚大夫赈灾的时候提过用水擦拭降温的法子，便一直在给他擦身体。楚月点头，翻开孩子的眼皮看了看，又给他细细把了脉之后才说道：上吐下泻2日，大人都未必扛得住，何况是这般消瘦的孩子。他这是典型的肠风，这2日是否吃了什么不干净的食物？也没吃什么，就与我们一般吃糙米粥。女人说着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忙望向楚月说道：孩子能吃腌肉吗？楚月抬眸望向他。腌肉？对，去年年成不好，孩子爷奶养的鸡和猪吃食供应不上，杀了之后封了些在坛子里。前天正好家里来客人，就切一块做了，孩子嘴馋吃了2块，除了腌肉再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了。既然是从前天开始上吐下泻的，问题恐怕就出在这腌肉了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提笔在纸上写着药方。就在此时，一个男人拿着油纸包，匆匆忙忙地从外边跑了进来。媳妇儿，咱儿子怎么样了？见着自家男人，女人顿时没了主意一般的哭了起来。楚大夫正给看着呢。男人急忙从他怀中接过儿子，随后将手中的油纸包递到了他的手中。你先边上吃点东西去，从昨儿开始一直没见你进食，别到时候儿子好了，你自个儿熬坏了。女人望着手中的油纸包，我吃不下。男人在楚月的对面落座，一边安抚着身边的女人。吃不下也得吃，咱既然找到楚大夫了，儿子肯定没事，你别听回春堂那几个庸医乱瞎说。楚大夫，我儿子病情到底如何了？楚月边写药方边说道：得配合针灸和按摩，还得给他灌些汤药进去。为了方便观察，在他的病情稳定之前，你们怕是得在医馆歇留一阵了。男人听罢长呼了一口气，他就知道这病楚大夫能治，只要孩子能好，我们在这里多等等都不算什么。一旁的女人听了，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。这一放松，只觉得头晕目眩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，差点摔倒，幸好被身后的桌子给撑住了。媳妇儿，你没事吧？女人微微摇头。不碍事，你护着些孩子，我休息休息便好了。这位姐姐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吧，到时候真倒下了，你相公既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你的，也不容易。转而又望向他身旁的男人，这位大哥，将孩子抱去楼上第1个房间吧，我先抓了药，让后院给孩子将汤药熬上，再给他针灸推拿。男人满脸的感激。好嘞，多谢楚大夫了。朱大夫走进医馆，见楚月正在忙活，面上带着惊讶。丫头今日来的这样早。楚月一边抓药一边浅笑道：我家距离这里近，过来自然是便利一些的。师兄，这会没别的事情，可否帮我个忙？
朱大夫将自己的东西放在看诊台旁。这会儿没有病患，你且说。我这里有一个患肠风的小患者，需要用到敷膏，我马上去楼上给他针灸推拿了。丁香、肉桂和枇杷都已经称出来了，麻烦师兄给我加工一下，等会要用到的。交给我吧，你忙自个儿的去。楚月点头，将需要煎汤药的药包交给了后院的方士之后，便上楼给那个孩子针灸去了。辰时刚过，许夫人便领着许恒和钱嬷嬷来了星月医馆。许恒一进来便往柜台的方向瞅，见这里没有陆玉芳的身影，眉头微微的拧起。他没来医馆，去了何处？许夫人和许公子是来抓药还是请脉的？前些日子身子不太爽利，便想找楚大夫请个平安脉。找楚大夫啊？那得等等，他这会儿正在楼上忙呢。没事儿，我们等等也行。许夫人笑着向四处望去，你们这儿怎么连个伙计都没有？平日里能忙得过来吗？她的眉眼中带着淡淡的疑惑。不是说那陆姑娘在医馆里帮忙吗？怎么不见人影？朱大夫回到柜台后，一边倒着钵中的药材，一边回答：倒也还好，往日里陆姑娘负责抓药管账，大贵负责捣药加工，正巧两人今儿都有事，暂且还没来。听到陆玉芳还会帮着管账，许夫人的眼底闪过惊讶。那陆姑娘竟还能看得懂账本？朱大夫嘿嘿一笑，早前楚大夫便让她认字算数了，这姑娘还是有点天赋的，也肯努力。医馆开业以来的账管得滴水不漏，从未出过差错。许夫人和身旁的钱嬷嬷对视一眼，眼底皆是满意。她在休息区坐下。上一次在县城里见过陆姑娘一次，便觉着是个聪明伶俐的，今儿没来，可是因为刚正餐回来，累着了。听到这里，许恒的眼底也闪过了一丝担忧。还未等朱大夫回答，刚忙完的楚月扶着楼梯走了下来。倒不是，玉芳给我四叔四婶拉去相亲了。相亲？许恒低声呢喃，眉头紧蹙，一想到陆玉芳这会儿在与别的男子相亲，他的心里就有种说不上来的酸涩。许夫人也因为楚月的话而微微的怔了，寻思着这陆姑娘倒是抢手的很。楚月下了楼，笑望着许夫人。许夫人，好久不见。许夫人忙起身迎向楚月，握住了她的手，一番打量，面上带着惊艳。2个多月不见，楚大夫如今是越发的厉害了，长得也是越发的好看了。楚月浅浅的一笑，微微的颔首。许夫人谬赞了，夫人今日来是……许夫人一笑，拍了拍楚月的手。想来找你请个平安脉。他说完，还朝着楚月使了个眼色。楚月大概悟到了许夫人的来意，朝着楼上做了个请的手势。夫人若觉得不便，随我去楼上可好？望着面前的许夫人，许恒的眼底闪过挣扎。楚姑娘，你可知与陆姑娘相看的是哪户人家？云来客栈严家。多谢。许恒说完，便直接转身跑出了医馆，朝着云来客栈去了。望着顷刻间便不见人影的许恒，楚月的面上带着错愕。这……许夫人一笑，上前挽着楚月的胳膊，便往楼上去了。我还得跟楚大夫请平安脉呢，先莫要管他。楚月望了眼身旁的许夫人，许夫人这是何意？玉芳都及笄了，好不容易遇到一门不错的人家，万一许公子坏了人家姻缘，可如何是好？坏了就坏了呗，大不了让我儿将那陆姑娘娶回去不就成了？他没拦着许恒，本就是想让他打乱人家的相亲。楚月的唇角勾起了一丝浅浅的笑意。许夫人愿意让许公子娶一个无权无势的农家女子为妻。许夫人没有藏着掖着，直接说道：单论家世，确实不太愿意，但我家恒儿欢喜，我也觉着那姑娘不错。许夫人有没有考虑过一个情况？什么？楚月将泡好的茶水分杯，随后将一杯茶水递到了许夫人的面前。玉芳是否愿意嫁去许家？什么意思？这个问题他确实没考虑过。据我所知，自许公子对玉芳生出好感之后，玉芳因为男女大防，一直在避着他。可见他对许公子哪怕有好感，却也远不到非他不嫁的地步。
如今严家已经拆了媒人说亲，今儿不仅是相看，大概率还会将亲事直接定下。相对于许夫人这边，严家显然更加有诚意呢。再者，严家除了镇上一家客栈和些许的田地之外，再无其他产业。相较于家大业大的许家，我四叔四婶为了往后玉芳在夫家不被欺负，怕是会更加倾向于门当低一些的严家了。楚月一边说，一边留意着许夫人的神色。如果我四叔四婶铁了心要促成这桩婚事，许公子哪怕去了也无济于事，只以为是小一辈的玩闹，当不得真呢。听到这里，许夫人脸上的神情也开始凝重起来。她一拍桌子，起身便往楼梯口的方向走去。楚大夫说的在理，看来啊，我得亲自去给我儿助阵。这匆忙下楼的许夫人，许夫人不请脉了吗？已经到了楼下的许夫人摆了摆手，待事儿成了，我事事来找楚大夫请脉都成，这会儿实在是没空。朱大夫伸长脖子往外头望了眼，满脸不屑地说道：中气十足，走路带风，面色红润，身子怎地就不爽利了？将制作好的药膏均匀地涂抹在干净的细棉布上，抬头朝着楼上喊道：师妹，你要的敷膏已经治好了，需要我给你拿上来吗？坐在休息区等着的那个女人听罢，忙来到柜台前。要不我自个儿拿上去吧，免得两位大夫跑上跑下的了。就在这时，楚月的声音也适时地响起：师兄，便让这位姐姐带上来吧。成。楚月望着出现在楼梯口的女人，放下了手中的茶杯，站起身来往第一个房间走去。随我来吧。他从女人的手中拿过敷膏，将膏体的位置正对着孩子的肚脐眼，随后用棉布缠绕了2圈，打结固定好。这会儿孩子也醒了。小壮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汤药应该也快好了，你们去厨房盛点粥来，先给他少喂几口垫补垫补，2刻钟后再给他吃药。如果没再吐泻和发烧了，下午便能将他抱回去观察了。夫妻2个听罢，纷纷朝着楚月的方向跪了下来。多谢楚大夫，多谢楚大夫救了我儿子的命。楚月忙将2个人扶起来。你们不要这样，我是一个大夫，行医救人本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女人又哭又笑地拉着楚月的手。楚大夫心善，将来会有善报的。楚月抿唇一笑。成了，你们先照顾孩子吧，多耽误1刻，孩子就得多遭1颗罪。楚月回到茶几前，边喝着杯中的茶水，边望向远处的街景，也不知道玉芳那边是什么情况。原来客栈的严家，许恒是知道的。待到了严家，许恒自报名姓之后，被严家人恭恭敬敬地迎了进去。严石涛见许恒进了厅堂，忙笑着起身相迎。不知徐公子今日来我严家，所谓何事？我来这里是为了他。他不再克制自己的感情。不知许公子此话何意？陆守成站起来问道。你是我侄儿挚友没错，但我家玉芳统共也没有与你见过几次，怎地说是为了他来？还请许公子给一个合理的说法，莫要坏了我家女儿的名声。另一边，座位上的严子照神情慵懒地剔了剔牙。许恒，你不是向来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吗？怎地如今书读的没意思了，想找个暖床的姑娘了？他说着站起身来，神情中满是嘲讽和轻慢。你许家高门大户的，想找个姑娘这还不容易，怎地还抢到我家里来了？子照。严子照望着自家娘的眼神，满脸不甘地撇了撇嘴，重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。许恒没有理会严子照，而是朝着陆守成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。徐某之前与陆兄在一处的时候，见过陆姑娘几次，她的真性情让徐某心生欢喜，只是考虑到如今前途未定，便一直将这种欢喜压在心底。此次来南平镇，听说陆姑娘在与严公子相看，便鬼使神差的来了，还望伯父伯母见谅。既然陆姑娘与严家亲事还未定，也希望伯父伯母能给在下一个机会。严母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身来，指着许恒怒斥道：许公子，
你虽是许员外之子，却也不能如此欺负人才是。今儿与陆姑娘相看的是我们家子兆，你就这么闯进来，与抢人姻缘有何区别？况且我们是请了媒婆牵线，双方父母都同意认可的。你如此行径，许员外和许夫人可知晓？就在许恒斟酌着如何回答的时候，院门被人推开了。我儿的意思便是我的意思。话音落下，许夫人领着钱嬷嬷和几个家丁进了厅堂，她直视着严母的方向。而且严夫人的话未免严重了些。如今严家公子和陆家姑娘只是相看，一没定下，二没交换庚帖，八字都还没一撇呢，怎么能算是抢人姻缘？再说了，两人若姻缘深厚，又怎会轻易被人抢走？许恒望着自己的娘，面上的神情有错愕，更有惊喜。娘这是不反对他和陆姑娘了？娘，许夫人一抬手制止了他说话，望着气势汹汹地闯进家门的许夫人，严母和严世涛对视一眼，眼底皆带着惊讶。许夫人是想恃强凌弱，欺负我们这等小门小户了？许夫人捂嘴一笑，严老爷说的哪里话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本夫人欺负人了？不过是这陆家姑娘讨人喜欢，我便也来为我儿争取一次机会罢了。既然方才严夫人说到先来后到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就在边上排着队。许夫人领着人站到了一旁，脸上满是自信。亲家公，你看。陆守成没说什么，倒是一旁的江秀琴委婉地笑道：如今咱两家还没确定定亲仪式呢，田老爷还是莫要这样唤我相公了，省得叫人误会去。见江秀琴如此说，严世涛的面上神情一滞，严母的眼里也闪过了一丝不悦。你们夫妻二人如今可是瞧见许公子和许夫人，便看不上我们这种小门户了。江秀琴忙笑着说道：哎呀，林姐姐啊，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也从没想过让我家玉芳啊往高门大户里钻。只是婚姻大事，讲究的就是一个缘分，且关乎到我女儿一辈子的幸福呢。我们的把关固然重要，关键还是得看孩子的意见嘛。严母往严世涛的方向望了眼，转而看向江秀琴。儿女的意见自然重要，但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怎的还由得子女自个儿做决定？这不是胡闹吗？陆姑娘觉得在下如何？陡然被人问及，陆玉芳抬眸望向严子兆。严公子一表人才，想来倾慕你的姑娘不在少数。他刚才的神情让严子兆以为他是惊叹于自己的俊颜。那是自然，我以前……他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却被严母假咳两声给制止了。他笑望着陆玉芳：陆姑娘，你既觉得我家子兆好，那我们今日便将这婚事定下如何？这陆玉芳低眉顺眼的，看着倒是极好说话，若是她点头，陆家夫妻俩自然就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了。严公子虽好，却并非我心中所愿，还望严夫人和严老爷见谅。一旁的江秀琴和陆守成纷纷松了口气。许夫人望着陆玉芳的眼神中带着欣赏。那你心中所愿是谁？他说着一指站在一旁的许恒。是他吗？许恒的眼神自始至终都在陆玉芳的身上，望着他那无措的眼神，浅笑着上前，将他紧拽在身前的小手握进了大掌中，随后拉着他的手在严子兆的面前晃了晃。这不是很明显吗？严子兆双拳紧握，只觉得这会儿没面子的紧。明明是自己的相亲对象，却被许恒中途抢走。说什么不会往高门大户里钻，说的倒是清高，到头来还不是挑家世好的。严子兆的言语之中满是嘲讽，末了他冷哼一声：狗掀门帘，全仗一张嘴。这话说的半点不留情面，陆守成和江秀琴僵在那里，一时间竟不知要如何反驳。倒是一旁的许夫人眉头一挑：严公子，做人得拿得起也要放得下。我们家恒儿从去年到今年相看了不少姑娘家，最终没成功，也没见他辱骂过谁，怎的到你这儿就输不起了？
严子照紧攥着拳头，满脸凶狠的模样。严父严母对视一眼，眉头紧拧。严母面上带着不悦：许夫人，你刚才不是说在边上排队，不干扰我儿和陆姑娘相亲吗？这会儿跳出来是否不合规矩了？许夫人满不在意的笑道：严夫人不要歪曲事实，方才可不是我们要主动跳出来的。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往严子照的方向望了眼。严母望向自家儿子，想到方才的场景，只觉得心底窝火的紧。既然陆姑娘对我家子照无意，几位便请回吧，我就不送了。这是摆明了要赶人了。陆守成一听，朝着严世涛和严母的方向抱拳说道：严老爷、严夫人，告辞。说完便拉上陆玉芳一起往院外走去。许家母子本就是为着陆玉芳而来，这会儿人都已经离开了，他们便也没理由在这里久待了。告辞。说完，许夫人也领着许恒跟在三人身后出了严家。五人默不作声地往前走了一段路，陆守成才拉着江秀琴停下了脚步。他满脸笑意地望着许夫人，抬手作揖：刚才多谢许夫人为我们解围，既然事情已了，刚才的玩笑话我们也不会当真，往后若有机会定会报答夫人。许恒的面上闪过错愕：玩笑话？许夫人拍了拍许恒的手，示意他稍安勿躁，转而望向陆守成夫妻两人，神色诚恳：我刚才说要为我儿争取机会，可不是玩笑话。我儿心仪陆姑娘，我也觉得陆姑娘很不错，否则也不至于一打听到楚大夫回了南平镇，便带着恒儿从县城赶回来。陆守成和江秀琴相视一眼，眼底皆是惊讶：这不是玩笑话？许夫人真的是带着许恒来求娶玉芳的？咱们可否先找个地方聊聊？我们在镇上租了屋子，许夫人若不介意的话，咱们去那儿可好？行。许夫人点头，便要随两人往住所去。陆夫人往自家爹娘和许夫人的方向望了眼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爹娘，许夫人，我今日只与月月告了小半天的假，之前赈灾耽误了不少日子，医馆里积攒的账务需要清理了，我怕是得先回医馆去了。许恒见状，忙走向陆玉芳：我送你去吧，你一个人在路上不安全。许夫人往两人的方向望了眼，两人站在一起倒是极为般配。成，你们俩去医馆吧，我与两位亲家先聊一聊定亲的事情。听到亲家二字，陆玉芳一张小脸涨得通红，她扶了扶身，便转身往医馆的方向跑去。许恒见状，与三人打了招呼之后，便紧随其后。玉芳，你慢点。望着两人离开的身影，三人的脸上皆带着笑意。待离开了三人的视线，陆玉芳才放缓了脚步，她往许恒的方向望了眼。许大哥，之前……许恒快跑两步追上了陆玉芳，将她牵在自己的手里。我知道你之前都有顾虑，所以便想着先说服我娘。原本她一开始也没同意，后来不知怎的就想通了。若非她方才那番话，我都不知道她带我来南平镇是因为你。陆玉芳很是感动，她低头望了眼被许恒握在大掌中的手。许大哥，我何德何能让你和许夫人做到这般地步？许恒紧紧地拉住陆玉芳的手。还记得我之前在马车上问过你的话吗？总归你如今还未说亲，如果非要选择一个成亲对象的话，我觉得我比严子照更合适。陆玉芳微微地扬起唇角，小声地呢喃道：谁说我没有心仪的人？许恒眉头一挑，望向陆玉芳：你刚才说的什么？他有心仪之人？是他听错了吗？陆玉芳挣开了许恒的手，满脸娇羞地望向别处。没说什么。他说完加快了脚步。许恒走在陆玉芳的身后，面上有疑惑也有失落。到医馆的时候，4时还未过，陆玉芳一来便直接扎进了柜台后面，拿着算盘和账本一边算，还一边翻箱倒柜的整理和记录剩余的药材。楚月来到两人的面前：许公子中午要不就在医馆吃饭吧，正好后院的饭好了。许恒往陆玉芳的方向望了眼，见他并没有理会自己的意思，
便站起身说道：“啊，我就不在这里吃了，还得回去陪我娘呢，便先回去了。”楚月也没有强留。成，总归我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，既然许公子要陪许夫人，那便早些回去吧。他说着，将一旁心算账目的陆玉芳拉了出来。玉芳，许公子要回家了，你去送送他。许恒忙摆手：“不用，你们忙自己的。”陆玉芳终于回过神来，他抬头望向许恒：“许大哥要回去了。”楚月一指外面的天：“你瞧瞧，都什么时候了？许公子在这里干坐了1个时辰，都不见你与他说上一句话的，哪有你这样待客的？”陆玉芳的面上带着一丝自责：“哎呀，我算得太投入，便没在意时间。许大哥，对不起。”许恒温润一笑：“没事，只是这会儿已经到了正午，我也该回家去了。”陆玉芳将许恒送到了医馆外，见许恒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忙问道：“许大哥是否还有事要与我说？”那个……许恒想了想，便将心底的疑惑说了出来：“我想知道玉芳的心仪之人是何人，我担心自己冒昧打扰，反而坏了你的好事。”陆玉芳微愣，这个呆子，感情是为这个问题等了他整整1个时辰呢。除了你，还能有谁啊？他说完，便红着脸转身跑回了医馆。许恒听得陆玉芳的回答，他笑着往星月医馆的方向望了眼，这才喜滋滋的回家去了。楚月望着面颊泛红的陆玉芳，啧啧的说道：“哎呀，某些人的桃花呀，如今是拦都拦不住喽。”陆玉芳白了楚月一眼，上前挠响他的腰：“往常你和我哥腻歪的时候，我也没这么打趣儿过你，你倒是先打趣起我来了。”楚月往旁边一躲：“那不一样，我和你哥是夫妻。”他目光一转，望向陆玉芳：“哎，话说，今儿在严家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啊？”那严子照原本表现的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，徐大哥一去就原形毕露了，其余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幸好我将你相看的事情告诉许公子了，你若真上了严家贼船呢，往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